我宁愿死也不嫁给齐小迪。宁儿不要冲动，10年前小迪父亲救了我们许家一次，所以才给你们许下18岁成婚的诺言。你若毁约，会被人说是忘恩负义的。哼，我不管，这个哑巴我肯定是不会嫁的。你们再逼我，就是让我死。 18年来，你从未在外人面前开过口，世人皆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哑巴。殊不知，你只是被父亲喂下一颗灵种，18年方可成熟。期间一旦开通，就会遭天雷袭击。而今天则是18年的最后一天。小迪这孩子什么都好，可惜是个哑巴，还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哑巴。宁儿则是6品灵根的惊世天骄，连青云宗长老都准备将他收为真传弟子。两人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夫君。 实在不行，就让悠然这丫头代替宁儿嫁给小迪吧。此言一出，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后方的许悠然。作为姐姐，她比妹妹许一宁漂亮得多，可惜她是小妾所生，才处处都被大太太排挤。爹爹，我还想在您身边伺候您，求您别这么早就把我嫁出去。许悠然这样的大美女，嫁给戚小迪这样的哑巴，恐怕会毁了她一辈子的。悠然，我们许家也是好不容易出了你妹妹这样一个天才。 咱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了，你就委屈一下，替你妹妹嫁了吧。可是我，难道要爹跪下求你吗？爹，你别这样，我嫁还不行吗？小迪，你意下如何？狄大家子这是演了一出戏给我看的，恐怕早就计划好让悠然当牺牲品。什么以死相逼的戏码，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就是可怜悠然这丫头纯真善良。 如此轻易就上当，伯父，徐府照顾我10年，已经抵消掉我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况且3年前家父已经驾鹤西去，所以婚约之事就此作罢了。难不成这小子终于不想赖在我们许家，准备走人了吗？那简直是天大的喜讯！你以为婚姻大事是儿戏吗？婚约是宁儿爷爷定下的，万一他游历归来，发现我们没有完成约定，我和你伯父都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真感谢徐府对你的照顾，就娶了悠然，大家从此就是一家人。 王应凤是铁心要把许悠然嫁给小迪，毁掉她一生幸福，以求为她亲生女儿提前铲除障碍。还真是，即便我今日不答应，等我走后，王应凤不定还得想出什么手段对付悠然。与其如此，一切听从伯母安排。悠然，快带小迪去量一身衣服，1个月后就给你们完婚。跟我来吧，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 唉，小哑巴，你不该答应的。他们只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而已。等我妹妹进了青云宗，他们肯定还是会变着法赶你走的。看来这丫头也不傻。带着这些钱离开徐府，离开孤州城吧。那你怎么办？这里是我的家，他们对我再不好，我也不能走的。你快走吧，别犹豫了。到了外面多长个心眼儿，不要随便搭理人。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他们会欺负你的。 知道了吗，小哑巴？悠然，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你说话了，你不是哑巴。我有说过我是哑巴吗？要变天了，你收拾东西快走吧。王姨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又要疑神疑鬼了。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娶你，从此保护你。别说大话了，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相信我。 许悠然对上小迪平静而坚定的目光，心底涌入一道暖流。自从母亲去世，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要保护她。傻瓜，那就拿着这些钱当娶我的聘礼吧。姨母，你怎么能把悠然表妹嫁给小迪这个废物？表妹跟我才是郎才女貌啊！哼，我的傻外甥，让他俩成亲也是为了给家族一个好名声而已。他们大婚过后，戚小迪意外暴毙，许悠然伤心改嫁。你懂我的意思吧？哦，我懂了，谢谢姨母。去吧，明天别忘了早起，姨母陪你去一趟检测塔，复测你的灵根等级。遵命，姨母。让我取戚小迪用过的东西，真亏这个老女人想得出来。我陆正既然要，就一定要最好的。他敢夺我太
现不足实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再犯，我们都会将要你的。好恐怖的气息！还有他为什么说这棵树是太虚补足的？这不是父亲给我的吗？玄级高等心法寻龙经筑基后方可修炼。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神树将会结出更高等级的果实。他们许家镇族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级中等剑法，这都已经是孤州城排名前10的功法，而玄级高等的话，足够引起天下大乱的。透明灵根，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没有透明颜色的灵根呀。许一宁那丫头的灵根是湛蓝色，代表她有6品灵根，但传说中最高的9品也才是白色灵根，这透明的是个什么鬼？看来得去检测店。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他们会欺负你的，知道了吗，小哑巴？悠然，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你说话了，你不是哑巴。虽然小迪体内的灵种已经扎根并且成熟，但他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所以在没有绝对实力前，他决定继续装哑巴。七小蝶，你来干嘛？和你一样，测试灵根。灵根这种东西天生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说你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征儿，别跟个哑巴浪费时间了。这次你好好发挥，只要测出3品以上的灵根，姨母就能为你在许家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时间到了，进去吧。还是老规矩，检测资质优异者能够获得对应的功法奖励。众人进入检测塔，塔中有许多单独的密室。由于小迪和陆征都是来自许家，所以也自然的被安排在相邻的密室中测试。看到光柱开始上升，小迪悬着的心终于微微放下。他一直有些担心透明灵根是某种没有等级的罪。达到9品，史无前例的9品灵根。自己到底算什么灵根呢？这检测了，又好像没有检测。几乎就在光柱冲出水晶池的瞬间，隔壁的陆征望着水晶池光柱，如同蜗牛爬墙一样，艰难定格在3品。快给我长，混蛋！只有突破3品，我才能拿到许家的资源，还有我梦寐的许氏剑法。这是9品现世。9品灵根现世的动静惊动了整个孤州城，导致检测塔周围聚集了许多家族的高手前来围观。我见证了神话，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9品灵根，这可是与我天机阁阁主一模一样的灵根啊！塔主，9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吗？废话，9品当然是最强，除非是那传说中的无极无相灵根，这种灵根比9品强千百倍不止，但那只存在于神话中，现实根本不存在。我是9品灵根，9品啊！不会吧？陆征检测出了9品灵根，他若有如此天赋，为什么吃了许家10几年资源，也不如许一宁的6品？清风真经、七星剑诀，一本黄级高等心法和一本黄级高等的功法。奇怪，我到底什么等级？竟然给予了这么高的奖励？当初6品灵根的许一宁也才奖励了一本黄级下等心法，就没别的。不管了，正好神树给的玄级高等心法还无法修炼，就先用这2本突破筑基吧。小迪，你怎么也在这儿？里面这是什么情况？陆征检测出9品灵根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许家一个寄养的外甥，居然比我还强！许兄，恭喜恭喜啊！许家主可喜可贺啊！许府出真龙了！夫君，当初我力排众议，把征儿接来许家栽培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是我有眼无珠，多亏了夫人你这个福星，才让我们许家攀附上了征儿这个未来的绝世大能啊！多谢姨父多年栽培之恩，征儿不负期望检测出了9品灵根。使不得呀，征儿，你可是9品天骄，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跪？快快起来！昔日自己在许家主面前一直慎言慎行，如今他却敬自己如天神，这难道就是俯视天下的无敌感吗？七小迪怎么？你不服？可笑，一个无灵根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清高？姨父，我要娶悠然妹妹为妻，你意下如何？这我已经许诺小迪了，你这不是让我言而无信吗？姨父，你可想好了，我现在说一声我想娶妻，相信在座的很多家族都愿意与我联姻吧。
那时候我可就是别人家的女婿了。许伯父，给不给得了悠然幸福，靠的是实力，不是嘴巴。我愿与陆征比试一场。征儿，你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也能有个台阶下，也能顺理成章的把女儿嫁给你。看在都是在徐府长大的份上，给你一个与九品神灵根一较高下的机会。那就给你们3天时间，谁能在现有基础上再突破一个层次，就算谁赢，谁就有资格迎娶悠然。陆公子，在下秦长生，孤州城第一炼丹家族的家主。秦家主找我何事？为了恭喜陆公子，这刚炼制的10瓶炼气液送给陆公子，希望陆公子3天后抱得美人归。此物1瓶都价值无穷，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秦家一下给10瓶，着实是下了血本啊！就是啊，10瓶炼气液，一头猪喝下去也能修仙了，何况是9品灵根的陆征。另外，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七小迪售卖炼气液。这是赤裸裸的打压，摆明了帮着陆征抢人家的媳妇。希望你不会后悔。我后悔放弃你这个废物而抱住陆公子的大腿吗？家主，我们有必要把七小迪得罪的这么死吗？相信我，我一生行事谨小慎微，从来没有错过筹码。有了陆征这个大靠山，秦家就等着飞黄腾达了。一夜之间炼气2层，我记得许一鸣突破2层也用了3天吧。不过还不够，要保护自己，保护悠然，还要更强才行。想要在接下来的2天内再连续突破的话，就需要炼气液的辅助。但性情那小子又不卖给我。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叮嘱我种子没有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里面会不会有留给我的修炼资源。王姨，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修炼资源，求你不要抢走。别以为我不知道，这瓶炼气液你是想送给七小迪，虽然他用了也不会有任何精进，但是既然让我撞见了，你就别想得逞。王姨，小迪已经很可怜了，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谁欺负他了？炼气液是我们许家的，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靠女人算什么本事？我们走。对不起，小迪，我真没用，我应该再小心一些的。傻瓜，我谢谢你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可那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了。放心吧，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快回去休息吧。然而悠然并没回自己的屋子，反而离开了徐府，向着郊外盛产灵草的云雾山而去。虽然那些灵草的效果远不如炼气液，但应该总比没有强吧。孩子，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下境界，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功夫。为父只领悟到一点皮毛，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希望你能超越为父，成为一名大魂师，如此你就有自保的本钱了。最后，这武匣是能留给你的，他嘱托成为5星魂师后才可打开木匣的暗藏。加油吧，吾儿！原来父亲曾是一位2星魂师。魂师是这个世界最为尊贵的职业，他们可以施展出玄妙无比的灵魂神通，最主要是只有他们可以炼制灵丹。如果我也能学到一点皮毛，成为父亲那样的2星魂师，岂不是在这里都能呼风唤雨了？仅仅1瓶中品炼气液已经让我突破炼气3层，而且我对太乙魂术也略通1二，看来得找点材料练手了。珍宝阁是孤州城除了秦家之外第2的店铺，由于没有如秦家可以提升魂力的法宝，所以只能炼制十分粗陋的药品，像下品炼气液这种高端货更是毛都没有。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10年了，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阁下想交换炼制炼气液的材料，难道您是一位炼气师？跟你有关系吗？小人多嘴，大人请见谅。您这1瓶中品炼气液按市价可以交换10份材料，为了与您长期合作，小人做主再多赠你1份。可以，那就帮我交易吧。大人请留步，明天就是孤州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让我陈家也长长脸？尽量吧，有机会我会来的。大小姐，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你有派人跟踪他并追查他的身份吗？要我不敢的，魂师最忌惮的便是遭人觊觎，惹他不快，这样对我们来说得不偿失。很好，你处理得非常好，
既拉近关系，也没有半点怠慢之处。若他能在展示会上帮咱们一把，咱们就能与秦家一争高下了。只要为了家族，到时候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找，快给我找！她可是我外甥看上的女人，挖地3尺也要把许悠然找出来。悠然不见了，早上还好好的呢，这都下午快天黑了，她能去哪里？这丫头该不会跑去给我找突破6的天才地宝吧？你们不要逼我，我会放手的。许大美人，别挣扎了，不然掉下去摔成肉泥，那就可惜了一副好皮囊了。快上来吧，我们只是想抓了你，向陆征讨要我们的赌债而已，不会把你怎么样。休想，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拉他上来，我就不信他敢撒手。小迪，对不起了，这辈子嫁不了你了。敢杀我血夫宫的人，你死定了！是谁来了？刚才3人，一个是炼气3层，2个是炼气2层，难道是小迪？傻丫头，谁让你跑来这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了，如果连你都离我而去，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我牵挂的人了。我只想帮帮你。靠在小迪宽广的胸膛，悠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身心放松的他，带着深深的疲倦，就这样睡着了。血符宫令牌，好东西啊！城主府曾发了悬赏令，杀血符宫1人可入城主府的灵池修炼1次，据说那里是迅速提升修为的好地方。悠然看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还是不要叫醒他了。正好这里也没其他人，索性材料也都齐全，开始尝试。受到惊吓的悠然，在小迪的守护之下，一觉睡到了天亮。而一边的小迪则炼制了1宿的炼气液，11份材料，浪费了3份，成功了8份。看来我比父亲更有天赋呢。小迪经过1晚的尝试，炼制出了7份上品灵液和1份极品灵液。炼气4层巅峰，3天跳跃4级，这下与陆征的修炼比试应该可以稳了吧？不应该呀！9品灵根外加10瓶下品炼气液，一头猪都该突破了。或许是你急于求成，影响心境了。反正小迪1枚灵根，2枚炼气液，更加不可能突破，所以你也不会输。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再说10瓶炼气液已经让我精进到了5层巅峰，但那小子却一辈子都别想突破。姨母，咱们走，去大堂开始比试。小迪，输了也没关系，不要自责，知道吗？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嫁给陆征的，大不了就再死一次。我说过会保护你，现在以后皆如此。许悠然，你死哪去了？想吓死我们啊？是不是？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危，还是担心你满足不了陆征的愿望，让家族失去一座靠山？七小迪，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什么时候开始？一场注定结果的比试，什么时候开始不都一样？七小迪，比试的赌约你还记得吧？你如果输掉比试，那么许悠然就得……没突破，不应该呀！10瓶炼气液，哪怕是我这样的6品灵根，也都应该突破了才对。修行步步艰难，1年修炼到炼气5层中阶，又用3天精进至圆满，已经很不错了。七小迪，看到没有？虽然我没有突破，但至少精进了，这下你服了吧？9品灵根再加上秦长生的灵液鼎力支持，你他妈就给我看这个！我家征儿是天上真龙，你一介地上的爬虫，有何资格讽刺他？炼气1层是炼气1层，你居然有灵根？炼气1层而已，你狂什么？征儿是突破5层，困难程度比你难上5、6倍。怎么回事？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炼气2层也不难，只能说勉强追上陆征的困难程度。
3天突破炼气3层，就是9品灵根都不可能的。七小迪，你到底怎么回事？真龙又如何9品灵根又怎么？悠然是我七小迪之妻，谁也抢不走。你得意什么？不怕告诉你，过2天天机阁的人就来接我进入天机阁了，而你呢，只是一只炼气3层的臭虫罢了。天机阁之人来时，肯定会核实陆征的灵根吧？那时他真的还会再检测出9品灵根吗？好好好，你了不起，你清高是吧？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机缘，隐瞒到了如今。既然你这么有能耐，10天后给我准备好婚后的聘礼，如果拿不出来，别怪我把许悠然嫁给别人。小迪，恐怕我那些散碎银子是远远不够了。王姨诚心为难你的话，拿多少他都会挑刺的。如果是以前，小迪也许会发愁，但现在他是一位可以炼制高昂丹药的魂师，而且昨日答应珍宝阁的掌柜之事，今天正好可以去办了。放心，悠然，有我在，没意外，我这就准备要去修炼了。你不要再随意外出了，知道了吗？去吧，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老姐，你错过了真命天子，炼气3层在9品灵根面前其实不值一提。未来的陆征，小迪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陆征再强，与我何干？七小迪才是值得真心托付的人。灵儿妹妹，谢谢你，未来希望你不要哭鼻子。那位前辈真的会来吗？不好说啊，魂师大多性格孤僻，独来独往，他来不来可真全凭他的心情啊。陈思玲心里也很着急，如果那位神秘魂师不来，这次展示会就成了秦家的独角戏。未来1年，陈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秦家那件提高魂力的宝物，似乎激发出了更强大的能力。秦长生已经成功炼制出了1瓶中品炼气液，虽然成功率只有1%，但也足够震撼了。大家都知道七小迪吧？不知死活的与陆征陆公子比试，被我封杀了下品炼气液的购买资格，想必现在已经输掉了比赛，输掉了自己的老婆。所以炼气液作为孤州城秦家独有之物，能买的朋友就赶紧买，等到没有购买资格的时候，想哭都来不及。秦长生，希望你最后下注。大小姐，是他，就是他。思玲参见前辈。前辈，这位是我陈家的大小姐，代父主持家族事务。你们能吃下多少炼气液？我陈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按照市价可以吃下足足10瓶中品炼气液。前辈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非常公道了。其实我们陈家也是为了赔本赚吆喝的。你理解错了，我不卖中品。前辈，下品炼气液根本不足以与秦家争锋的，那是他们的爆款产品。我只卖这个。上品炼气液，2品魂师巅峰才能炼制出来，整个青云宗也只有1位魂师可以炼制。不想收购吗？前辈中品炼气液都要1万两银子呢，您准备多少出售啊？1万两。我只有一个要求，让秦家垮掉，能办到吗？秦家是吃错药了吧？竟然招惹了1位2品魂师。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此低价供应上品灵液，整垮秦家又有何难？好，给我提供炼制的材料，现在就为你们大量炼制上品炼气液。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气液，售价只需13000两银子。全场顿时轰然雷动，中品炼气液本就是有价无市的东西，能买到已经是好运，贵一点也完全可以接受。诸位，我陈家也要宣布一个喜讯。这陈家丫头故弄玄虚，连下品炼气液都没有，还宣布个毛的喜讯！我们陈家今天开始将限量提供上品炼气液。真是上品炼气液啊！1瓶堪比5瓶下品功效啊！这可是青云宗弟子才能享受到的宝物，我们孤州城竟然也有卖了。大家别激动，上品炼气液至少价值5万两银子，你们确定自己买得起吗？这句话顿时让许多头脑发热的武者脚步一顿，面露尴尬之色。是啊，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为了答谢新老客户对陈家的支持，我们宣布1个月内上品炼气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我买，我也要，傻子才不买。秦家主，刚才在你们这买的下品炼气液，我们都不要了，麻烦你退钱！退钱！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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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钱！这怎么会这样？陈家后台一个临时租下的房间内，小迪喝了口茶，颇为玩味的看着陈思玲，
显然二人的合作是比较成功的。前辈今天交易了50份上品灵液，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明日我会再炼制一批上品灵液，你们提前准备好。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灵液呢？想要彻底击垮秦家，就必须要在下品灵液上取代其垄断的地位才行。下品炼气液不是不能炼制，只是需求量太大，太费时间。为了这个影响修炼的话，显然不值得。陈思玲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因为小迪盯着的方向正是他的大腿。前辈，您意下如何？抱歉，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学徒，不过此事急不得，等有空再详谈吧。培养魂师学徒，要是陈家有了魂师学徒，便再也不用发愁了。只是前辈刚勾起我的兴趣，又马上将此事搁置。难道前辈是在暗示奴家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果然，天下男人都一样。李掌柜把破望水晶取出来，等前辈明日来府上，我要看一看他的真容。破望水晶是陈家的传家之宝，能够看破伪装。曾命小姐，不过魂师职业大多都是高龄且苍老。听说悠然订婚了，这些天一直忙着展会，都没能去道贺。掌柜，你明日去一趟徐府，请悠然妹妹来我府中做客。还有让她把未婚夫也一起带过来，我倒要瞧瞧是哪家公子摘得了她这颗孤州城的明珠。小姐恐怕要失望了，她的未婚夫是七小迪。那个一直寄居在许家的哑巴七小迪，他不是没有灵根的吗？你确定是他？千真万确，孤州城早就传遍了。不行，我一定劝他放弃这桩婚事，也要劝一劝七小迪，他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要吃软饭？不错，这正是血符宫令牌，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跟我来了。在侍卫的带领下，小迪来到城主府的一角。此地有2间并排设立的密室，当他们来到时，密室前已有一个紫衣女子。炼气4层圆满的修为吗？小弟弟，你来晚了。来晚了？什么意思？阴云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其内灵气已经所剩不多，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几乎不可能，除非你的灵根异常优秀。哦，来都来了，进去试一试吧，反正也只能修炼1个时辰而已。怎么回事？我修行的是我青云宗最高心法，灵根也是7品，同时修炼，灵气应该是留下我才对。难道对方的灵根远在我之上？想到这里，柳仙儿索性放下修炼，反正此地的灵池修炼对他来说只是顺便太的修行效果。汲取灵气速度这么快，莫非他就是孤州城新近检测出9品灵根那位？这次他是为着宗主父亲偷偷跑出来的，一向孤傲的他就是要亲眼见一见这位9品灵根到底有何优秀之处。突破了，死灵池灵气已然很稀薄，明明只够低阶武者突破用的才对。不愧是9品灵根，但以我的7品灵根和功法，也可以勉强做到这个突破速度。这样看来，他比我也强不了多少。一盏茶的时间，炼气5层直接突破到炼气6层，这就是9品和7品的差距吗？但他也到此为止，6层到7层是一道天堑。当初我花费整整用了半个月才。半个月，那是享受着整个青云宗最顶级的资源得来的，普通人甚至半辈子都难跨越炼气7层。炼气7层，不可能啊！我和他只是差了2品而已，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都是同龄人，为何他如此优秀？柳仙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7品灵根在9品面前，竟然差了10万8千里。如今的他对这位9品天骄再也没有了半点的服气，有的只是巨大的沮丧。这位小姐姐，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打扰到您了？打扰？这哪里是打扰，分明是打击。我叫柳虾，等你追上我的境界，我会与你一决高下的。拿着，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即可。还有，你可别轻易死掉了。我怎么塌了？好端端的要跟我一决高下，还甩给我一枚令牌。这个家伙还真是有趣呢。青云宗弟子柳仙儿，见过天机阁陈副阁主。柳丫头，你父亲还到处找你呢，原来你是跑这里来了。陈正道笑着说道，他与青云宗宗主曾是师兄弟，关系自然也是极好的。看你过来的方向，是见过那位9品灵根了，如何啊？唉，他太欺负人家了。如何欺负你了？说来我听听。
什么1个时辰？普通的灵气池，炼气4层圆满挑到炼气7层。我是8品巅峰的灵根，但我的修行速度也不及你说的一半啊！哼，8品灵根我也这样不打击。陈副阁主亲自去检验检验，不就知道了？反正我把青云令给他了，很好认的。9品能比我这个8品厉害那么多吗？我倒是不信了。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你们谁是9品灵根？晚辈陆征见过陈副阁主。不错不错，一表人才，都起来吧。我就说，我秦长生一辈子就没有选择错过，抱上陆征的大腿，这下白天那个陈家丫头还拿什么跟我斗？小陆啊，你9品灵根的威力，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就连青云宗那个冷冰冰的丫头都被你气扑了。青云宗的丫头谁呀？老夫也想开开眼，可否现场演示一下你运转灵根是怎样的奇景？天机阁的人要他展示自己，这早在他预料之中，只不过他早就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陈副阁主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呢？好啊，切磋的方式更能展示你灵根的强大。你想与谁切磋？七小迪，上次的不算，现在有陈副阁主作证，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怎么比？画个路子出来，小爷接着便是。自然是武力比着。一比好。这么多年，这陆征是一点长进都没有。9品灵根，不过如此。征儿，你是不是太大意了？陆公子，你千万别因为跟七小迪有交情就大意麻痹，陈副阁主可看着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将陆征的落败当做了意外之师。陈正道却微微皱眉，显然他也看出了不对劲。小子，你真是9品灵根，若是欺骗于我，可知是何罪？陈副阁主，晚辈对天发誓绝未欺骗大人，刚才是有些轻敌了，我愿意再战一次，证明我的实力。你呢？意下如何？随便，他赢不了我。姓戚的偷袭算什么本事？你给我跪下！陆征太想赢小迪来证明自己，所以出手间反而处处是破绽。小子，给我用这个重新检测一次。我不过是大意才输了2次，你们想要看9品灵根，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一双双质疑的目光狠狠刺激着陆征的自尊心，让他倍感失落。许正言，我本想带着许家一起腾飞的，可惜你们怀疑我，那么你们许家就不配随我一同学习。陆公子，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啊！只有你是最支持我，放心，我不会让你后悔。这样，我那天明明捡。征儿，你的9品灵根居然是假的吗？还好陈副阁主没有追究我们许家谎报灵根之罪，真是吓死我了。陆征，你这个该死的废物！秦家主，您别生气，你之前给我的灵药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还？你拿什么还？前后我在你身上投资了30万的资源。3天内把欠我的钱凑齐送我府上，不然我就拆了你们许家。你这个祸害，赶紧给我滚出去！许家没有你这种白眼狼。当家的，你就算赶走征儿，秦家主的债我们也得想办法还呀。七小迪都怪你，你比试的时候就不知道让着征儿一些吗？会些拳脚功夫了不起吗？你敢打我？打你又怎样？你现在应该还指望我的聘礼来堵你外甥的窟窿，你敢动我？不错，3天内你把聘礼给我交出来，不然你就别想。为了你的好外甥，你最好闭上你的臭嘴，别惹我。好，你这2巴掌我记下，我都要看看你从哪找来30万。小迪，你刚才是打爽了，但那可是30万啊，你上哪去弄啊？抢钱庄吗？钱庄的钱也未必有你多呢。小迪，我的闺蜜陈思玲邀请我去她府中做客，还让我把你也带上。谁？陈思玲，珍宝阁陈家那位大小姐。是的，正好这次聘礼的事情，我想请她帮帮忙。待会见了她，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知道吗？或许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好好表现，是要我再多炼制一些上品炼气液给那丫头吗？悠然，要不你先去，我去买点点心再过去找你。还是你想的周到，速去速回。陈思玲很忙的，咱们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前辈可算把您盼来了，咱们昨天的名声可算是打响了呢。现在咱们已经好多预定上品炼气液的客户了。很好，今天的40瓶上品炼气液都在这里了。前辈，这是40万银票，还有明天的50份材料。好，那我就明天再来。前辈且慢喝口茶再走吧，晚辈精心为前辈熬了一碗灵茶。哦。陈思玲深呼一口气，十分紧张的运转破望水晶望向七小迪，他心里暗暗期待。这哪是什么好色的老头子，分明是一位绝世天骄啊！而且年龄感觉能跟自己相仿。你怎么了？没有，没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小姐，看清了吗？那您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为家族牺牲的话，可以考虑。小姐，许悠然许小姐来了。你这小女子是越来越漂亮了，快过来让本公子瞧瞧。呸呸呸，害不害臊呀你？你心情很不错嘛，肯定是遇到了好事，说来让我听听。唉，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就算对方很年轻，可他如此暗示你，可见是个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得了你的身子也未必会对你负责。身为家族的儿女，哪有自由可言呢？即便我不主动牺牲，早晚也要被家族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现在我委身给一个2品魂师还是高攀了呢，只希望他能兑现承诺，给我们陈家培养几个魂师学徒，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对了，你的未婚夫呢？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别提他了，说是要带一点礼物，就去买东西了，可是好久了都没回来，所以我就先来了。守时都做不到，什么人呢这是？小姐，一个叫七小迪的求见，自称是许小姐未婚夫，让他在外面等着。思玲，他也是为了准备一点心意才错过了时间，你就别怪他了。让他进来，但30万聘礼的事，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他，我绝不会允许他毁了你一生。小姐，七公子来了。你就是七小迪，悠然的未婚夫吧？我是悠然的好朋友，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这咄咄逼人的气势，怎么这丫头两副面孔，面对魂师的自己还很乖巧，这刚换了个身份就凶巴巴的。正是在下，姑娘请说。你迎娶悠然是真心喜欢她，还是想巴结许家，然后靠她吃软饭？许悠然露出哀求的目光，请求陈思玲不要这样让小迪难堪。现在的小迪可是身无分文，全靠许家养活。5张银票全是1万面额的，加起来足足5万两，而且制式规格还是跟我们合作了一家银庄。小迪，你哪来这么多钱？陈姑娘，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就算你有点积蓄，但你保护得了悠然吗？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残酷无情，你确定能保护她？你若是真喜欢许悠然，就放手吧，你保护不了她。炼气7层，这等境界，这样的年龄，放在孤州城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了。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或许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陈姑娘，还有要……陈小姐，你还有要问的吗？臭小子，你给我过来！我倒要看看你当着我的面还能不能威风。思玲，算了，说好的聊几句话，怎么动起手来了呢？别拦我，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看到了谁？魂师姐妹，这个哑巴齐小迪怎么跟2品魂师一女？自己好闺蜜的未婚夫，竟然就是我准备现身的魂师姐妹。小迪，你看把思玲气成什么样了？快给她道个歉吧。不，是我冲动，是我冒犯了钱。七公子，七公子快请坐。七公子请喝茶。刚才还凶巴巴的，怎么一见了自己就变了？难道是给我许悠然的面子，不想跟小迪计较了？七公子，我听悠然说，许家主母在聘礼上刁难你们，我作为悠然的好哥们儿，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我马上命人取来30万送给悠然，不用还了。大姐，小迪都还没开口管你要，你的矜持呢？
回去的路上，悠然闷闷不乐。三人相处中，陈思玲竟然撇下他一个劲的对小迪献殷勤，这么多年都没对他这么热情过。你怎么了？陈思玲好像喜欢上你了，我从没见她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你可别胡说。小迪，你要是觉得陈思玲不错，就选择她吧，我不会怪你的，毕竟她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傻瓜，陈思玲对我是什么心意先且不提，但我对你的心意还用说吗？这么多上品灵液，还有一本黄级高等心法。什么都不要问，这些你都尽快用掉，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好。小迪又按部就班的找思玲来交割炼气液，加上昨天给的30万，他现在身家已经超200万。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太踏实，毕竟那个老妖婆不是个省油的灯。居然是忘川豆，这种宝贝你也要扔掉？前辈好学识，连忘川豆都认识。可惜他是3品名药还原丹的主材，无人能炼制，所以我打算便宜卖掉算了。真是暴殄天物啊！既然要卖的话，不如给我炼制成还原丹，到时候给你1颗作为报酬，如何？前辈，还原丹是3品灵丹，只有3品魂师才能炼制，那可是青云宗宗主见到都要跪拜的大人物啊！有问题吗？您是3品魂师？练一下不就知道了。给我提供一间密室。思玲，快过来见见朱公子。朱夫人、朱公子，在下不便过来，请见谅。思玲休得无礼，什么事能比拜见青云宗的朱公子重要？哇！虽比许悠然的角色差一点，但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大美女啊！朱见深，青云宗筑基期修士，本就是孤州城朱家长子，这次下山也是特地来物色双修道侣，这才来跟其母亲挑选灵药当做聘礼。陈姑娘，您这是在……洞外朱公子一位魂师前辈正在炼丹，我生怕你们打扰到前辈。敢在我朱见深面前装什么，定让他原形毕露。陈姑娘，想必咱们珍宝阁最近出售的假药，就是出自这个歹人之手吧？你在说什么？不许你污蔑前辈，污蔑我珍宝阁的名誉。你拿出一瓶上品炼气液，和我宗门正宗的对比一下，就知道是真是假。如何对比？这是象灵花的种子，只需要浇灌1瓶炼气液，长出1寸便是下品炼气液，2寸是中品，3寸则是正宗的上品。陈姑娘，该你了。2品魂师，我偌大的青云宗只有1位，此处之人定是冒牌货。等我拆穿后，也算拯救珍宝阁一次。到时候这个陈美人不得，恨是。3息过去了，种子怎么还毫无动静？陈姑娘，还好我出现的及时，你们还不算被拖累的太深，还有回旋的余地。多亏朱公子，您对我陈家有天恩呐。伯母您太客气了，我与思玲一见如故。动了，这颗种子动了。3寸是3寸，是真的上品炼气液，他没有骗我们。青云宗境内怎么会有第2位2品魂师？3寸半，我们家这位前辈竟然比青云宗的魂师还要好。不可能，估计就是对这上品炼气液略有见解罢了。这是什么东西？有些像保养容颜的丹丸，但药香却比他们高级得多。陈姑娘，这位前辈在炼制什么药？他说他要炼制还原丹。传说中能够让人白发复黑、肌肤回春的还原丹。3品美容灵药，我要买，多少钱都要买。呀，你别这样，咱们不是来买上品炼气液作为迎娶悠然的聘礼吗？前辈，您炼制的如何了？这是你的。这真的是3品丹药，如此随意就丢给我了。小迪这次共炼制出了3枚还原丹，2枚下品，1枚上品。还原丹，你爷爷曾经绘制的还原丹图案，我看过无数次，跟这一模一样。宝贝女儿，把它给娘，可以吗？陈思玲父亲身体不好，这位母亲当初为了和他争夺珍宝阁的掌控权，曾经闹得挺不愉快。没想到现在为了1颗丹药，竟主动示好。
四灵侄女，我啊。前辈，你还有多余的丹药吗？这位是朱夫人，她儿子是青云宗弟子。青云宗弟子朱见深参见前辈。有什么事？前辈，晚辈倾慕于魂师一道，愿意奉出朱家所有家产，请前辈收我为徒吧。小子，你还不够格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也敢妄图攀附前辈？就算你们宗主来了，也得跪拜。咱们小小朱家不是妄想吗？跟个小丑一样，惹了魂师前辈不行，让自己的还颜丹也可能泡汤。前辈，我儿子没见过世面，请您原谅。还颜丹的事，能否请前辈您通融通融？小迪显然还是低估了还颜丹的威力，这种丹药在女人，尤其是中年贵妇眼里比什么都重要。我确实还有一颗，这样吧，举办一场竞拍，到时候价高者得，就交给你陈家去办吧。前辈放心，一定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拍卖会。若是竞拍，我未必能得到此当啊！那些老女人们为了还颜丹，怕是连丈夫儿子都愿意抵前辈。走，立刻回府准备钱财啊！小迪，你听说了吗？程家准备竞拍一颗还颜丹，城里的贵妇圈都炸锅了。据说城主夫人都放话了，一定要拿下呢。难道你也想要还颜丹？我哪敢想，那么多名门贵妇都争抢，我又算什么呀？我是想起爹爹这些年为了支撑许家，人都苍老了许多。他对你不好，你还惦记他，这就是你不愿陪我离开的原因吗？他是我亲爹，对我不好的是王姨，父亲只是忌惮王姨家的势力，才不得不处处由着他。好吧，还颜丹会有的。你就别说风凉话了，这可不是我能染指的。爹，你这是？这10万两是爹这些年存下的私房钱，本想在你婚后悄悄塞给你，可没想到你后娘提出那么苛刻的聘礼要求。这些钱你拿着，明日去一趟拍卖会，把那颗还颜丹竞拍下来。你后娘现在都跟我闹疯了，非要那颗还颜丹不可。悠然怔然不语，他从未想过父亲会关心自己，还以为他眼里只有妹妹许茵。我想着，如果你们拿这个做聘礼，他再是不同意你们的婚事，为了还颜丹，他也得忍。明天陪悠然一起去，争取拿下。我希望最终娶悠然的是你。看来这个未来岳父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为了家族利益，不得不更多关心资质较高的小女。只是真的有必要去竞拍自己的东西吗？掌柜的，我命令你把他赶走，他没资格参加此次拍卖会。悠然跟我一起吧，我们的位置可是前排哦。不要，你们谁都休想欺负我们小迪。许小姐是我家大小姐的好友，她的未婚夫怎好驱赶？他不走，那就是要我走喽。朱公子，请稍等，我这就去请示大小姐。你马上就会知道，在我朱家的威势面前，你有多么的卑微不堪。大小姐发话了，你听到了没？让你滚呐！让你滚呐！大小姐是让朱公子您滚。让我滚？你没听错吧？大小姐还说了，请朱家将前排让出来给七公子和许小姐。仗着认识陈家小姐，敢欺负我们朱家。听说明日便是你向悠然下聘礼之日，我会带着我儿子也过去，看你用什么聘礼赢过我们朱家。真替你朱家捏了一把汗呢，他可就是你们母子二人敬若神明的绝世大佬。拍卖开始后，司灵并没有直接抛出压轴还颜丹，而是准备了一些延年益寿的灵草、灵丹、灵液等等。贵妇们也十分愿意买单。当前菜拍品拍卖完，陈司灵已经净赚了50万两，这可相当于陈家过去1年的收入。这瓶还颜丹我不多做介绍，请我娘为大家说明吧。她是陈夫人，不可能吧？我们前日还见过，她哪是这副模样？她怎么可能是刘瑾？搞错了吧？天哪，我可亲眼见她吃下去的，当时只是年轻10岁，现在简直像是年轻了20多岁呀！20万，我买了。王应凤大吃一惊，他只准备了30万，觉得万一运气好，说不定能买下。40万两。
50万、 60万、70万、 80万，太疯狂了！一颗还原丹就有如此大的魔力，100万两！杨你疯了！这个价位咱们朱家承受不起。你给老娘闭嘴！还有谁？110万七公子出价，110万两。七公子出价110万购买还原丹。七小子，你有钱吗？就在拍卖会上乱叫！贵宾有没有那么多钱？我们珍宝阁事后会与之核对，请朱公子不要扰乱竞拍。110万一次。120万，这么庞大的数额对于朱家来说，也得变卖一些产业才能凑齐。130万，七公子出价130万。140万，你再强，那就让给你了。朱老夫人果然有魄力，那在下就不掺和了。100万已经是极限，多出的40万可有些要了老命了。各位贵宾，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了。雷击木而已，不算罕见，这也能算是藏品。诸位，这是家族亲眼见到一棵参天大树通了灵，一道五彩天雷降下，把它燃烧的只剩下这一截。家族认定它肯定与寻常雷击木不同。若是哪位贵宾觉得与它有缘，可以买回去研究一二。看来这雷击木又要流派了。我未婚夫妻小迪愿出10万购买。悠然一脸不情愿地替小迪发声，他实在不清楚小迪要干什么。居然真有冤大头想买这东西，还是太年轻了。陈思玲是个商人，随口编造一个无从考证的故事，就信了他的话。七公子，你莫非看出了这雷击木的非凡？他能看出个毛线？不过是没坑到人，自己当个冤大头罢了。小迪，那可是10万两啊，咱就买一截破木头回去啊！小迪不动声色地用强大的灵魂力量探入雷击木深处，将肉眼无法看见的一丝丝碧绿色的液滴逼了出来。草木之精是草木之精。炼气期突破瓶颈的神物，修饰到炼气6层后，炼气液作用就变得薄弱，而此物可以无视瓶颈，直接突破一个层次，即便是筑基期也有很大助力。娘的，外面100万两都难求一瓶的神物，他居然只花了10万两就得到了，早知道刚才就该给他开的价。这位公子，我郑家愿意出40万，只求1/3的草木之精。七小子，这一瓶给我，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我还是喜欢我们之间有点恩怨。好，你我等着，咱们明天下聘礼见真章。这小子得了这么好的宝物，为了让他报答我这个丈母娘，怎么也得为你分一些。要他的东西干什么呀？我自己的修为，我自己想办法。王姨说的对，这10年许家对我有帮助之恩，那就拿出1/4给许家吧。如此珍贵的宝物，前辈完全没必要理会这老妖婆的。你再有本事，还不是任我拿捏？让你瓜分，你就得跟乖儿子一样，马上给我分。小迪，你干什么呀？听你姨娘的话呀，我要报答你们许家。赶紧坐下修炼，看效果是否如传言中所说。3层突破到5层圆满，我感觉再有几日便可突破至6层了呢。许一宁心情复杂，这一切本都可以是自己的。他看向小迪，微咬着红唇，转身离去了。你如此羞辱我女儿，明日我要你好看。这里是1/4，送给你。这么珍贵，我不能要的七公子。此为雷纹灵木，最珍贵的可不是草木之精，而是它材质本身。行了，别客气了，反正你也没把小迪当外人。一语双关的话让陈思玲吓了一跳。悠然，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丫头，会不会你真误会人家了？不会，我非常肯定，他就是喜欢你。不愧是草木之精，仅1/4的量就成功突破炼气8层。参加拍卖会，上品炼气液还没有交给思玲，而且明日是下聘礼的日子，就未必有时间了。那就索性炼制1周的交给他吧。300多匹，这么多。最近几天都有事，我就不每天都来了。钱的事，等你卖完这批再给我不迟。
多亏小迪信任自己，不然300多万我还真拿不出来呢。你就是陈家千金？你们是谁？怎能擅闯我陈家重地？司灵隐隐感觉到两人的修为十分恐怖，尤其是那个男子，让他都有种窒息感。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这位是青云宗宗主之女。晚辈陈思灵参见2位前辈。听说你今日主持了一场拍卖，鸭肉拍品是还原的，此事是否属实？回禀前辈，确实如此。炼丹之人，你可见过？他最近一直与我陈家合作，不过他的容貌、年龄乃至姓名，晚辈就不得而知了。比市面上的上品炼器业品质好得多，此人的确是3星魂师。姑娘，这位魂师何时还会再来？下次何时来，晚辈不敢确认。多谢告知，那就不打扰了。陈叔，如此人物，就算不收为己用，也该调查清楚身份才对，怎么能这样一走了之？你难道没有发现，这个陈家的小丫头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流畅的有点过头了？那妮子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此前是故意应付我们。哼，守住！小迪，我们真的能在一起吗？傻瓜，我说过会娶你，那就一定会娶你，谁都阻拦不了。唉，要不咱们把草木之精分一份，送给后娘，让她消消气吧，不然我很担心她会极其刁难你。哼，狼是喂不饱的，给了他你所有的肉，他就会想吃你身上的。可要是不这样做，后娘待会儿发起疯来，爹也挡不住啊。放心吧，我准备的聘礼，王应凤包满意的。就算我当面再扇他几个耳光，他也会咬着牙说很满意的。朱家的人看来是到门口了，我们先去中堂吧。七小迪，不要有心理压力，我得不到的女人，你最后不也是得不到吗？闭嘴，你自己不争气，别以为小迪也是这样，他比你强100倍。他哪里比我强？他能给得了你什么，让你这么维护他？一个面性2层的丫头片子也敢对我出手了吗？现在知道小迪给了我什么？他不是炼气2层了，怎么可以轻松打败炼气5层的陆征了？这些都是七小迪给他的吗？原来暗地里给了大小姐这么多好处。我做的不错吧？没必要跟一头败家之犬计较。苍蝇吵的时候就该拿起苍蝇拍，拍他几下就安静了。七小迪，你给我等着！你打算将我如何？我的9品灵根的陆大天骄。七小迪，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母？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你疯了！这个关头你刺激他干什么？小迪，休得胡言！你和许悠然的婚姻可是被王应凤握着的，惹得他怒极。你们这婚事准备吹？你记住我的话，我今日要是让你们2个成了，我的名字倒着写。放心，你会同意我俩的。亲家母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呀？这就是那还原丹的效果吗？可惜可恨，只有那么一颗，还被这个婆娘买走了。些许小事，小事而已。生儿，还不快过来拜见你的未来岳母，把聘礼单告诉岳母。金银细软，价值100万两；中品炼器业20瓶，价值20万；黄级下等功法1本，价值30万；下品法器1件，价值50万，合计价值200万的聘礼。真是我的好女婿，我家悠然遇上你，真是他天大的福气啊！七小弟，现在能不能把你昨天那股嚣张劲用在今天的聘礼上，让我看看你的实力配得上你的嚣张？你显摆完了，就这样了吗？那瓶草木之精你没用掉，还勉强有资格跟我一争，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拿什么跟我斗？拿什么跟我斗？200万的聘礼你都看不上，我的七大少爷，你能给多少啊？行了，既然朱公子下了聘礼，婚事就这么定了，小迪的聘礼就不用拿出来了。少给我袒护他，他刚才是怎么上蹿下跳的？你忘了？今天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数数吧，1万1张的面额，我也忘了是多少了。270万，足足270万两的银票。朱公子，你们朱家还可以继续往上加，我等你们。朱家哪里还有钱财继续往上加？昨日的还原单花140万，为此已经卖了不少产业，这200万还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
眼睛瞪得大就有用吗？要是没钱了，那就带着这些聘礼有多远滚多远。七小弟，你欺人太甚！轩儿，我们走。慢着，姓戚的，你在那得意什么？谁告诉你赢了？这桩婚事我做主，我还就告诉你，我就喜欢朱家的聘礼了。你现在就给我离开许家。夫人，你别糊涂，小迪的可是270万啊！我不管，他不是在我面前装杯吗？我现在就要破坏规则，我就要他们不能结合。别着急，老妖婆，我的聘礼还有一件没拿出来。都到这一步了，我还会自己打自己的脸不成？今天就算你拿出了仙丹，你也必须给我滚！仙丹我没有，不过还原丹我倒是有1颗。昨天那些贵妇都没准备，才让我们央钻了空子。这第2颗如果拍卖的话，价值将远超140万。此时此刻，没有人追究还原丹从何而来，注意力全都在还原丹和王应凤身上，大家都想看看他是不是会塌脸。既然你不想要，那我拿去拍卖好了。慢着，好，算你狠，你的聘礼我满意了。现在可以给我了吧？不急，万一你拿到之后说是假的怎么办？所以还是让许伯父检查确认后方可给你。好，我就来查验一下。还原丹被我吃了。我的还原丹，吐出来老东西，你快给我吐出来呀！我变年轻了。这是我的，是该属于我的还原丹呢。夫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故意吃的。是你故意给许正言的，对不对？没错，相比于养尊处优的你，许伯父更需要这颗还原丹。把他给我打死！许怡宁，你死哪去了？娘被人欺负了，你看不见吗？娘亲，我扶您回去休息吧。连你也背叛我，不帮我，我不活了！宗门传讯，诸位都散了吧，事情结束了。许家，你们摊上灭族的大祸了。朱公子，请慎言，我许家一向循规蹈矩，何来灭族大祸？我接到宗门传讯，陆征勾结血福宫，出卖孤州城的巡防图，闯下滔天大祸。没有，这是谣言，都是谣言。我宗都围剿了一处血福宫分坛，1名俘虏把你交代出来了，还拿出了你给他们的巡防图。姨母，我也是被逼的，我欠了他们的赌债，他们说要把我宰了，我才帮他们偷图的。你这个畜生，居然为我许家惹来如此灾祸！这件事宗门交给我处理了，在我看来，此事可大也可小，关键看你们接下来对我的表现了。朱公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们许家的死活。朱介师，灭我许家是不是也要把我这个青云宗内定真传弟子也算上？你动我许家一下试试？夫君，干脆就把悠然嫁给朱公子算了，两全其美不好吗？还想用我女儿的幸福换她的烂命？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跟她一起滚！勾结血福宫的人，我替许家教训。接下来你想如何处理随你便，跟许家一概没有关系。你们高升的太早了，宗门还传讯我征调孤州城各家族的高手，剿灭附近的血福宫余孽。你们许家既然这么硬气，那血福宫分坛坛主筑基期修为就交给你们许家好了。你这是以公报私，不服可以去青云宗告我，但是10天内完不成任务，你许家就等着全家进大牢吧。那分坛坛主据说是筑基2层的高手，比我还高出1层。交给我，分坛坛主交给我，10天之内送你1颗人头。好，这可是你们自找的，那咱们就10天后见吧。小弟，你的勇气令我佩服。不过分坛坛主当然是我去斩杀，你就在家好好陪着悠然吧。按照父亲给的太乙魂术炼制出的剑形法器，这节雷纹灵木中居然蕴含了一丝雷霆之力。昨天才突破了炼气8层，想要在10天内突破到超越筑基2层的修为，显然有点不切实际。现在唯一可以提高实力的办法，就是测试塔奖励的这本7星剑诀。一如领悟心法，他修炼起剑诀来竟也毫无瓶颈，短短几日已经修炼至圆满，而且修为也自行提升到了8层巅峰，只差一丝便可再做突破。
小迪，好消息，孤州城的升龙道开启了。升龙道那是什么？别问了，我们赶紧过去，我路上跟你说。升龙道，青云宗在每座城市都设立的试炼场所，10年开启一次，18岁以下修士可入内。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其中与各种投影战斗，提升实力。每一道石梯上都会有一道投影，那都是曾经青云宗的天才弟子们留下的，只有击败了才能往上走一格，表现优异的还会有奖励呢。李字号炼气5层，请指教。陈远庆炼气6层，请指教。小迪几乎是一拳一个，如同在走路一般，直到他击败了几个炼气8层，脚步才缓慢下来。许一宁，他不是炼气9层吗？打个炼气8层圆满有这么难吗？这不是城主府遇上的紫衣姑娘吗？叫柳仙儿来着。柳虾，炼气8层圆满，请指。柳虾，炼气8层圆满，请指教。不过3个回合，小迪就将他的长剑击飞而胜出了。陈正道，炼气9层，请指教。天上这俩人还真沉得住气，害我都没能参加小迪的聘礼仪式。陈叔，监视那丫头4天了，她就没出过门，她真如你所说是在掩护那位3星魂师吗？难道是我多疑了？否则就是这丫头预判了我们的预判。有人破了我在升龙道里的投影，这有何大惊小怪的？那不过是你18岁时的投影。可是此人仅用3招就击败我了。是不是你感应错了？便是城中那位9品灵根，你说他也才炼气7层，3招败你很不现实。可能真如你所说吧。怎么了，陈叔？我的投影也败了10招，对方仅用了10招。不会吧？你那个年代可是号称青云第1天骄，无敌于时代呢。你留下继续监视，我去看看是何方神圣。我也去。在网上就是筑基境，刚才那个9层巅峰的云天舟可比陈正道厉害。小迪回头看了一下，悠然正在努力挑战第6层台阶，而许英宁还被困在8层无法胜出。我筑基在即，没太大的利益，也没必要继续往这地方，还是去找陈丫头要些筑基丹的材料吧。前辈，你怎么来了？快跟我进来。有人在找我。是呢，2人的修为我都看不透，这几天一直在监视我陈家，我怕打草惊蛇，才一直没敢出门。不管对方是善是恶，在没有足够实力前，我都不能暴露身份，自己身怀世人都眼馋的能力，一旦被发现，后果不敢想象。思灵，上品炼气业恐怕要停供一段时间了，这样可能会影响你陈家的生意。还管我家生意干什么？你保住自己才是最要紧的。这样吧，你家可有筑基丹的材料？我现在多炼制一些筑基丹，在我没有提供上品灵液之前，你就靠着它继续做生意。材料我这里应该是有的，只是丹方只有青云宗才有。丹方你不用管，你只需给我提供材料，量要大。来晚一步，此人竟然还成功击败了云天舟，那可是我们天机阁阁主18岁时的投影。云阁主可是位列我们大陆10大高手排行榜的人物，这个挑战者到底是哪里的神仙？陈叔，那是什么？是丹香，高品质的丹香。有人在陈家炼丹。3星魂师。我留了一些，这20颗下品的你就拿去卖吧。陈思玲惊喜不已，筑基丹比上品灵液更吸引人，毕竟修士一旦筑基，地位就会翻天覆地的提升。钱怎么给您了？还有此前的炼气液也都卖完了，那300多万正好今天该给您了。暂时用不着，就存你那里吧。我在你这里已经当个太久，恐生事端，我先告辞。原来小迪对我这么信任的呀，好幸福。那位3星魂师呢？刚刚才走掉，还真是不凑巧了呢。品质极佳的筑基丹，的确是出自3星魂师之手。哪有这般巧？我们刚走他就来了，我们一来他又走了，到底是谁在监视谁啊？小迪啊，你可别被这个大小姐找到，
不然他会狠狠修理你的。这样，我蹲守此地，你去升龙道蹲守，不信碰不到他。升龙道果然是提升实力的好地方。经过几场实战，使自己灵气凝实，一举突破9层。齐少爷，城主家的千金叶晴雪姑娘到访了。叶晴雪，那不是许莹莹的闺蜜吗？莹莹那丫头还没回来吗？可是小姐没回，家主和夫人带着族人也都去外面打探血福宫消息，没人在家，只能请您出面招待一下。叶小姐，许莹莹在升龙道，许伯父他们也都在外面，我让人先给你泡杯茶。不用麻烦了，莹莹回来后告诉她去城主府找我，我想请她帮忙。齐少爷不好了，秦家主带着族人闯进咱们家，见人就打，你快过去看看吧。不就是来要他那30万，为什么要？哎，哼，真让一鸣说对了，这个七小迪是个木头疙瘩，一个没修为的人冲过去能干什么？送人头吗？算了，既然让我遇上了，就算帮一鸣一回好了。秦公子，求求您放过奴婢吧，我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嘿，许家管事的竟然都不在，那你们这些下人就先替他们去死吧。女眷都不放过，你秦家都是畜生吗？原来是你，我爹可是被你羞辱了好几次，今天找的就是你。那一件是巧合吗？隔着那么远，能够毫发无伤的刺中衣服，而不伤人一根头发。闻响露面的他又往后退了一步，默默打量着小弟。少主，这种废物我一个人收拾就够了。慢着，等一下。你脑袋被驴踢了吗？他可是击败过陆征，修为最少炼气6层，你们一起杀！你又突破了，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怕你不成？放肆，连我儿都敢打！在许家打砸抢掠，反怨别人打伤你儿子，你他妈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你们许家得罪了周公子，10天后就要被抄家了，我趁机拿回一点财物抵账，有什么错？钱我可以给你，但你们一个个都别想好好讲。你疯了吧？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你！雷剑瞬间挥出，一剑比一剑威力巨大，在这夜色中带出一条条的血线，各种哀嚎声响彻整个院落。小畜生，我弄死你！我爹受伤了，快走快走！七小弟，你给我等着，这事儿不算完。七公子，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呀！过奖，我还要打扫卫生，不便招待叶姑娘，您请自便。自己堂堂城主千金跟他说句话，他就这种态度，以为打败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筑基1层就可以翘尾巴了吗？七公子，我看你的剑法似乎有些不足，刚好我师从一位剑术高人，可以指点一下你。好啊，那就让我领教一下叶姑娘的高招吧。臭小子，看我怎么教训你！七星剑诀第3式，七星小。我输了一招，对方仅仅就用了一招，自己不输给许一鸣的天赋，而且拜师学艺3年归来，怎么可能一招就败给许家的小哑巴？等等，我刚才没准备好，重来一次。一招又是一招，天哪，没这么丢人的。我是男人，力气大些，所以这次比试不作数的。从刚才的举动就可看出他是个很善良也很体贴的人，但是许一鸣怎么老说他坏话呢？七公子，我这次回来打算组建一支隐卫队，随时应对血福宫余孽，你想参加吗？
放心，不会白帮忙的。只要立了功，可以来我城主府的藏书阁挑选功法心法。想要干掉血符宫分坛坛主，首先得能找到人家才行。有了城主府的情报帮助，应该会顺利很多吧？好，我答应你。我的影卫只招收天之骄子，排名越靠前实力越强大，而你就是我心中的影卫1号。影卫具体该干什么？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发现血符宫余孽，会有信号烟火冲上天空，你及时赶过来就行。这个2号影卫的面具，你替我交给许怡宁吧。明日你们都来我城主府，我会让你们影卫聚集在一起，再给你发放一些资源之时。小迪，你什么时候跑回来了？这姐妹2人在升龙道一直试炼到了精疲力竭，才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徐府。升龙道这么好的机遇，你居然不好好珍惜？我怎么不好好珍惜了？已经挑战到了无法再挑战的地步，只能退下了。迎难而战，不懂吗？这样才能有助于你快速提高了。叶清雪来过，让我转交给你。怎么是2号影卫？他把1号给谁了？难道城中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天之骄子？不可能呀！明天去城主府，我得好好确认一下。有必要这么争强好胜吗？那个小迪，我能问你借些钱吗？听说陈家又出了一种新丹药筑基丹，每天只拍卖1颗，价格很昂贵，所以不行。我不会白借你的钱，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我出生时一位高人派我骨骼清奇送给我的，他说里面藏着一天功法，可惜我一直没能破解其内容。那个，等我还你钱时，你再把它还给我，千万可别弄丢了。此物对你如此贵重，丢了我担待不起，抵押就不用了，拿回去吧。贫者不受嗟来之食，别想我欠你人情，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的。我哪得罪他了？不是你得罪了他，是他开始在意。经过火烤水镜，甚至放进炼气液里都没有丝毫变化，难道真就是一颗普通玉佩吗？看一宁那个丫头紧张的要命，结果还不是个没用的东西吗？哎呦灵魂之力，莫非它跟太乙魂术一样，需要灵魂之力才能破解？功法里面最罕见的身法，还是玄级高thủ。向天山浮云洞那里留有一些东西，希望能对你有用。这是那位高人留给许一宁的另外一份机缘吧？不过这地址如果没记错的话，不应该是血符宫分坛吗？算了，先不管那么多，先试试修炼这身法。只是小城便有如此速度，若是大城，岂不是轻如鸿毛，疾驰如风？好大的架子，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人。是啊，他真当自己是什么天骄王者不成？稍安勿躁，我已命人在府门口候着，若他来了，下人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如果此人是敌人，恐怕自己已经失去尸体了吧？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怎样无声无息站在我旁边的？你修炼的是刺杀一道吧？不过对付血符宫余孽，需要的是足够强的实力。你那旁门左道未必就能派上大用场。谁告诉你我修的是刺杀一道？小迪会说话，他为什么要装哑巴装废物呢？为什么要委屈在许家呢？叶千金，召我们前来，所谓何事？我这里为各位准备了各种类型的兵器，还有一些下品炼气液，每人可以领取10瓶。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这批余孽虽然逃脱了青云宗的围剿，但缺乏各种资源，所以他们很可能潜入了孤州城，准备抢夺一批资源。不必惊慌，混进来的应该只有护法和成员，那位分坛坛主应该没有胆量前来冒险。孰高孰低，战场见分晓。是你，他就是杀了我们2个手下的小子，我修炼的邪功可以嗅出他身上的气味。3个主盟，看身手都是经验老道之辈，绝非升龙道那些正道门徒可比。孤星点苍，三星照。
杀了我大哥，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再多久1号就连杀3人，我也得赶紧动起来。嘿嘿，就是你了。血浮宫余孽，纳命来！小心，他不是普通成员。刚才小弟无意间只是一个对视，就能感觉到这个人给自己的压力是强。找死！入姬境，血浮宫分坛坛主，几个小娃娃竟敢屠杀我血浮宫之瑞！小弟脸色大变，以许一鸣的实力，只怕一个交手就会被当场杀死。七星小给我去死！丫头，快撤！哎。还愣着，快走！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我的眼睛！记住你了，记住你了！1号影卫竟把分坛坛主打瞎了，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小兔崽子算你跑得快，咱们来日方长。哎，刚才跑掉的是血浮宫的成员吧？你们俩怎么反而让他追着跑？刚才逃跑的并非是普通成员，难道是护法？你们能安然无恙，真是老天保佑。1号影卫都斩了一个护法，外加2个9层实力的成员了。那刚才把你们追着跑的是？那是分坛坛主。走，我们去查看余孽尸体，然后带回城主府。你是何人？我孤州城何时有你这般绝世天骄了？爹，我答应过影卫们，不会公开他们的身份。真是长江后浪拍前浪，虽然我也是筑基2层，但对上那位分坛坛主也逊色一筹。你未来的长久将远在我之上。城主客气了。爹，我答应过影卫们，立了大功就可以任意挑选咱们城主府的藏书。叶晴雪陪着小迪转了一圈，虽然有很多普通人眼里的珍贵功法，但都是皇级中等以下的，对小迪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这里面也是功法，那是天下第一神医不死医的医学宝典，但是已经摆放很多年了，无人可以看懂并参悟。哦，七公子，你换一本吧，此地可是有一本皇级中等的心法呢。哼，我就要这个了，我想试一试，能否给我提供一间密室？我想参悟一下。此书并不是用眼看的，而是需要如小迪这样拥有逆天灵魂之力，再加顶级悟性之人方可看懂。当小迪全部看完，已经是天黑时分。叶晴雪呢？又出现血浮宫余孽了吗？回禀大人，并非血浮宫余孽，是陈家的家主陈雨秋病重去世了，城主和大小姐准备登门吊唁。陈家家主陈家家主据说是被一位债主所伤，震断了心脉，这些年全靠天才地宝吊着命，才挨到今天。这一走，往后陈家的日子只怕会很难熬了。去你丫的！陈家当年的债，你们母女也该替他还一下了吧？黑面虎，当年父亲就是被你重伤，如今尸骨未寒，已经登门侮辱灵堂，好真是欺负我们陈家没有主心骨了吗？听说你们陈家最近卖筑基丹可是发了大财了，谈不上欺负你，只是按规矩讨要我那点小钱而已。哼，黑面虎，识相的立刻给我离开，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站着理呢。就是青云宗宗主来了，他也管不着。黑面虎乃是孤州城的地头蛇，压根就不需一个青云宗归来的弟子。朱公子，你来吊唁就好好待着，若是想英雄救美，那你就把陈家欠的钱给还了呀。多少钱？1万还是2万？我铸件身体司灵妹妹还。不多不多，对朱公子都是小钱儿，也就区500万。500万？没钱啊！没钱就请朱公子闪一边去，别学人家英雄救美。你胡说！3年前我父亲明明只借了你100万，后来父亲去还钱时，你收了钱还偷袭将他打成重伤。你父亲还钱了吗？那收据呢？我父亲被你打伤一直昏迷，未曾给过我们收据。
没收据，你说个屁呀！敢动手，死！差点废了自己一只手，陈家何时有这么厉害的人了？小子，敢报上姓名吗？尹卫1号。这算什么姓名？没名字，没法找到他家族，威胁他。这位小兄弟，我只是来要债的，还请你不要过分干涉。正常索债，我的确不便横加干涉，可若是恶意讹诈，那就是另外一说。你刚才所说是否属实？我可以对天发誓。发誓有个毛用！我要的是真凭实据。你有收据的话，现在就拿出来呀！是不是觉得死无对证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500万我一定要看到，不然陈雨秋这老东西休想入土为安。很遗憾的通知你，陈家主还没死。我呸！你上下嘴鼻子一碰，死人就能变成活人了。刚才我关你父亲还有一丝卖相，如果现在我出手的话，还有机会救活。你与族人商议一下，如果允许我对死者不敬，我现在就施救；如果不同意，那我也无能为力。不管这位公子说的对不对，世上一事总好过等死。公子，求您救救我父亲。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就开始施诊了。哈哈哈哈！装神弄鬼够了吧？最后还不是得还钱？黑面虎，有种来地府跟我要钱，弃我陈家孤儿寡母算什么？诈尸了，闹鬼了！家主竟然真的死而复生了！神医，真正的大神医啊！等等，莫不是他真的从不死一点上学到了什么？我还你银子，咱们2千后，你亲手写的收据，不会认不出来吧？爹，就这么让他走了吗？黑面虎伤我不恨他，这是我技不如人。只是3年来我吃药无数，病情却越发严重，恐怕今年还有黑手。陈家主，幕后主使的事稍后再查不迟，我还是给你再开几副良药巩固身体吧。4灵，快去府库拿100万送给这位恩人。不必，我是看在令千金的份上才出手的，钱什么的我并不在意。陈思玲一脸诧异，他根本就不认识实力这么高强，医术又如此出神入化的同龄人啊。而一旁的陈雨秋目光闪烁不定，沉吟良久，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4灵，今晚这位恩公就留在府中过夜了，你去安排晚膳，好好招待一下。已经接管家族产业3年的陈思玲，如何听不出父亲话中的意思？此刻他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了小迪的身影，而在看向眼前的面具人，内心深处涌出极度的抗拒。还愣着，快去啊！怎么吃个晚饭，陈思玲还委屈的哭了，自己戴着面具很吓人啊。好啊，我很期待今天的晚膳。倘若1号以为是正人君子，定然会推脱一番。可他连推脱都不推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女儿怕是逃不掉。你走开，我亲自下厨。小姐，你何时学会做饭的？我会的还多着呢。小姐，盐放太多了，你怎么成罐的往里倒呀？我就是要咸死的。不是，小姐，那盘牛肉还没炒熟。我就是要咸死的。这是什么？烧焦的药材吗？公子说笑了，这是小女子亲自烧的菜肴，样子虽然难看了一些，但其实还是很美味的，不信你尝尝。鬼才要尝你的黑暗料理。不得不说，你在厨艺上真没什么天赋。对，我就是不会做饭，还讨厌我们。陈姑娘，礼堂上我可是有得罪之处。感激都来不及，何处得罪自己过？这丫头今天不对劲儿。小迪很郁闷，想一走了之，但转念一想，凭什么自己帮了陈家这么多忙，反倒还要受一肚子气？我肩膀酸了，给我揉一揉。看吧，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你爹可是说了，让你好好招待我。公子，还是赶紧吃吧，吃完我让丫鬟送你回房睡觉。你别胡来，我也有心上人。你要是敢过来，我宁愿死给你看。你是救了我陈家上下，我们应该倾尽一切的感谢你，但恕我不能委身于你。陈思玲，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七公子，你会说话？行了，别装了，悠然应该早就跟你说了吧。这力度还是不错的嘛。思玲，你的脉象好像不太对。你怀孕了？我怎么可能怀孕？长这么大，我的手都没有被男人碰过。脉象圆滑流利，波动交替，
这正是有孕之身的华脉之象。七公子还请再仔细诊断呀！我女儿可是黄花大闺女，且洁身自好，怎可能怀孕的？如果不是怀孕，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传说中的先天胎体。两个胎儿共用一具身体，这便是先天胎体。当年我夫人怀孕时，的确有囊中摸出来是双胞胎，但后来却只产下了小女4灵这一胎。你是说我身体里还有一个人？别害怕，能被称之为先天胎体而非怪胎，便可知这种体质是许多女武者们梦寐以求的。如果它能觉醒，要么会赋予你某种异能，要么能给你这具主体增强，甚至让你出现极强的灵根。这既然还是好事，七公子可有办法将其激活？我稍后会给你写一张药方，你去凑齐后再来找我即可。真的是太感谢七公子了，您对我家的大恩实在无以为报。可惜4灵他娘之前怕我死后陈家没有男丁支撑，已经给小女定下婚事，不然给你做妾又何妨？爹，你说什么？那是碧柳城的钟家，不久后他就会上门提亲。昨晚我给过你们机会了，但看来七公子为人正直，这让我更加情何以堪。七公子是见过世面的人，提亲当日，请你也来替我女儿把关，因为小女家族人含恨终生。你们家的私事，我怎么好？好吧，好吧，到时候我会带着悠然一同来观礼。我是影卫1号的事情，还望2位替我保密1、2，告辞。小迪，你跑哪去了？怎么才回来啊？处理了一些琐事，有事吗？悠然，黎明突破筑基境了，你去向他敬杯酒吧。姐夫，该是我敬你才对，没有你的钱，我也没法买到筑基丹。谢谢了。突破筑基境的许一宁比以往更加从容淡定，两人的关系随着境界的提升，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当初拒绝婚约是小妹我鲁莽了，还请姐夫莫怪。但我并不后悔。此时许一宁脑海里浮现出1号影卫的身姿，不由得让他心生仰望。你我之间终究不在一个层面，希望你早日放下心结，专心武道，争取变得更加优秀。谁有心结啊？我巴不得娶的就是许悠然。依宁，你说这种话干什么？这么多人呢，好歹给小迪留点面子。我只希望他能变得更好，哪怕他有1号影卫的一半，当初我也会接受婚约了。这位也何止是1号影卫的一半，他就是1号影卫本影呀。不行，我得再帮依宁一下。我觉得小迪很有潜力，趁着他和你姐还未正式成婚，要不我帮你们撮合一下。你是不是喝醉了？我好不容易脱离苦海，你让我又下去，有朝一日你别后悔就是。小迪，能拜托你就一个人吗？谁？朱剑深。他在一次宗门任务时中了阴毒，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疗伤。其母亲委托我们城主府，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我救他，你还不知道我与此人的过节吧？我还是建议你去一次，他家有一口1000年火井，每10年就会诞生几颗火灵珠，即使你的资质逆天，3颗也可让你瞬间突破炼气9层至大圆满。哦，他老朱家还有这种好东西。不要碰，这是铁血荆棘，不可用手直接触碰，否则会有血肉割伤之痛。这么厉害吗？那这旁边的是？这是更厉害的夺魂荆棘，触碰一下便会有来自灵魂的剧痛，且痛不欲生。我想这种普通的就足够了，夺魂荆棘搞不好会要了朱剑深的命。掌柜，再来一节镇痛的羚羊角。怎么1号影卫也来买材料？这又是想让谁起死回生呢？掌柜，他手里的东西我要了。好嘞，我给朱公子包走。这你也要抢？这个我也要了，我是这里的大客户，所有材料都有优先购买权。治病的工具材料，病人自己花钱买，还有这种好事。朱公子你喜欢就行，再会。神医大人，您真有把握治好我儿子身上的阴毒吗？根据描述，你儿子染上的不是阴毒，而是最脏的尸毒。莫要让你儿子再触碰那些邪道女子，她们常年与尸体毒虫打交道，身上要命的剧毒多的是。张玉秀脸色立刻变得不自然，可同时也倍感惊喜。他们已经请过数位神医，都无法确定是什么毒。那我儿的病就全靠神医大人了。尸毒我可以拔除，不过我要你们朱家的火灵珠。
火灵珠是准备献给青云宗内门弟子的，您看换成其他宝物可以吗？哼，我们1号影卫不缺寻常黄白之物，伯母要舍不得火灵珠，那就当我们没来过。好，我答应。神医大人这治病怎么看起来像要杀猪一样？拔除尸毒的过程会很痛苦，待会请朱夫人保持冷静。如果中途阻止我那令公子的尸毒，就彻底没治了。只要能治好，他吃些痛又算什么？娘，我回来了。生儿，快来拜见神医，他就是叶姑娘推荐的大神医。在下祝见深见过。怎么是你小子？娘怎么把他请来了？我不想让他治。住嘴！除了他，再也没人能治你的尸毒了。你们谁爱让他治就谁去吧，小爷我可不稀罕。来人呀，给我把他绑起来！啊！生儿听娘的话，你有病得治啊！一个狗奴才，找死！一个炼气9层也敢对我！哈哈哈哈！我操！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你想对我做什么？当然是治病了。黑色的铁血荆棘嘛。少主觉得太便宜，带回去碍事，路上就给扔了。那没办法了，你把铁血荆棘扔了，就只能用这个给你治病。等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它会闹出人命的。你与我争抢此物，难道不是给自己治病吗？我警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生儿，你坚持住，马上就好了。好了，尸毒拔除完毕。娘，把他赶走吧。不好意思，我还要去你朱家的千年古井采火灵珠呢。什么？他如此折磨我，朱家还要与火灵珠相赠。这里危险异常，神医大人如果不想冒险，可以等几天我朱家下去采摘，如果运气好能产出几颗的话，会送您1颗的。无妨，我亲自下去。务必多加小心，这口火井的确吞噬了不少人命呢。井口附近的位置，朱家已经搜索过无数次，早已没有火灵珠，想找到也只能去他们不敢去的最深处。朱见深拔出了尸毒，简单吞下几颗疗伤丹药便倒下来，放心不下自家火灵珠，便匆匆的前来查看了。娘，咱家这次的火灵珠我已经答应给内门的钟师兄了，毕竟我在宗门一直受人照顾。火井经过多年采摘，还能诞生火灵珠的地方寥寥无几，那几处他未必找得到。至于最深处，就连你爹都不敢靠近，他要是赶过去，就等于自寻死路。火井深处，小迪站在一块石壁前，面露诧异。这块石壁上的灰尘明显比别处少许多，显得不太协调。难道不是实心的吗？还想藏着不让人发现？你朱家越是舍不得火灵珠，我就越不能这样轻易离开。小迪一直踩到火井的尽头，把火灵珠踩了个干干净净，望着足足12颗的火灵珠，小迪才满足的原路回去。身上竟然一点灰尘都没有，看来是没有深入，那更不可能有所收获了。白跑一趟了吧？还不如我朱家给你点东西，打发一下走人呢。公子，下井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能耐采摘到，可不能怪我们朱家。小迪本来不打算拿出来刺激他们母子的，但他们竟然如此嘴脸。运气还不错，找到了6颗。这3颗给你，算是你介绍这笔生意的报酬。公子这样，你带走3颗，留下3颗，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你此前可说过，拿多少都是我本事，总不能拿的太多就怨我下手太狠吧？伯母，我可是看在两家交情的份上才请来神医相助，你如此出尔反尔，让我叶家以后还怎么做人？唉，好，拿走吧，我朱家自认倒霉。下手居然这么狠！不过娘，这也说明咱们火井里还有很多火灵珠才对。立刻召集族人下去采摘。回禀夫人，那处隐藏地点被那小子给挖走了，还有我们曾远远看到深处几颗火灵珠也都没了。他把火灵珠都挖掘了，1颗都没留下。1号影卫，我跟你没完！
由于火灵珠离开采摘地，如没有特殊宝物保存，会很快流失功效。小迪这12枚也就分成了4份，分别给了晴雪、悠然和老丈人许。我突破到炼气7层了，短短不到1个月，我就从炼气2层突破到炼气7层，想想真是够魔幻的。灵力增强了5成，炼气9层与9层圆满原来相差如此之多。血符宫又出现了。看烟雾所在方向，好像是秦家。秦家，分坛坛主在寻找治疗眼睛的药物，不能让他治疗眼睛，如果恢复，实力便会抵达巅峰状态。晴雪，我先走一步。身法，他居然还修炼了身法。功法里面身法是最难修炼的，看来小迪拥有旷世罕见的悟性啊！依宁啊依宁，你错过了一位世间罕有的未婚夫啊！小迪到了秦家后，秦家主和几个族人还站在屋顶，一脸困惑地望着上方出现的烟雾。不好，是声东击西。血符宫故意引开城中守卫注意，实则是要袭击别的地方。不攻击秦家的话，那剩下比较有名的炼丹家族，陈家、珍宝。许依宁这丫头也来了。一号影卫，你也发现他们的目标了吗？是啊，陈家恐怕有危险，你马上给城主发信号增援。你们血符宫要什么就自己拿，何必取人性命？他奶奶的情报有误，姓陈的，你不是重病快死了吧？我没死，你很失望吧？趁着我家孤儿寡母，跑来打家劫舍。既然没死，那我就送你真的死一次。好一个水灵的丫头，正好我眼睛瞎了，要一个压寨夫人伺候，我看就你了。不要！嘿，到你了，是你的小兔崽子，来得正好，新仇旧恨，咱们今日一并算清楚。七星相北。修为增强了，上次这小子还难以进我身，这次却差点取了我要害。好险！还挺谨慎的嘛，但你今天依旧插身难逃。我跟你找死！该死的是你！一号影卫，你好棒，居然可以单杀分坛坛主！快闪开！小杂碎，要不是我心脏在右边，就栽在你手里了。嘿，血符宫余孽，你们死期到了！湖州城第一强者，长谷叶继风，都给我追！谁敢追来，我就杀了他！我们跟上，莫让他失了踪迹。一群人沿着分坛坛主的血迹追踪到了深山之中，只不过在一条岔路前，众人停下了脚步。城主，这条路有松树叶扫过的迹象，应该是为了掩盖血迹而为之。我们追！2次和分坛坛主交手，此人行事十分老辣，既然想掩盖行踪，又怎么会有所遗漏？果然，这才是他真正的逃亡之路。看来我那一剑虽未刺到心脏，但肯定伤到了重要器官。此刻的他实力应该大不如刚才。浮云洞，血符宫分坛老巢，也是许一宁那个玉佩中神秘高人所说的大机缘之处。该死！为什么还是打不开？是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分坛坛主，你的人头是我的了。想拿我的人头？你也配？
我堂堂青云宗弟子，筑基修士，难道还怕一个受伤的血浮宫余孽？分坛坛主实力降低了不少，朱见深都能与之斗10个回合。朱公子别怕，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再加把劲，他只会越来越弱的。青云宗的小子去死吧！朱见深牛神。1号影卫，还真是个废物啊！想不到我竟然会栽在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手里，真是不甘心呐！如果我能解开这里的机关，就没有人能杀得了我，青云宗主都不行。分坛坛主是真的没力气努力了，刚才和朱见深一战，已经是他最后的力量了。灵器竟然是极品灵器，小迪手中的木雷剑不过是一把最下等的法器，像灵器这种高级货，就算青云宗都不见得有，而面前的居然还是一件极品等阶的灵宝。传言没错，这里有提升筑基境的无根千水，还有能够提升灵根的神物吞凡丹，都是我的，都是。小迪目光炽热，正准备去拿，外面却传来了城主一群人赶到的声音。可恶！看来许一鸣说的是真话，白把一个天大的功劳让给了1号影卫了。这样七小迪就没法完成交人头的承诺，明天就上许家要人头，到时候许悠然还不得是我的？炼气境斩杀筑基2层，这个1号影卫有点本事。虽说仗着法器有些侥幸的成分，但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应该是某个修炼多年的老武者吧。相比之下，我们青云宗的那个外门弟子就不堪入目了。这种心术不正之人，将来必成祸害。你找机会亲自处理一下吧。阁主紧急传讯，兽潮出现，速回。时隔100年，兽潮又要再现了吗？我必须立刻回天机阁，那个神秘魂师暂时无暇蹲守他了，相信很快你也会被青云宗召唤回去。陈叔，你先去，我再去找找那位9品灵根做。都是同龄人，为什么我与1号影卫的差距会那么大呢？本以为突破筑基就可与他一争高下，到头来反而又被他救了一次。1号影卫，你到底是谁呀？而就在许一宁小鹿乱撞、胡思乱想的同时，在他隔壁房间里，1号影卫的本尊七小迪则正在准备突破筑基境。突破筑基原来这么难啊，浑身像是被火灼烧一样的痛苦。恭喜宿主突破筑基，旋即高等心法寻龙境，您现在拥有资格修炼。与心法相对应的玄阶高等掌法游龙掌。下阶段果实开始孕育，金丹境地级下等法，灵魂筑基斩魂30代表战局。竟然是灵魂冲击秘术，还是地级品质，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杀敌于无形？小迪，朱见深来了，我们没能完成他布置的任务，恐怕许家在劫难逃了。你还是赶紧先走吧，别被我许家牵连了。哼，为什么要走？拉扯这么久了，也是该和这位朱大公子好好算一笔账了。许家主，我来办差了。血浮宫分坛坛主的人头呢？该交给我了吧？等我问一下我闺女的影卫队有没有得手。你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 iPhone 13，只要1700，比新机便宜了2000。看着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转转是知名2手大平台，全国有多个质检中心，光检测专利就有几十项，上面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每台都有专属评估报告，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他家平板也很划算，真心推荐，买2手就选转转验过的。既然如此，朱某就只能公事公办了，把许家、仇家、家族人等全部投入大牢，等待发落。你动一下试试。哼，七小迪，我刚要抓你呢，怎么你拿到分坛坛主的人头了不成？朱大公子，看看吧。你该不会说这里面是分坛坛主的人头吧？你瞎吗？自己不会看。好，那我就看看咱们七公子准备拿什么糊弄我。该不会是泥巴捏的吧？大人，怎么了？这是您不是跟坛主交过手吗？怎么吓成这样？看来
朱公子是认出来了，我亲眼看见人头是1号影卫斩下来的，为什么会到你手里？你给许家的任务只是拿到分坛坛主的人头而已，至于怎么拿到的与你无关。是的，能交差就行，哪怕我们是请来的1号影卫，你也无权过问，这是青云宗向来的规矩。去特么的规矩！在孤州城的地方，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不是你亲自手脚的人头就是不行。朱剑深，我女儿许一宁已经去请青云宗管事的了，看你一会儿如何收场。七小弟，你给我等着，我跟你之间必须死一个，这次弄不死你还有下次，你的女人早晚是我的。真是气死我了，每次都弄不死这个七小弟，下次一定杀了他。恐怕你没机会了。你不是哑巴？既然你我之间必须死一个，那就没必要再活下去。这不是1号影卫的剑吗？为什么会在你这儿？你就是1号影卫。恭喜你，答对了。你不要过来啊！剑下留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杀我青云宗弟子！他死有余辜，我只是替你们清理门户而已。要杀也是我来，用不着你多事。哎，柳师姐，你已经处决他了。1号影卫，你也在这里啊？是我，2号影卫，我叫许一宁。公子，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喊他公子，他不是几10岁的大叔吗？你丫才是大叔，你个老女人。柳师姐，我们影卫队都是少年天骄来的，年龄最大不超过18。18岁，炼气9层，一人之力斩了筑基2层。不久前，是你在升龙道击败了我的陈正道和云天舟的头影，是又如何？你可真让我好找啊！莫名其妙，找我做事。等等，你先别走。哎，什么情况？以我的修为，竟然追不上他！柳师姐，你如此着急追他干什么？我和陈副阁主已经等他现身快半个月了，此人之资可直升天机阁，未来成就不弱于我爹。这么了不起吗？那我也帮师姐一起查他的身份。钟公子，你要为我生儿做主啊！你是青云宗内门弟子，除了你，没人能为我们做主了。就在刚刚，城主府的官兵把朱剑深尸体带回来，并传达了城主的话。朱剑深死有余辜，此事到此结束，不得继续追查。此人剑法高明，一剑致命。看来朱师弟是惹到了狠角色了。他最后一次外出是去了哪里？我记得他跟我说是去了许家。刚好我也要去一趟许家，为师尊接走许一宁做准备。在如此强大的筑基心法加持之下，修炼1晚也只提升了些许修为。筑基期看来真不是炼气期可比的啊！对了，升龙道的筑基试炼应该可以尝试了，不知道会不会奖励提升修为的灵丹。南宫流云，祝其幸，请指教。不太容易，第11层的实力，感觉比筑基2层的分坛坛主还要强很多。这应该就是增加筑基修为的下品玄元丹。一颗下品玄元丹赶上我苦修10天了，可惜孤州城并没有炼制此丹的材料，也该给悠然再准备一点炼气液和心液。哎，我们又来迟一步。悠然，悠然是谁？许悠然吗？那是我老姐。你姐？那她身边有什么年轻男子吗？我姐洁身自好，身边没有年轻男子，只有未婚夫七小迪。那你觉得七小迪可能是1号影卫吗？不可能，他要是1号影卫，我就是天机阁阁主了。那的确不是1号影卫，不过你姐姐的修为突飞猛进，就说得过去了。是1号影卫在暗中帮助她。带我去你们许家一趟。宗门有事，速归。该死，怎么偏偏在这时候？1号影卫既然如此关心这个许悠然，那我就把许悠然也召进我青云宗。嘿嘿，这样你就不得不跟着来了。我简……悠然，你这是在干嘛？青云宗长老要来咱家接一宁妹妹了，全家都在大扫除，准备迎接呢。看着这一幕，小迪不由为之动容。筑基境后，修为提升就变得异常缓慢。
关键孤州城已经提供不了魂石材料，但这一切在青云宗却都可以满足。悠然，你过来。这几天什么都别干了，抓紧时间修炼。你也争取一下，看能否被带回青云宗去。青云宗更看重资质，不是很在意当下是炼气几层的。我这种2品灵根，怎么入得了长老法眼？好吧，好吧，那我现在就去修炼。自己也是时候去趟浮云洞，把那里的宝藏带回来。再次看到宝藏，小迪一把拿起了无根天水。对他来说，现在首要目标就是提升修为。一滴便相当于一夜静修。真是好东西啊！直接突破了2个层次，达到了筑基3层。退凡丹，我的透明灵根应该够用，这个就拿回去给悠然，看能不能提高他的灵根等级。这么重？除了重，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还不如我雷木剑呢，起码附带雷电属性。我操！好险啊！不会吧？这柄剑的能力是隔空释放灵力剑气，连巨石都能轻易切开。有人在线救救，请救救！老不死的接着跑啊！偷我们巨人宗的铁血真经，你就是跑回青云宗境内也得死。巨人宗，天机阁统御之下的9大宗门之一。吴刚烈，这铁血真经明明是我为你们宗门炼丹18年得来的报酬，你身为名门正派，竟想意图杀人夺宝！屁话少说，这本功法你根本把持不住，交出铁血真经，我让你痛快点死。小弟秉系凝神，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2人因宝物而起的纷争与他何干？而且这个内门弟子给他的压迫感，数倍于分坛坛主。好大的力量！哈哈哈，有点意思，能接住我一击，算是有几分本事了。青云宗的弟子嘛，不错，在下青云宗内门弟子。你们刚才的事我什么都没看到。那就谢了。9宗同气连枝，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应该互相关照。告辞。兔崽子，你他妈属狐狸的吧？孤星点苍，好坚硬的身体！一把破剑就想破开我的身体，那我10年的金刚不败功岂不是练到狗肚子上去了？3星照月，如果只有这点本事，那你可以去死了。7星相对，不闪避硬康我最强剑法，竟然只是划开了一层皮肉。狗东西，竟敢伤我！小畜生，没了武器，这回你该死了吧？没办法，最后一搏。连剑都拿不稳的东西还抢？真是好险啊！这小子身上1颗玄元丹都没有，倒是有100颗中品灵石。中品灵石相当于1000颗下品灵石，这些东西小迪还是从书籍上看到过。据说9大宗门都是用此物作为货币的，只是可惜了我的雷纹木灵剑了。对不起了，少侠，我不是故意把他往你这里引的。这样，我赔你一些银子吧。把铁血真经给我抄1份，这是就算扯平了。好吧，救命之恩理当报答。他刚才之所以不愿意把功法交给吴刚烈，是因为一旦交出，自己也就必死无疑了。
旋即下等炼体功法，这是巨人宗最顶级的炼体之法，修炼第1层就需要4级灵丹，4星魂师莫说巨人宗，就是天机阁也没有啊。所以少侠，这功法你拿回去看看也就得了，没有猛虎丸，练也白练。无妨，此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好吧，那我也就不多劝解了。你怎么了？老毛病了，不碍事。原来是经脉有问题。极品续脉丹，那个少年竟然是3星魂师。我等恭迎老祖归来。此人正是秦长生嘴中的大靠山，秦家老祖秦文远，一位真正的1星魂师。为何生意如此萧条？你是干什么吃的？老祖有所不知，陈家请来了一位厉害的魂师，把我们生意抢走了大半。听说他还准备为陈家培养一批魂师学徒，专门炼制下品炼气液，要断了我们秦家活路。断我秦家活路，好大的口气！我倒要去看看他是何。小迪，你给我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啊？你出去了才几天，我就又突破到炼7、8层了，这也太吓人了吧！体内那棵神树给的玄阶高级心法，外加我炼制的极品炼气液，你想升级慢都不行。把这个吃下去。小迪，你又给我解什么好东西了？你也想要？哼，谁稀罕啊！我马上就是青云宗弟子了，什么东西是青云宗没有的？那最好，反正我也没打算给你。依宁，你要真的想要的话，得学会放下你的姿态哦。我才不要，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姐，你也最好别乱吃，小心吃坏肚子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能让临死前的分坛坛主死不瞑目的宝力，想来不会差到哪里去。你们准备的如何了？我师尊马上就来了。钟师兄，这是我姐姐许悠然，这是我姐姐的未婚夫戚小迪。你就是戚小迪，我可是没少听朱夫人提起你啊。听说你和离奇死亡的朱见深生前就不太对付。师兄，我姐姐和姐夫也想去见一见李长老，你看可以吗？失去了朱家供奉火灵珠的他，本身心情就很不爽，再联想到许家与朱见深的死脱不了干系，这让他更加讨厌小迪。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我师尊的尊容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见的。我带我姐一个人去也不行吗？不行。她这个姐姐竟然比许一宁还漂亮，真是跟错人了。许家上下恭迎李长老驾到。哪位是许悠然？出来与我见面。许家族人都在这了吗？怎么没有许悠然？难道孤州城还有一个许家？回禀李长老，我还有一个姐姐叫许悠然。回禀师尊，我让他回避了。回避你大爷！谁允许你这个蠢货赶他走的？给我滚出去！姨娘，快去把你姐姐请过来，让李长老瞧瞧。听李长老的意思，似乎是专门来找老姐你的。专门来找我？我与青云宗并没有相识之人啊。难道又有人看中了我家悠然的姿色？不行，我也要想办法进入青云宗才行。你就是许悠然。回禀长老，小女就是许悠然。别紧张，我是来收你为弟子的，你可愿意拜入我门下？满堂之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震惊了。没有检测灵根，没有查探修为，就这样就收为弟子了。悠然，快拜师！这是何等光耀门楣的大喜事啊！弟子许悠然拜谢老恩师。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这是为师的见面礼，一个下品法器，拿去吧。谢谢师尊。李长老，我小女儿也该正式拜您为师了吧？此前也只是内定弟子而已。稍后让他过来3拜9叩，再奉上拜师茶，走完流程就可以退下了。对待我姐的时候怎么不是这样的？还有，我1年只收一个真传，怡宁你就暂时为内门弟子，待得明年自行转正。师尊，我不服，我姐灵根都没检测过，凭什么抢走我的真传弟子的位置？是啊，师尊，真传弟子还是给妹妹吧，我何德何能当得起真传弟子？李清风也头大，以许一宁的资质成为真传弟子毫无问题，但许悠然又是宗主之女柳仙儿钦点给他的弟子。李长老，不妨检测一下许悠然灵根，看看他到底是否德不配。小迪，你干嘛呀？当着这么多人让我丢人现眼吗？放心，丫头，我相信你配得上这个真传弟子。也好，
那就让悠然当众测试一下好了。我的灵根很低很低，您不会？没关系，不管多低，你都是我弟子。7品灵根，许悠然，你这也太让为师惊喜了。小迪，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姐姐居然检测出了7品灵根。齐小迪，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怎么你了？莫名其妙啊！我今天的一切本该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你无需自责，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师尊，能不能也收小迪为弟子？我听说他不是没灵根吗？可小迪有修为在身，而且还不浅呢。不浅，难道还能超出炼气期的范畴？展示你的修为给我看。小迪，尽全力。筑基3层，一个没有灵根的人能修炼到筑基3层。奇怪，灵力探入其身体，可以感觉到筑基期气痕的存在，但确实没有发现灵根的痕迹。莫非是传说中一些极其厉害的邪门丹药，或者透支潜力之法？不管是何种，此子都已不堪重用。师尊，小迪如果不能去贵宗，那我也不去了。这样吧，我还要在此处寻找那9品灵根之人的下落。临行前让他和我徒弟切磋一下，如果他能挺过10招，便可入宗如何？钟琪是师尊座下修行多年的真传弟子，实力乃是筑基5层，功法定然也是高阶品质。别说10招，恐怕3招都难。我接了，3天之后与他一战。你是故意瞒着许悠然的事不说，害我被师尊打脸的，对吧？挨了耳光，不找自己原因反而怪别人，难怪你师父说你蠢。岂有此理！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想跟我动手，你可以试试。等我相完亲，处理完手头的事，再好好修理你。相亲？话说陈思玲最近也要相亲，他爹还说是什么城的什么钟家，让我去观礼。钟气不就姓钟吗？不会这样。齐小迪，我杀了你！我要把你大卸八块，砍死你啊！这丫头疯了吧？小迪来圣龙道准备通过实战修炼新得到的功法游龙掌，还准备去司灵那里看看学徒的事。这刚来就看到了许一宁在撒气。你都听到了？你们之间的事我不干涉。1号影卫，我和他没什么的，你别误会啊。一宁，你想修炼身法吗？你要教我身法，当真吗？自从得到那颗玉佩，从上面得到了功法以及10项下的惊人宝藏，小迪心里便有一些愧疚，毕竟这些都是那位前辈留给许一宁的。我要传你的是乌红烈影，难点颇多，你用心看，用心学。前辈，我们近期招收符合规定的学徒都在这里了，请您过目。这老头有点眼熟，像是在哪见过。你叫什么名字？回禀大人，我叫黄文远。这几人谁最合你意？这位老先生曾给一个魂师学徒打过杂，各种材料都十分熟悉，炼丹流程也很了解。哦，行，你过来，先教你。我倒要看看陈家请来了什么天大的人，想断秦家活路，先要问问秦文远答不答应。普通人之所以无法成为魂师，是受限于灵魂力不够强大。但按照我的法子，可让你们对材料……你很有炼丹的天赋啊，这么快就掌握了。在下天赋一般般，主要这些实在过于简单。说实话，大人教的还不如我之前学到的呢。如果真如他所说，那这位魂师恐怕没有什么真本事啊。你对我好像不太服气。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没有见到过大人的厉害，如何能服气呢？也罢，我就现场炼制1瓶炼气液好了。就等这一刻了，看老夫如何挑你的刺，让你名誉扫地，下不了台。丹炉都没有也叫炼丹，这不是胡闹呢吗？
极品炼气液，4星魂师才可达到的信手拈来。对方之所以不用丹炉，并非是不懂炼丹，而是这种低级灵液他已无需丹炉，徒手一搓便是极品。现在你还有疑问吗？晚辈叩见前辈。紫色光芒的剑，我早该想到，小小乌州城哪能有那么多3星4星的魂师，哪又在不云认出我的身份？可眼前之人应该不是同学。老左，你不是去教训此人的吗？怎么训着训着自己成了晚辈了？混蛋，我还没问罪于你呢，你是怎么得罪了这位4星魂师至尊，导致人家要整垮我们四星魂师，别忘了我没有得罪过谁啊。连夜搬家吧，这孤州城咱们秦家待不下去了啊！老左，临走前能不能教训一下那个七小迪？他上次打杀多名我家护院。我秦家再是落魄，也不是一个许家赘婿能欺辱的。先回去收拾好东西，后天再来找他算账。小迪，司灵的相亲仪式既然是陈家主亲自相邀，我们空手去未免不妥。我去买点礼物。去吧，我在这里等着你。悠然师妹，钟师兄，师妹，你作为孤州城第一美女，嫁给七小迪不觉得委屈吗？师兄为你做主，解除婚约好了。师兄，我和小迪情投意合，并没有委屈，请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实不相瞒，我对你一见钟情，恰巧我在宗门里缺一个伴侣，你可愿意啊？明知自己有未婚夫，还提如此荒唐的要求，我还有事，告辞了。他能不能进青云宗，都在我一念之间。我要是放点水，兴许他能通过。如果我认真的话，你到底想干什么？陪我去楼上包间耍一耍，我可以保证给七小迪放水。你实力如何？不清楚，人倒是真特么烂。你的命运掌控在我手里，现在给我跪下认错，不然切磋之日，我会打断你的腿。你最好尽全力，不然赢起来没意思。好的很，到时候一招打死也怨不得我。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你的另一半其实也不差了，青云宗内门弟子，李长老坐下得意爱徒。老爷，钟公子到了。哦，钟琪，还真是你。陈伯父伯母，当家的，我就说钟公子不错吧，一表人才，谦虚有礼，一看就是正人君子。伯父伯母客气了，敢问哪位是司灵妹妹呢？哇，这么漂亮的美人可不多见啊！司灵妹妹国色天香，温柔恬静，小侄甚是喜欢，甚是满意啊。内心里他压根不觉得陈家能配得上他，只是觉得免费把这么漂亮的女儿送给他玩几天，不玩白不玩，反正玩腻了再丢掉就是了。而作为母亲的刘晴心中暗暗一喜，知道这门亲事可以就这么定下来。至于自己女儿的意见，他直接忽略。七公子，你看如何？我会公正客观评价。七小蝶，你怎么会在这里？陈伯父，今天不是我和司灵的相亲吗？请他来是何意？七公子阅人无数，本领非凡，我请他来是替女儿把关的。什么？让他为本次相亲把关？放心，你如此优秀，七公子定然不会不赞同，你说是吧？七公子，外貌、修为、家世、宗门无可挑剔，皆是一流。看到小迪的文字，陈思玲娇躯轻颤，两眼空洞无比，心中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万念俱灰。算你小子识相，不过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和许悠然吗？白日做梦！既然七公子都这样说了，那么这门亲事，不过人品极差，令人作呕，堪称败类。这门亲事我不同意，若将陈思玲嫁给他，必将害他一辈子。七公子请慎言啊！钟琪的名声在第六城有口皆碑，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如此不堪了？刚才在路上的商铺里，你眼中的金龟婿调戏我妻子，甚至还拿我入宗做威胁，逼迫我妻子就范。这种人你们也敢要？此话当真？陈伯父，你不相信小迪，也该相信我许悠然的品性吧。我以名誉担保，小迪所说千真万确。哼，相亲还不忘调戏其他女子，你当我女儿是什么人？送客！陈家，你是不是忘了我青云宗内门弟子的身份？只要我放话，何人敢娶陈思玲，便是与我为敌。你觉得还有谁敢娶你女儿吗？你这个人真无耻！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陈思玲陪我玩几天，以后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要么就让她一辈子嫁不了人。
看着陈思玲悲愤无助的样子，悠然心痛万分。这些年一直是这个好闺蜜照顾她，她觉得也该为这个闺蜜站出来了。小迪，你把陈思玲娶了？什么？悠然，你说什么胡话？不是胡话，我是认真的。我如果去了青云宗，而你考核失败的话，就让思玲替我照顾你。思玲，我与小迪如果哪天成了亲，你可还愿意？我愿意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让你做小。我知道，我愿意。做小都愿意，思玲到底看上你什么啊？竟然愿意委屈到这一步。关我什么事？我啥也没做。你和陈思玲同意有个屁用！你先问问陈家主能否同意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给人做小妾吧。我同意，非常同意。齐小弟可是3星魂师，甚至听闺女说可能已经达到4星。这样无贪污的小子，我陈家祖坟都得冒青烟了。我代表陈家上下，代表陈家祖宗18代，谢过许姑娘大义。陈伯父，你要折煞悠然吗？就是帮思玲而已，至于把列祖列宗都带上吗？让女儿给人做小，你居然还这么高兴？哪怕是迫不得已也不能这样啊！我陈家不要脸面的吗？小弟便是我陈家那位3星魂师，司令已经确认过了，只是小弟还以为我们不知道而已。悠然，伯母也谢谢你，你简直就是我陈家的大恩人。现在起，陈思玲便是我夫君戚小迪的妾室，你可以死心了。宁愿让女儿做妾，也不愿意成全我。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钟家。接下来就等着我父亲来讨个说法吧。既然你我之间已有名分，这颗丹药你尽快吃下，再请李长老测一下灵根，看能否也进入青云宗。七公子不好了，秦家带了很多人去咱们许家，点名要找你问罪。七公子，听说秦家老祖秦文远回来了，他们人多势众，我随你一起去，别有个照应。不用了，我自会应付。秦老爷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好了，放过小迪吧，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孩子？他砍伤我手臂时像个孩子吗？今天不给我秦家一个交代，就踏平你们许家。李长老也在这里啊，在下有礼了。秦大师不必多礼，你荣归故里，我们青云宗本该登门拜访才是。魂师的地位远超普通修士，哪怕是一位1星魂师，身为长老的李清风也得客气3分。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否给我一个面子，双方就此罢休呢？既然李长老亲自求情，那我退一步好了。既然齐小迪才是罪魁祸首，那我们便只找他说是好了。秦大师仁厚，我替许家谢过你了。小弟，有许家害了你，你最好别回来啊！上次放你们一群狗命，这次不知死活又来送死，是不是？小处长，你也不看看什么局面，还敢大放厥词？年轻人，少些张狂，赶紧跪下向秦大师道歉，不然今天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了。秦大师，这容貌，这不是我徒弟黄文月。让我来替代小迪，接下来你要如何都冲着我来吧。你算什么东西？谁给你脸替他受罚？今天谁都救不了这个小畜生。老祖，你怎么打我？齐小迪在那边啊！孽畜，我秦文远倒了8辈子血霉，才摊上你这个败家子。七公子，在下管教无方，您想如何处置他，全凭您做主。现在杀了他都可以。他莫非是知晓了自己魂师的身份？如此的话，倒也说得过去。在我许家杀人定然不妥，他刚才对我许伯父恶言相向，却也无法饶恕，就废其修为，再断其一臂一腿好。此子年纪不大，心性倒是果断无情，可惜没有灵根，不然定是块好苗子。七公子，今日起，我们秦家离开孤州城，再不踏入此地一步，您看我们可以走了吗？齐小迪，那位9品灵根之人已经拜托城主府寻找，我明日便准备启程回宗了。你和钟琪的比试便定于明天举行吧。明日吗？也好，游龙掌已经小成，待我今天再去升龙道修炼一番便差不多了。妹妹，我怎么感觉秦文远好像很忌惮小迪的样子啊？用不着你提醒，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人在升龙道有约，先走了。青龙掌，
青云宗药园下等钥匙。这奖励是啥？能够凭借此钥匙进入青云宗药铺采摘灵药吗？你怎么又来了？身法我已经传授给你，以你的悟性还需多多参悟修行才是。那个，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冒充我意中人。荒唐，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你别误会，就只是假装而已。我有一个讨厌的人，他已化成了我的心魔，我只想证明一下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求求你了。这个讨厌的家伙，不会就是你吧？好吧，只是表面上的，不可真的逾越关系。七小迪，你以为你现在变得优秀了，我就会后悔吗？告诉你，我有1号隐卫，我不会后悔。小迪回去途中路过陈家，意外发现陈家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看装扮应该是钟家之人。我女儿嫁给谁是正妻还是小妾，是我们陈家自己的事，你还想强逼不成？你把女儿嫁给废物当小妾，都不愿接受我钟家，就是在侮辱我钟家，这就不行。口口声声废物，在我看来，你儿子连小迪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跟他争女人，你儿子也配？我们钟家可以动用关系，让你家这个丫头进入青云宗外门，这样都不配的话，我想知道他齐小迪有什么东西能比得过我们？贤婿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我好叫人出门迎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给了陈家什么，你们就能闭嘴了是吧？一个赘婿而已，你能给什么？无非是些不值钱的垃圾而已。陈家珍宝阁可有检测灵根的法器？陈家自然是有的，不过我哪有什么灵根？说起来不怕丢人，我还不如悠然，只是一品灵根而已。无妨，检测一下便是。也不知道你这个废物想给我看什么？要我看陈思灵灵根有多屌？6品灵根，这怎么会？爹，我有6品灵根了，跟孤州城第一天骄许依妮一样了。苍天有眼啊！我老陈家也有一位武道的天骄了。现在知道我给了陈思灵什么吗？如何？现在服气了吧？有小迪在，我女儿可以进入青云宗内门了。陈雨秋，你一再侮辱我钟家，真当我拿你没办法吗？拜见城主大人，我可当不起你陈家主的大礼。小迪，你也在这里啊？你们怎么和钟家起冲突了？那是我亲舅舅。城主大人，请您听我将事情原委向您汇报一下。我已经知道，用不着你再啰嗦一次。父亲，事情并不是舅舅说的那样，是表哥技不如人，输不起罢了。你给我闭嘴！钟家是什么德行，我还能不清楚？但女儿到底还是年轻，作为大家族，重要的不是公道，而是家族的核心利益。我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陈家离开孤州城；第二，把女儿陈思灵嫁给钟家。谢城主成全，我陈家离开孤州城便是。这陈家骨气这么硬吗？换个大点的城市也好，孤州城毕竟还是小了些。你就是七小迪，来人，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这不就是第5级的时候，在灵芝修炼的9品灵根吗？青宗有仙儿命城主府一直寻找的人。没用的废物，连个人都不敢抓，还得本城主亲自动手。城主不可啊，他是9品灵根的身份乃是绝密，万万泄露不可。你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吗？城主，他就是当日拿了血福宫奖励的少年。什么他妈血福宫奖励？你是说他就是那个你确定没认错人？我如果认错，城主您就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这可是柳仙儿亲自叮嘱寻找之人，如果找到便给叶家一个青云宗内门弟子的名额。七公子一表人才，本城主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城主，你这是？刚才都是一场误会，误会啊！既然是你娶了陈家千金为妾，那就没事了。思灵啊，伯父来的匆忙，没什么好送的，这块玉佩就给你，当做伯父的贺礼了。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玉佩，见此玉符如见城主，平时自己想碰一下都被父亲呵斥呢。城主大人，民女不能收，这太贵重了。我和你父亲情同手足，你也算我半个女儿，有什么不能拿的？谁跟你情同手足啊？刚才不是还要赶我出城吗？女儿，那就收下吧，不许拿出来用，更不许弄丢了。谢谢城主大人。还喊什么城主，喊义父！今天起我就收你为干女儿了，往后谁欺负咱陈家，就是和我叶家过不去。太好了，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悠人。思灵，你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转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4只要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哦，看着挺新的，靠谱吗？
放心吧，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全国有多个质检中心，光检测专利就有几十项，上面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每台都有专属评估报告，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他家电脑也很划算，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不愧你能当庄主，还真是个老狐狸。司令见过义父爹爹。这是什么情况？就算父亲知道了小迪1号影卫的身份，也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吧？小迪，你是不是除了1号影卫，还瞒着我什么？三星会师的身份是能暴露的吗？九品灵根的身份是能泄露的。姐夫，你怎么帮起了外人？你怎么还在这里？陈叶两家以后是一家人了，你们没事早点回你碧柳城吧，别在这里胡闹扰了人家清静。你什么意思？你还有没有把我们当亲戚？不当就不当，今天起我叶家和你们钟家就没关系了，但别在我孤州城闹事，不然你们父子俩别想好好离开。好，你们一个个把这小子看成是宝贝，明天我让你们看着他是怎么被我打成死狗，连青云宗都进不去的。父亲，你有心事，难道是为了救救他们？是为了你啊！哎，女儿怎么了？你也不比陈思玲差啊！要姿色有姿色，要身材有身材，可小迪娜的妾是陈思玲，却不是你。爹，你说的什么糊涂话？我怎么会嫁给小迪，还为妾？小迪其实就是柳仙儿大小姐一直在找的九品灵根。爹，你可别瞎说，九品灵根怎么会是他？不然你以为陈家吃撑了，宁愿放弃在孤州城的百年基业，也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妾？许怡宁，差点忘了，许怡宁约了1号影卫和小迪见面。你看着点，两人都是孤州城的宝贝疙瘩，别让他们打起来了。姬小迪就是1号影卫，这才正常嘛，不然怎么突然蹦出一个如此厉害的人？你上哪去了？我妹妹找你半天了。找我干嘛？不知道啊，说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后院池塘边相见。上午许一宁好像请求1号影卫的自己来许家后院一趟。别问了，你收拾一下就赶紧去后院找他吧，我先过去了。我才不会给这丫头扬着脖子，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劲。怡宁，别闹了，还是取消这次见面好了，不然什么呀？我发现你怎么开始为小迪着想了？你不会跟我姐姐一样也喜欢上他了吧？唉，你来了。妹妹，这位公子是？姐姐，向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1号影卫，我们的关系你也看到了，没错，就是如此。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1号影卫，妹妹好福气，竟能与如此优秀的天骄结下缘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那是自然了，小迪今天没来，你记得帮我转告他，让他别再耿耿于怀了，并非是我瞧不起他，实在是1号影卫太优秀了。谁耿耿于怀了？我压根就没在乎他。我弟嘛搂着小迪的胳膊，说小迪配不上自己。天哪，万一真相大白，你会羞得想自尽的啊，我的二小姐。幸好小迪没来，不然此情此景一定会狠狠刺激到他吧。一场情敌见面的戏码，就因为小迪的爽约而草草结束，这让伊宁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一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直到天亮，所有人都被鸡鸣惊醒，纷纷起身，他们知道决定小迪命运的一天来了。有信心吗？如果没有，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否则拳脚无眼，很难保证中期会否伤到你。回禀李长老，晚辈有信心。李清风并不意外，轻轻叹了声，中期是他亲自教出来的，即便同样是筑基5层，也要比外界那些修士要强太多。既然如此，你们两个做好准备。你这几天上蹿下跳的，有没有想过今日？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乐色。切磋开始。好凌冽的道气，小弟怕是挡不住这一刀。小子，为我的气势吓得动弹不得了吧？小迪不以为意，象征性拔出一把临时准备的生锈铁剑。对比起来，竟然还不如升龙道里12层的南宫流云，那才只是筑基3层的徒弟。虎钻魂刀。七星剑对付中期这种实力，动用游龙掌都是闹。这怎么可能？筑基3层击退了筑基5层。中期，你给我打起精神，丢了老子的脸，
看我怎么收拾你！一个许家赘婿怎么可能如此强？到底是谁？我是你爹。刀法不精，动作太慢，力量过小。一场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切磋，震撼般的上演。小迪单手握剑，游刃有余的将钟琪逼得节节败退的同时，还能不时的点评。这到底是谁在考察谁？总结就是外强中干，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小迪，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你也可以来青云宗了。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自己滚回宗门，悠然移宁我们上非洲。师尊，那小迪，他虽然实力很强，但终究走的不是正途，我不能收徒，只能带他回宗另寻师傅。多谢李长老，进入青云宗就算大功告成。至于拜师啥，需要师傅。李长老，我听说陈家千金陈思玲有6品灵根，您看有没兴趣收她为徒呢？小小孤州城哪来这么多高阶灵根？这次虽然没有找到9品灵根，但2个6品，1个7品，宗门里那帮老家伙会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吧？青云宗9品灵根，你这个混蛋，害我被父亲训斥。柳仙儿回宗后，把9品灵根、3星魂师以及升龙到天骄的事情告诉了宗主父亲，但因为3人一个都没找到而受到训斥，并责罚他来宗门接待新人弟子。但身为宗主千金的他，自然不会去干这种差事，随便交代了一个外门弟子后，自己便来灵泉沐浴缓解压力了。你最好祈祷这辈子都别让我遇见你，不然要你好看。唉，此等存在，肯定去了天机阁，又哪里会主动来青云宗呢？他要真来了，我给他当老婆都行。好浓郁的灵气，都快赶上城主府的灵池了。这刘师兄还真是个大好人啊！嘿嘿。他人呢？钟师兄，你怎么现在才来？我可是收到你的传讯，就马上行动起来了。说来话长，我自己跑回来的。那小子呢？你见到了吧？放心，收拾这种新人弟子，我不是手拿把掐吗？马上就让他万劫不复。什么意思？他被李长老丢在外门，等待明天其他9峰长老挑选弟子，我就骗他先去沐浴更衣去了。但那里可是女弟子专用的灵池。那又如何？最多被人打出来，这也不能解我心头之恨啊！师兄可知道这会儿谁在里面沐浴？宗主千金柳仙儿。这要是冒犯到了那位姑奶奶，恐怕会直接被打个半死，再丢出宗门吧。咱们在外等着，看七小迪是怎么出来的。他要是被抬出来的，我就赏你一颗玄元丹。谢谢师兄，谢谢师兄。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修炼了。这是男人的声音，在女弟子专用的灵池里，在我沐浴修炼的时候。应该不会，怎么可能有男弟子敢来此地？哪怕是新人，入宗前就会被告知此处为禁地，老弟子的话更加没有胆量来。这就是个女弟子，只不过声音偏向男性化而已。这位师妹，你是哪峰的弟子？我刚来，我也不是师妹，倒是师兄，你的声音怎么？男人，真是男人，你好大的胆子！这位师兄，我怎么了？疯徒子，你不知道这是女弟子专用灵池吗？这位师姐，我被告知此地是男弟子灵池，实在无意冒犯你，我现在就走。你走得了吗？既然偷看我沐浴，那你这双眼睛就别想要了。好强的压迫感！你还敢躲？当我是软柿子是吧？金龙。这也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吗？实力跟钟琪简直是天壤之别。你说你是新人，骗人都不打草稿是不是？刚才那一击都超过修行多年的内门弟子了，这绝对是一个老弟子试图侵犯自己。本想挖了你眼珠就算了，但现在不改变主。是你。柳仙儿怔住了，定定地看着小迪，她都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气糊涂了，出现幻觉了。是他，是那个9品灵体，他自己送上门的。你怎么了？小迪被他看得心里毛毛的，不知道这女人为何会如此反常。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我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吗？
这个婆娘怕不是有什么大病，我得赶紧溜。现在你自己送上门了，还想跑？13级3分43秒，司令你这个乌鸦嘴！刘姑娘，有话你好好说，你的样子有点吓人啊。说，这段时间你都去哪了？为什么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我就一直在孤州城的许家。你不会叫做七小迪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你也就是升龙道上那个击溃了筑基3层南宫流云的人。这你也知道？太好了，我们宗主封有希望了，父亲再也不用担心被其他封比下去了。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不然来了其他女弟子发现你我这样，可就更说不清了。走吧。对了，明天不论哪个封的长老选你当内门，你都不许同意，我让我爹来收你。要你管。这就是你说的万劫不复？不应该呀，柳仙子明明就在里面沐浴的，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呢？钟师兄稍安勿躁，带小弟我前去查看一二。丹田，我的丹田被踩碎了。刚才就是你把七小迪骗过来的吧？我错了，我该死，求仙子饶命啊！现在就滚出青云宗，永远不许再回来。还有，这里的事你敢透露一个字，死！你这是怎么了？里面发生了什么？钟师兄，看在青云宗你照顾我多年的份上，师弟我最后送你一句忠告，绝对不能跟七小迪过不去。他抢我的女人，又让我蒙上奇耻大辱。青云宗有他没我。对此全无所知的小迪，手持升龙道得来的钥匙，来到了青云宗药铺。下等药师允许在下等药铺采摘药材，总重量不得超过10斤。修炼铁血真经第1层所需猛虎丸的材料，下等药铺也许就3斤上下的猛虎丸材料已经足够了，剩下7斤材料就是玄元丹的。这位师弟，看你采摘灵药十分准确娴熟，而且好像是增加修为玄元丹的材料。敢问你也是我们丹峰的弟子吗？我只是对药材好奇而已，并不是什么丹峰弟子。入宗第1天就被骗去了女弟子澡堂，现在他哪敢再对人说真话？他决定魂师的身份打死都不能再暴露。苏宁秋，你还剩下1刻钟时间，挑选好药材尽快出来，不可继续逗留。怎么办？这是师尊给我安排的最后一次任务了，如果考核不过，就要罚我关1年禁闭。那个师弟，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这张药方上的药材，你能帮我找齐吗？找药材？你师尊是给了你多难的药方，连药材都找不齐吗？这不是不死一点上的黑魂血骨膏吗？求求你了，师弟，如果你能找到药材，我只要1份，剩下的都给你。哦，这上面的材料90%都在高等药铺，你手里有高等药水吗？有的，高中下3个药铺的药材，我可以随意采摘10斤。好，一言为定。师弟简直神了，比我大师姐还要高明得多。短短时间就找齐了材料，还帮我熬制出了成品。如此珍贵的药材自己可以拿走90%，关键此药的炼制难度也很大。这丫头失败一次，可就等于是浪费属于自己的材料，索性还是帮她一次炼制完成好了。此药成品不是墨蓝色吗？怎么师弟炼制出来的是黑色？谢谢师弟，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有封门，我好改天登门拜谢。我叫七小迪，登门拜谢就不必了，我是新弟子，还没拜师门。七师弟，你是新人？这怎么可能？苏宁秋，你的采摘时间到了。就差你了，每次都是磨磨蹭蹭，还笨得要死，我怎么就收了你这种蠢蛋为徒弟了？周围的女弟子们也满脸苦涩，师尊每次都会给出超过他们认知的考核，让他们产生很深的挫败感。明明没来青云宗前，他们都是当地炼药界极有天赋的人，而来了他名下，却全都跟废物一般了。哭什么哭？你已经连续9次考核失败，这次再通不过，必须禁闭1年。把你的考核成果拿出来。这是炼制失败了吧？正常不是应该墨蓝色吗？完了，小师妹要被关1年了，她还这么小，怎么受得了？真是好造诣啊，竟然能炼制出这种品质的续骨膏。这真是续骨膏，那就是成功了，自己的考核通过了。孽徒，还不给我跪下！
你好大的本事，居然能请来这样一尊大人物替你炼制极品血骨膏，这种人物为师都未必请得动。师尊，您误会了，弟子并未请什么大人物。还在狡辩？极品黑魂血骨膏乃是不死医的独门药方，能炼制出下品都不容易，更何况是极品。我没狡辩，我并未请什么大人物，而是请一位师弟帮忙的。哪一封？师从何人？我当面与其对质。他无封无师，是一个新人，尚未拜入师门。如此厉害的炼药天才，却连师门都没拜入，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一个炼药天才被某个不开眼的长老扔在了外门，这莫非是上天让我们药宗崛起？宁秋，这个师弟叫什么名字？你可记得他的长相？他叫戚小迪，至于长相，秋儿自然是记得。好，明天陪为师去挑弟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为师都要把他抢到手。话说此时的小迪丝毫不知自己已经提前被宗主峰和药宗锁定，而暂时连住处都没有的他，也只能在外门广场上打坐。这内门还是要静一下的。今天那个苏灵秋随随便便就能进入3种层次的药门，这是炼制提升实力丹药的必需品。好漂亮啊！这两位是哪峰的女弟子，简直是人间绝色。小点声，那是天剑峰的新弟子，他们可不好惹。小迪，七郎，你受苦了。傻丫头，你们俩怎么跑这里来了？我和思琳一起来陪你了。不管明日结果如何，思琳都是你的。哪里来的小子，胆敢轻薄我天剑？小子，放开那两个女孩！告诉这个你们天剑峰的师兄是谁？丁师兄，这是我未婚夫戚小迪。什么？我是戚小迪的小妾，这里没有丁师兄什么事，请不要打扰我们夫妻相聚。凭什么一个7品灵根的绝世大美女是他老婆，另一个6品灵根的可爱女手居然是他的妾室？我这么有生，就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两位师妹别闹了，你们这样的选择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任。快跟师兄回去，我手把手教你们剑法。你这是在找死！立刻马上给我跪下道歉，不然我……威胁小爷还不够格。平时隐忍是没错，但都欺负到头上了，再隐忍就是懦弱。小弟准备动真格了。天剑峰的弟子，你想借赏罚殿是不是？广场禁止动武，你不知道吗？来之事，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外门的夜市交易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给我最好收敛一些。新天色，你好运，运气好的是你。我陪你们逛逛，有什么喜欢的，我给你们买。你以为青云宗的夜市用的是金银珠宝吗？是零食。嘿，零食你有吗？还大言不惭的给他们买。算了，小迪，我不想逛了。七郎等我发了每月100灵石的资源，我给你买。走吧，放心买，我有的是零食。你有个屁，只会口头哄骗他们罢了。师妹，你喜欢这把剑吗？师兄给你买。这把剑多少钱？200灵石。一件中品法器充其量也就50，要200你怎么不去抢？他平时1个月也就100灵石资源，让他花费200讨好许悠然，他自问还做不到。爱买买，不买滚蛋。老子是天剑峰丁万平，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次。我管你是7平8平的，没钱就滚。笑什么？好像你就买得起似的。这件我要了。还是这位师弟阔绰呀，不像某个老弟子穷酸的要死。阔绰，我看是冤大头吧，人傻钱多。你真以为这只是一把普通的中品法器吗？悠然，看好了。剑中能释放出剑光，还能攻击敌人。这些剑光似乎有锁定敌人的效果，实战中绝对是神器。师弟好眼力，而且你的剑术有些了不得呀，不知是哪峰的高徒？难道是天剑峰弟子？不对啊，天剑峰上除了那个炼剑狂人，其他统统都是废物。你骂谁呢？骂你呢，有意见？公孙楠，怎么是你？你特么才是公公，知道是我还不快滚？莫非
这人很厉害不成？青云宗弟子战力前10的公孙楠。作为商人的陈思玲，对于各种信息的收集，明显比悠然敏锐的多。看你样子好像不认识我，不应该呀，我这么没名气吗？抱歉，我是新人弟子，对宗门还不熟悉。新人？我的个乖乖，这届的新人有点猛啊！这要再给你几年，我都得靠边站了。师兄谬赞了，如果明天足够幸运，或许能进入某峰吧。你还没拜师？那你明天直接选逍遥峰就好。我师尊看到你这样的剑道天才，绝对把你当宝贝。逍遥峰那不是排名第3的封门吗？是啊，仅在宗主峰和大长老的轮回峰之下，实力极其强劲，门下猛人辈出。我这就回去告诉师尊，你就等着拜入我逍遥峰吧。老赵，将就挑一个吧，谁让这是咱们宗门的规矩呢？每个峰都必须挑选一个新人。公孙楠那小子说物色到了一个极品新人，求我务必收为弟子。能被公孙小子给予极品2字的评价还真是少见，哪个长老如此粗心，丢下这么一个宝贝在外门？天知道是哪个傻蛋眼睛瞎了，把这么好的宝贝留给我逍遥峰。来了，师尊，我把人带来了。老赵，七小迪就是你说的剑道天才。老李，你也认识他？这弟子难道是你不要的吗？我为什么不要他？还有他的灵根等级，你问问他自己吧。剑道天赋这么强，灵根能弱到哪去？最少也是5品吧。你们测的结果未必准确。你不是哑巴吗？正如你李长老所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的。李清风呵了声，懒得管小迪为什么装哑巴。不好意思说嘛，那我来替你回答吧。他的检测结果是无灵根。老赵，你慎重啊！或许他在剑道上有些造诣，但没有灵根就注定了他的上限，最多就是原地踏步了。师尊，是他，就是他。赵无极、李清风，你们都给我闪开！这弟子我要封要了，谁抢我跟谁急。温长老，你这是干嘛？听不懂吗？我要收七小迪为弟子。老李，你没坑我吧？他要是无灵根，温老太婆至于这么抢吗？无灵根肯定是没错的，我亲自神识探入其身体查看的，可比法器准确得多。七小迪，加入我要封，本封主收你为真传弟子。温长老，此子是我先看上的，拜也是该先拜入我逍遥峰。滚蛋！你当是菜市场买白菜呢？我先收徒的，他应该归我要封。温老太，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吧？想打架？那来呀！看姑奶奶，我毒死你！我戳死你个老泼妇！爹，是他，就是他。你看中的就是他，没听李长老说吗？他是无灵根。相信女儿，收他没错。丫头，爹是这个青云宗的宗主，你也知道大长老一直盯着我的位置。或许你说的可能是无极灵根，但那毕竟是传说中的存在，爹不敢赌，也不能浪费任何一点资源给到一个不确定未来之人的身上。柳仙子让开，我要收拾这老东西。柳侄女，别拦着你赵伯伯，我要教训教训这泼妇。哼，谁要劝你们？你们爱打就到一边去打，别打坏了我小师弟。来吧，跟我回宗主峰。思玲，小迪到底哪里好啊？这么多风抢着要他。不愧是我们夫君，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丫头，别胡闹，我宗主峰不能随意收弟子。爹，我和小迪已经私定终身了，你要是不收他，就等着女儿与他私奔吧。胡说！你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事？休想骗为父！不信你问七小迪，昨天我们在灵池里是不是裸身相见了？他是无极灵根，我以身相许也是为了留下他，是为了青云宗好，也是为了爹你好啊！引以为傲的女儿，竟然将清白给了一个无灵根的废柴，这让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家中不可外扬，这种事打死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大长老。我得想办法把七小迪留在身边，以免他到处乱说。七小迪，仙儿对你赞赏有加，本宗主决定给你一个展现的机会，你可愿拜本宗主为师？弟子七小迪拜见宗主师尊。宗主，你们这是作弊啊！哪有你们这样的？宗主亲自下场，我拿什么争？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宗主独具慧眼，收一个无灵根为弟子，本长老佩服。我青云宗有你这样眼力卓绝的宗主，还真算得上是宗门之幸了。灵根只是修行的一部分，并不是绝对就会没出息。放心吧，我爹收的这个弟子，你拍马都赶不上。是吗？你是说我新收的这个7品灵根的天骄，还不如他这个无灵根的废柴吗？我对柳师姐仰慕已久，一直听人说你是风华绝代的女天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有屁快放！
少说这些客套话。半月后就是新弟子祭拜青云宗祖师爷的日子。按照惯例，那天新弟子们会在广场比较高下。其实，如果我赢了你看好的这位师弟，能否请柳师姐陪我花前月下，陪酒3杯，算是对小看我的歉意。如果你输了呢？我若输，就退出大长老的轮回峰，拜入你宗主峰门下，如何？刘文晨眼睛一亮，他倒是很稀罕这位七品灵根，可惜七小迪根本没本事赢。可以，那我就等着你退出轮回峰。那个师姐，不该先问下我的意思吗？师姐的身子是白看的吗？压根什么都没看到好吗？不是吧，你竟然脸红了？我答应就是了，以后凌迟的事不许再提了。思玲，我怎么感觉你马上就又要有一个姐妹了啊？这位宗主之女对夫君的确很感兴趣的样子。这一瓶下品玄元丹，还有100枚灵石，是你本月的资源。这是你的洞府钥匙，没事少出门，多修炼，知道了吗？谨遵师尊教诲。还有，明天起你就负责采集蜂蜜吧。那些狼头蜂异常凶猛，见人就叮，而且会疼的人死去活来。小迪一点经验都没，就让他去干这个。爹，你这是不是在打击报复？狼头蜂不死一典里看过，是一种名贵的灵蜂，其蜂蜜蕴含独特灵气，是高阶修士梦寐以求的修炼珍品。本峰任何弟子都有差事，他也不能例外。此任务要确保3天内采集到1斤，否则就要受罚。师姐，我没问题的。我爹明显是报复你，给你最棘手的差事就算了，连洞府也是最偏僻的。小迪反倒很喜欢此地，非常适合自己炼丹炼药炼体。他来青云宗本身就不是为了扎堆热闹的，反而越亲近越好。多谢师姐关心，此地我很满意，任务你也放心，我不会让师尊失望。傻瓜，差事我也会一起想办法的，咱一定要让老头子对你刮目相看。猛虎湾一成，接下来就开始修炼铁血真经吧。这把剑太重了，不知铁血真经第1层修炼完后，施展起来会不会轻松一点？第1层铜皮铁骨修炼小成，巨人宗整个宗门都无人能修炼的铁血真经，居然被我练成了。果然有用，此剑的分量感觉变轻了好多。七师弟，新进弟子都要与众师兄师姐打个照面，所以师兄让我喊你过去聚餐。谢谢师兄提醒，我稍后就去。他就是柳师姐强烈要求师尊才勉强收下的小师弟呀，听说是无灵根呢。柳师姐为了他，竟不惜和轮回峰的曹阵赌上了，那风头比咱师尊新收的6品灵根的陶师弟还大呢。新来的，听说你他娘的很会讨女人欢心呐，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大师兄，你快阻止一下呀！万一陶师弟失手伤了七师弟怎么办？新人之间起争执很正常，让他们较量一下，分清强弱尊卑也好，以后也能减少很多矛盾。我追了这么多年的柳师妹，居然对你如此青睐，今天就让你吃些苦头。还他妈是，真以为有柳师姐罩着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新人之间谁是老大？靠的是本事而不是女人，知道吗？把手拿开！陶蛮牛乐了，非但不拿开，还慢慢施加力量。他走的是法体双修的路子，手上的劲道可以轻易捏爆岩石。怎么？你还想跟我比手架？瘦不拉几的，能有几分？还想比吗？不比了，不比了，我认输，认输了。疼死了我！快给我止痛丹！上次我们仅剩的止痛丹都给你吃了，已经没有了。止痛丹可没有这个效果好。难道师弟的差事也是采摘狼头蜂蜜不成？借你们绳子用用。师弟不可，现在蜂巢里出现变故了，蜂群已经进入狂暴状态，
水血多危险。哦，我们下去之后才发现，有一只灵兽闯进了蜂巢，它正在大肆的吞噬蜂蜜，让狼头蜜蜂们全都躁动起来了。师弟还是改天再去吧。改天都不知道被那灵兽破成啥样了。我下去看看。这个西师弟也太自大了。我们在此等着吧，要不了多久他会喊救命的，咱们也好拉他上来。小迪其实用不着绳子，凭借他的身法足以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只是没必要太过人前显圣。这里就是蜂巢所在的洞穴了。小迪身上的玉瓶释放出一股惊人无比的香气，狼头蜜蜂凑近之后，居然不攻击，而是围绕着它不停的旋转。幸好来得及时，不然这里多少蜂蜜都不够这小东西吃。而且它仗着皮糙肉厚，狼头蜂居然也耐不住。小东西，快滚开！爪子还挺锋利啊，速度也快得不可思议。要不是我刚修炼有成，刚才这一下伤口要见到骨头了。小灵兽似乎也吃惊了，他甚至有些纳闷地抬起了右手，怀疑是不是爪子没有活，不够锋利。碰到小爷，你算是碰上克星。没有筑基7、8层的境界，一般人还真奈何不了你。一人一斤，拿去后天交差用吧。这怎么好意思啊？都是师兄弟，有什么不好意思？师弟你简直太牛了，采摘了足足4斤多，狼头蜂居然都没攻击你。小迪此次的收获远不止这些，除了抓住一只灵兽外，光蜂蜜他就采集了10来斤之多。与此同时，青云宗城外上空飞禽上矗立着好几尊曼妙的身影。你确定我的灵宠是跑了青云城了吗？这次受潮可就是因为群兽寻找他才引发的，消息不容有失。回禀宗主，我宗弟子亲眼看到他溜进青云城了。也罢，那我就先找个借口留在青云宗吧。你们给我暗地里寻找，必须把任务完成的不错，采集狼头蜂蜜难度极大，你却能采了2斤上来。作为优秀评分的奖励，接下来1个月你都不用接受任务了。哦，嘿嘿。我特意从夜市花高价买了1斤狼头蜂蜜，早上临行前塞给了小迪，现在这怎么又多了1斤？师姐给我的那块我留在家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任务我的确已经完成了。师尊，2斤按规矩来说也只能算合格，按规矩是不能给予优秀评分待遇的。那现在呢？够吗？怎么可能还有？蜂巢暴动的情况下，就算我下去也书写完分，你还能搞到3斤之多？这就绷不住了吗？别急，我还有。蜂蜜太多压在一起容易粘连，所以我每层都弄点干草隔开了，取出来时只能1斤1斤的拿，都在这里了，不多不少，正好10斤。爹，这种程度的肯定算评级第1了吧？快宣布奖励吧！他是你爹还是我是你爹啊？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不说他都不知道还有奖励。七小迪这次的确出乎为师意料，任务评级第1，作为奖励，任务物品的1半归你所有。5斤岂不是价值1000灵石？自己辛辛苦苦1年都未必攒得下这么多。这小子刚来3天就……小迪，你这5斤拿去卖给药蜂吧，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药方，能用它调制出效果极好的养颜膏呢。哦，养颜膏，不死一点里好像提到过类似的药方，卖给药蜂的话，还不如自己来调制。也好，等我有了养颜膏，送师姐1份。算了吧，药蜂女弟子众多，他们自己都不够用，我1个月也才能买到1瓶，宝贵的不行呢。早上柳仙儿送她蜂蜜，让她去交任务的举动，让小迪心里暖暖的。除了悠然和思玲，柳仙儿是第3个关心她的人。师姐等着就是了。除了任务奖励的5斤蜂蜜，小迪自己还有2斤存货，再加上柳仙儿送的1斤和一些辅助灵草，现在这锅里足足有10斤养颜膏。确实按不死一点上的配方炼制成功了，就是不知道这些养颜膏比药蜂的效果如何。看来我得去青云城里找人试试看了，这要万一出问题了，他们也不会找到宗主峰告状。来自青云宗的养颜膏，赔本赚吆喝，免费试用。也不知是免费2个字管用，还是青云宗的招牌响，没喊2嗓子，就有很多路过的女子停下来观望。师尊，这小子是江湖骗子吧？青云宗的弟子怎会在这里卖养颜膏？而且横竖都不像是药蜂弟子。但他手中的药膏可不像是凡物，我感知似乎用了不少名贵的材料熬制成的。这位小哥，妾身想试上一试。气质独特，衣着谈吐皆不凡，不像是普通女子。管他呢，反正以后又不会有交集，皮肤弄坏了也找不到我。好的，那就在仙子手上涂抹试一试吧。
龚采衣轻笑着把玉手伸过去。作为一宗之主，尽管保养很好，可岁月无情，尤其是虎口处皱纹清晰，再好的妆都掩盖不住。这小家伙的手法不像是外行呀。你在一旁稍等，等待药力完全吸收即可。下一位。天哪，我脸上的雀斑没了，太神奇了！真有效啊，我手上的疤痕竟然淡化了许多。龚采衣也惊喜地发现自己虎口的皱纹神奇地变少了很多。随意过目而已，还真让我遇上了了不得的好东西了。看来自己熬制的养颜膏效果非凡，这下可以用在宗门里。小哥，你的药膏我要买10瓶，在下不卖，告辞了。那你免费让人试，试了又不卖是什么意思？小公子，我是灵兽宗的龚采衣，能否割爱卖几瓶呢？龚采衣，谁呀？不卖。岂有此理！竟然连师尊的面子都不买，我就把他抓回来。够了，还嫌为师不够丢人吗？臭小子，别被我知道你的底细，到时候要你好看。效果比药风的还好很多。师弟，你哪来的呀？你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我自己调制的祖传配方，以后除了悠然和思玲，师姐的养颜膏我也包了。算你小子有良心，师姐没白疼你。哼，七小迪，别人都在忙，你却在这里偷懒，知不知道灵兽宗宗主马上就来了？谁说七师弟是偷懒？他是给灵兽宗宗主准备欢迎礼了。七小迪，人家可是9大宗主之一，地位显赫尊崇，你就拿这种粗鄙不堪的药膏当做欢迎礼？小迪也有点无语，柳仙儿找什么理由不好，非拿养颜膏说事，自己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玩意，怎么能作为欢迎礼？小迪弄的这种药膏效果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就是喜欢呢。哼，既然七师弟有此心意，那就如你所愿，待会儿我就替你送给灵兽宗主好了。这种垃圾东西给人家当欢迎礼，不惹恼他才怪，到时候不得扒你一层皮！怎么办呀，小迪？这东西真当欢迎礼，灵兽宗宗主肯定不会高兴吧？不都是你搞出来的吗？我一句话都没说，硬着头皮上了。小迪，灵兽宗宗主来了，你赶紧躲一下吧。我去柱子后面躲一下，万一你爹叫我还得出来。宫宗主久违了，怎么有空来我青云宗呢？静极思动，想出来走走，恰巧路过青云宗境内，便想着过来看看我的盟友柳宗主了。请吧，移步殿中坐坐。宗主请留步，我一些师弟师妹为您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还请您不吝收下。是吗？让我看看。这不就是青云城路边那个少年不肯卖的养颜膏吗？这是谁送的？怎么是他？小迪嘴巴发苦，心想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前脚得罪一个大人物，后脚人家就找到家里了。完了，他真盯上养颜膏了，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么粗糙的瓶子，像是别人丢弃之物，这不是故意让宫宗主难堪吗？这是谁送的？宫宗主，这是我们宗主封小师弟七小迪奉上的欢迎礼。七小迪给我过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要么别送，要么就送顺眼一点的。拿一只破瓶子是诚心侮辱人吗？见过师尊，见过宫宗主。拿扇子遮住脸干什么？弟子刚才摔伤，脸上有伤，会惊扰到宫宗主，还请宗主见谅。那你声音又是怎么回事？最近南风天，湿气比较重，弟子偶染风寒。远处的柳仙儿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真是为难小迪了。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吗？这能怪我？我纯属躺枪好了，要怪就怪你的好女，还有你的大弟子好。柳宗主误会了，我很喜欢这瓶养颜膏，它是我见过最好用的。宫宗主，您是不是认错了？这就是一瓶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是非曲直，本宗主自有评判，轮得到你来说教吗？弟子失礼，弟子失礼。七小迪是吧？能告诉本宗主这瓶养颜膏你从何而来？半天了，他发现这瓶养颜膏的效力竟然还在持续，他手部皮肤已经变得更加润泽年轻，这种好物必须全身都得用一遍，最少囤他100瓶。我也是无意中在广场买了一瓶，宫宗主想要的话，可以让您的弟子在广场看一看，兴许能碰到对方。宫宗主，里面请吧。好险，差点就穿帮了。一个男子为什么会买养颜膏？而且他凭什么会认为这瓶养颜膏一定会让自己喜欢，而不是招来厌恶？而且这个叫七小迪的，跟那个卖膏药的少年身材很相似。那位叫七小迪的弟子，你回来。不会吧，这么倒霉？宫宗主，请问还有什么吩咐？这位叫七小迪的小弟弟，你的声音怎么又不一样了呢？
青云宗内门弟子七小迪，见过宫宗主盛宴。你和本宗主还真是有缘分呢。谁说不是啊？打死我也想不到你堂堂灵兽宗宗主，居然跑到路边摊体验免费的养年糕。宫宗主，是弟子未能识得您尊驾，您报出了大名，我也没能卖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什么情况？灵兽宗主用手捂住小迪的嘴，这也太亲昵了吧！那没啥事，我就先有宗主，我想在青云宗多逗留几日，缺个熟悉宗门的人带我逛一逛。这是我大弟子，青云宗中一草一木都熟悉，接下来几日就让他跟在你身边吧。弟子王成剑，随时听候您的差遣。宫彩一压根就没看他，一直似笑非笑的盯着目光躲闪的小迪，对方越窘迫，他就越觉得有趣。不用麻烦了，我觉得七小迪就挺好的，让他陪着我逛就好了。小迪是新人，恐办事不够灵光，惹您不快。无妨，我就要他。我新来的，对青云宗很不熟啊。那真是太巧了，我也不熟，刚好可以一起熟悉熟悉。大姐，我不就是没卖你东西，这就记上头了。众多弟子一脸无语，这种美差他们求都求不到，他七小迪感觉反倒是不乐意了。这个先赏你，本宗主是不会亏待你的。给妖兽喝的吗？我要这玩意干啥？哎呦啊！怎么，我灵兽宗就只配给妖兽炼制东西吗？还不快谢过宫宗主！这是能提升筑基境界的土凤草汁，是灵兽宗的独门灵丹。哇！弟子谢谢宫宗主。臭小子，真够现实的。这一瓶只够你提升半个境界，看你接下来表现如何。让我满意的话，兴许我会再给你一瓶。保证把您伺候舒服了。你确定没听错？七小迪是无灵根。我家好几个女弟子都打听过，真是无灵根。宗主峰居然收了一个无灵根弟子，罢了，不重要，反正也不是我灵兽宗弟子。小弟弟，你是准备带我远行了不成？家里进贼了，没办法，值钱的家当只能随身带着。小迪昨晚回家，发现小灵兽不见了，而且还把他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宫宗主，这里面全都是养颜膏，你找东西装走一些吧。这么一大桶，足足得有好几百瓶了吧？你准备先带我去哪？天剑峰。到了天剑峰后，宫彩一才知道，小迪这小子这是利用职务之便来公费看他的2个老婆来了。师尊，怎么不请宫宗主去剑冢瞧瞧呢？那可是咱们天剑峰的特色，也顺便让宫宗主抽出一柄剑作为赠礼。宫宗主不擅长用剑，怎能挑选到合适的灵剑呢？让七小迪去拔不就好了？宫宗主，我们天剑峰有一口剑冢，蓄养了108把上等好剑，请宫宗主一步。这些灵剑经过日月洗礼，蕴含剑气，需要剑术高的人才能摘取，否则会剑气外放，伤及自身。只欲替为师，把那柄金剑取下来。谨遵师命。弟子无能。罢了，这剑与本宗主无缘。这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让宫宗主脸上无光。我也没想到这个宗主女弟子替七小迪上去了。小迪犹豫了一下，真让宫彩一这么丢面子走了，他的任务便算是失败了吧？宫宗主，你若喜欢此剑，弟子为你取下便是。你还是算了，这剑气不是一般的强，伤到你了，到时候我们可没法跟你师傅交代。宫宗主，请接剑。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呀！他的剑术居然很不错，难道我此前真的看走眼了吗？气死我了！这里的剑我都无法拔下来，非但没让他难堪，还给他装到了。七小迪，带我去你们剑术最好的峰看看吧。宫彩一时间被激起好奇心，他倒要看看小迪的剑术到底什么水平。赵长老对七小迪的剑道造诣如此看好，在下还未亲眼瞧过，只是我徒儿公孙南大家赞扬，这才动了收徒之念。公孙南师兄，那可是9宗最顶尖的剑道天才。是吗？那可否让公孙南和七小迪切磋一场，让我一睹令徒的精妙剑术？
好啊，我一直想找七师弟切磋呢。公孙师兄就别折杀我了，我这点修为哪够看？别啰嗦了，我把境界压制到与你相同就是了。公宗主还请借鉴一用。两人迅速交手，剑影交错7脚，两人的简单制服无需运气，10招后只能剩下。不得了啊！难怪公孙楠如此盛赞，小迪的剑术的确有些东西。宗主啊，宗主，你误我逍遥风了。公孙师兄果然好手段，咱们就算平手吧。是我输了。公孙师兄是让着七小迪的，才不是输了。承蒙师妹抬爱，我施展的是玄级下等剑法，师弟施展的却是黄级高等。如若我们施展的是同级别剑法，恐怕我早就输了。早知道你是这种苗子，我就是跟宗主撕破脸，也要把你弄来我逍遥风啊！七师弟，你这是怎么了？我们风主病了，正等药材救急呢，我就来找你了。你能帮我们炼药吗？又坏了一锅，这已经是第6锅了，此药实在太难炼制了。大家快让一让，宗主府的七师弟来了。药方拿来我看。9味养心丸，这可是治疗心衰的药。温长老选拔弟子时不还好好的吗？七师弟，你被宗主封抢走了，师傅回来后生闷气，然后他就病倒了。啊！药宗的封主也抢七小迪，没抢到后还给气病了。极品9味养心丸，师傅都未必炼得出来。快去给温长老服下吧。药没效果吗？还以为有多厉害呢。这还差不多，他要是什么都精通，反而是怪事。药很有效果，喝下去他老人家就马上醒了。可师傅知道这药是你炼的，而且比他炼的还好之后，捶腿仰天叹气几声就又晕过去了。我在这的话，你师傅的病是甭想好了。到此。这云姨到底从哪打听来的消息？你自己看看，这像是无灵根的人吗？柳宗主真是好福气，我要是有这样的弟子就好了。师尊，咱们可是女子宗门，没有收男弟子的先例。用得着你提醒，羡慕一下都不行呀。是这狗东西，居然跑到大长老的轮回峰去了。这是哪个峰？我想上去看看。天色不早了，明日再来吧。大长老一直对宗主峰不对付，临行前宗主特意交代了小迪，尽量不要带宫彩衣去轮回峰。那我宫宗主大驾光临，我马上安排人设宴。峰长老不必多礼，路过贵峰，见峰中景色奇峻，故此上来瞧瞧。那在下亲自带宫宗主四处走走。不必了，我接连走了几座峰，有些乏了，就在此看你们这些弟子参悟吧。芷月，你自己去到处走走看看吧。曹震，快去陪着芷玉师妹。不必了，我想一个人随便逛逛。宫彩衣让自己的弟子单独行动，难道是想在我轮回峰上找寻什么吗？这小子竟然也在，柳问晨那家伙打主意打到我头上。我记得你叫齐小迪吧？见过大长老。看来有必要杀鸡儆猴一下。宗主如此器重你，想必定然有过人之处吧？刚好我的弟子正在参悟魔科石壁，你要不要试一试？哦，魔科石壁乃是一处天外陨石，据说最强的能领悟到玄级高等秘法，可若悟性不够，强行领悟则会被武道意志反伤。小迪，我观此时并非反悟，你若没把握，拒绝便是。既然大长老如此抬爱弟子，那弟子就是上一世。不过领悟到任何招式都归弟子所有，到时还请大长老不要为难。你是新弟子，我也不对你做多大期待，只要你能和曹震一样领悟出黄级中等的招式，我不仅把招式送给你，还奖励你一粒极品玄元丹。这等好事，我得告诉我的2位老婆。你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着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4只要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看着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联想拯救者2 9000P 也只要39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不错，
我也给弟子买一台。那就提前谢过大长老了。哎，不会吧？难道这家伙还有很强的悟性不成？这就太逆天了吧！好强的阵意，这招式只怕超越了玄级，达到地级了吧？魔科十地中的确有一道地级之法，我等都曾领略过，极其深奥晦涩，至今无人能领悟。居然没反噬他，就一瞬间消失了。这小子运气还真是好。我在期盼什么？那可是地级指法，就算把完整的功法摆在我们这样的长辈面前，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参悟的。虽然没参悟到什么招式，但也没被反噬，这很符合你无灵根的表现。还以为宗主说的是个人才，看来是本长老误会了。龚采衣也缺了兴致，远远看到止于空手而归，便知道小灵兽并没有抓住，心中更是失望，萧索的起身便准备离去。本想装个不输不赢的样子，这样双方都体力一些。可你大长老偏偏说话这么难听。大长老，我有说过我没领悟到招式吗？长虹贯刃。黄级高等剑法，断空斩，玄级下等刀法，蛟龙摆尾，玄级中等拳法，分光腿，玄级高等腿法，足足领悟了4种招式秘籍。请问大长老，我这些功法又是谁教的？我们宗主峰可没有刀法、掌法和腿法的功法。是老夫看走了眼，宗主峰果然收了个天骄弟子，那咱们就祭祖大典上再学雌雄。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小迪和龚采衣一行人离开轮回峰后，宗主便大摆宴宴。结束后，小迪便急匆匆赶回到自己洞府。现在他脑海中回想着今日所见的那道地级指法，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自行消失了，其实是小迪将其领悟了。师尊，你真要收起小弟为弟子吗？我灵兽宗的地级祖传功法，自祖师爷之后就无人能领悟。或许小迪可以做到。师尊，你别想太多了。他今天领悟到最高也才玄级高等，而玄级跟地级完全就是2个概念，小迪多半也够呛。你说的也对，所以为师还在犹豫。地级功法，此子我必须收为弟子。可他是青云宗弟子。师尊想收他，还要问过柳宗主答不答应才是。想带走肯定不容易，恐怕得付出一些代价。走吧，我们从长计议。地级指法的威力果真不俗，可惜只有一招，只能在出其不意的时候使用。土凤草之，宫宗主说只能让我突破半层，那就让我试试看看。不愧是筑基期神物，直接帮我提升了9层，再加上轮回峰得到的一颗极品玄元丹，终于突破到筑基4层。小东西，终于又落到我手里了吧？横着切还是竖切呢？也不知道肉的味道腥不腥，是清蒸香一些，还是爆炒入味好一些。自从被这小东西逃走后，小迪便专门为他炼制了一种3不醉的灵丹，只要他再来偷吃，必然被迷晕。还挺倔，那就炖汤吧。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放了你吧，你总来捣乱；不放你吧，你又没什么用，还是打了你算了。空间能力吗？还好我怕你咬断绳子换了特制绳索，看来你无法带着绳子一起瞬移。这么看来你好像还有点用，但是我也不能一直守着你，不嘎了你的话，你让我很难办。你想认我为主？小迪不再迟疑，立刻将一缕灵魂之力打入这道白光中，顿时其心里就出现了小灵兽的想法。就凭你这等凡人，也想在我体内种下灵魂印记？小爷先忍你一手，等你不防备了，小爷再给你一个惊喜。你可以试试。我竟然无法强行抹除印记，这家伙比我的灵魂之力还要强。小迪心念一动，小灵兽便感觉像是有一把匕首在脑子里狠狠捅了一刀般，痛不欲生。小麒麟错了，主人饶命。你是麒麟，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是孤单一只。上次被很多妖兽还有人族强者追杀才到这里，只是觉得叫麒麟比较威武霸气。臭屁的家伙，有空帮你查查。先一边玩去，我要修炼了。主人，我能嗅到你身上有很多灵丹，可以给我吃点吗？我是一名魂师，今后跟着我，有的是你灵丹吃。再也不用辛辛苦苦找天才地宝，还被人追着跑了。今天一早，小迪准备带宫彩衣游览青云宗外门，但在这里却遇到了巨人宗宗主二人。宫宗主，你来青云宗干什么？和宫宗主一样，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来干什么。宫宗主风采依旧，让我看到了当年绝代风华的你，一时间这手就没忍住。宫宗主且慢动手，这种家伙不给他点教训，他是不会收敛的。宫宗主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行，我听小迪的。我都没劝住，小迪一下就被劝住了。我这个宗主这么没牌面，能让宫宗主这么重视的宗主封弟子，莫非是柳宗主的爱徒，那位法体双修的陶蛮牛？是吗？跟我比比如何？承蒙孔宗主错爱，这是猎徒期小迪资质低劣不值一提。柳宗主是故意这么说的吗？为了保护这个天骄弟子吗？不，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很强，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气血之强，在同名中仅见。想不到我巨人宗外还有你这样的炼体天才。这家伙怎么又冒出了一个隐藏本？铁血真经就是他们家的，真切磋起来不会被认出。孔宗主，以不远千里来我青云宗所为何事？或者挑明了说吧，二位宗主来我青云宗是寻找什么？我来寻找我的灵兽。彩衣妹子，我既然都来了，你就不用再装了吧？什么叫你的灵兽？那明明就是天地奇兽。本次兽潮的起因是一只天地奇兽出事了，妖王率领群妖寻找，才导致兽潮的出现。而我一路追查，发现他藏进了你们青云宗。不会吧？他们寻找的天地奇兽不会就是小麒麟吧？难道是妖皇或者更高级别妖兽的子嗣？不确定，但来头肯定不小。柳宗主，既然我们二位都已经知晓此事，你再想独吞是不可能了。不如咱们就各凭本事，谁抓到算谁的。这阵子青云宗可谓是热闹非凡，就差被几位宗主翻一个底朝天了。但是始终没有小灵兽的踪迹，于是宫彩衣也准备返程了。青云宗附近是10万大山，既已追丢，再想寻觅，恐怕比大海捞针还难。小迪，宫宗主明天就要走了，他特地传你过来，有要事相商。哦，宫宗主，弟子对宗门不熟，近日招待不周，还请宗主海涵。小迪，你觉得本宗主如何？风华绝代，温和宽厚，有幸为您效力是弟子的荣幸。那你愿不愿加入我灵兽宗，继续为本宗主？加入我灵兽宗，我让你当少宗主。少宗主，你莫不是说笑不成？那可是弟子能得到的最高级别。柳宗主还想要什么，不妨直说，带走他我是很有诚意的。宫宗主言重了，你愿意要他那是他的荣幸，只要小迪同意跟你走，我是无所谓。莫非柳问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徒弟是个大宝贝？师尊，宫宗主转让这件事是不是该先问过弟子的意见？刚才本宫问你对我印象如何，你亲口说的很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柳宗主，我愿意再奉送一份此物作为谢意。化形大妖身上取下的妖皇血，炼体圣物，巨人宗没少求你们卖他们一点，你都没卖，你这是认真的吗？我也只是不想柳宗主将来觉得吃亏。此事甚好，甚好啊！你要把小迪送给灵兽宗，就为了一瓶妖皇血？小迪可是10头妖皇都比不上他，何况是一瓶妖皇血？看着自己这败家爹被区区一瓶妖皇血收买，柳仙儿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柳小姐欺小迪这样的无灵根，一瓶妖皇血还嫌少吗？宫宗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小迪到底有多大本事？你清楚，我也清楚。想要带走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仙儿不得无礼。爹，你是不是忘了女儿和曹震还有一个约定？我还指望小迪胜利呢。你是想看着女儿被大长老的弟子欺负是不是？刘问臣一拍脑袋，这才想起这一茬，事关自己女儿和轮回峰之争，他还真不能小觑。宫宗主，看来转让弟子之事得等祭祖大典结束后再谈了。柳丫头，我也和你赌一把如何？如果小迪比试输了，他就跟我回灵兽宗；反之呢？应该快结单了吧？如果小迪赢了，我就开特例，允许你来我灵兽宗摘取一颗地龙晶核。灵兽宗结丹弟子才能享用的至宝，外界根本无法获取。没办法，这丫头恐怕知晓小迪的底细，现在只能仗着小迪修为不高，虽然跟压制境界的公孙楠打了平手，但真在比试上遇到高境界之人，只要他不用出偷师的地级指法，多半应该还是会输的吧。柳小姐，敢不敢赌呀？
赌就赌。龚宗主，听说你和柳宗主的千金赌了一把，要不要和本宗主也赌一下？没兴趣。孔宗主，我们弟子的切磋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你安静一会儿。新弟子倒是不少，就是不知道有几个能看了。刘问成脸色沉了沉，孔元霸还是这么目中无人，但谁让巨人宗是9宗最强的3宗之一，青云宗又是最弱的3宗呢？抽签天王轮回风曹震对战逍遥风曹素林，宗主风曹蛮牛对战天宗游江涛，宗主风七小迪对战狂刀风郑九。是曹震和陶蛮牛本次比试的最强2个种子选手。是啊，运气好，如果抽中许一鸣、许悠然和陈思玲3人，还有一战之力。七小迪这家伙运气真差啊，居然抽中了狂刀锋的郑九，那可是筑基5层高手，而且修的一手黄级高等的刀法。你就是那个无灵根的宗主弟子，待会可别3招被我干趴下！哼！随着弟子们顺序安排好，切磋很快就开始了。曹震和陶蛮牛不愧是众望所归的新人弟子，皆在5个回合内成功击败对手，且都留有余力。其余切磋也有条不紊的进行。青云宗到底是不行了，没什么厉害的苗子，也就曹震和陶蛮牛马马虎虎，算得3流吧。孔无双，敢不敢和我较量一下？你不是我对手，对你没戏。最后一组，七小迪对战郑九。哼，就这个无灵根还想跟我一战？悟性好不等于战力高，我看他都未必有资格站到我的面前。我唯一视为对手的人，总算上场了。你的兵器呢？不需要。哼，狂妄自大的家伙，也罢，我就当做一回善事，用我的刀来打醒你。千军万马，这招威力不俗啊！随着“砰”的一声沉闷声响，这倒不像是刀声，却更像是拳脚之声。众弟子好奇的向烟雾中望去。我就知道这家伙不简单，不过是运气好，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赢了对方而已。什么眼光？说你是3流还不服气？就算是你遇到刚才那一拳，多半也得凉。李长老，你不是说他是无灵根吗？怎么比我亲自带回来的新弟子还厉害？只是巧合，巧合罢了。第1轮切磋波澜不惊的结束，刘问成很快让胜利的10名弟子进行了第2轮抽签。宗主风七小迪对战宗主风曹蛮牛，这孩子运气太背了吧？不过剩下的都是强者，他抽到谁不是败的？孔无双，你不会觉得七小迪还能赢吗？为什么不呢？你还确信七小迪能赢吗？毫无悬念。此子必败无疑，你们且看着就是。老夫看人从来不会有错。切磋开始。我认输。陶蛮牛，你他妈搞什么鬼？这也行？难道陶蛮牛有什么把柄落在了七小迪手中？陶蛮牛怎么可能不如七小迪呢？一定是2人在赛前有了某种私下交易。龚彩一自以为相处半月已经看透小迪了，但现在怎么越发觉得看不穿了呢？接下来的2轮切磋中，小迪轮空一次被大家认定是最强运气王者，曹震再次获胜。而令人意外的是，许一宁竟然也凭借一手惊艳的身法闯进了半决赛。小迪，别以为境界比我高就看不起人，你靠透支潜力达到筑基4层，以后就很难再往上攀升了，而我会慢慢超过你。我怎么瞧不起你？懒得搭理你。是，你说的都对，是最棒的。我来跟你切磋，敢不敢？七小迪，不如我也加入其中可好？刚好你和这丫头切磋一场，我来帮你搞定曹震，然后你我好好战一场。师尊，请允许我教训教训这个无礼的家伙。不要给我轮回风丢脸。此乃我青云宗的祭祖大典，外宗弟子不得参与其中。莫非柳宗主是担心你家新弟子技不如人？于是开始吧，七小迪和许一鸣先来。这大长老是越来越放肆了，都敢带我发号施令了。刘问成心里怒火冲天，可碍于2位外宗宗主在场，他也不能。七小迪，看招！我怎么你了？出手这么狠！都到青云宗了，怎么还一副大小姐脾气？闹够了没有？七小迪居然敢如此欺负许师妹，一会要你好看！你先赢了孔无双再说吧。
我这把剑是中品法器，锋利无边，待会要是伤了你可别怨我。出手吧，让你3招。我曹振天纵之子，与人切磋多年，想来只有我让招给别人，被别人让招还是第一次。长空一击，追星逐月，风云覆地。这反应速度也太惊人了。挑战我侄儿，亏你们有胆量。他是我见过最具炼体天赋的，比我少年时期还要强得多。少瞧不起人，看剑。小子，3招已过，爷爷就不陪你玩了吧。孔无双站着不动，他都奈何不得，何况是3招已过，对方完全就是以碾压的姿态获得胜利。你干的好事，让我纵丢尽脸面。你不是还有个弟子在吗？又不是只有我轮回风的弟子输，你的不也一样要输？我会尽全力，你最好不要有所保留，不然我不能确保你安然无恙。当然，小迪所说的全力是将子剑和地级执法除外。竟然还敢说出这种狂言，孔无双多厉害，刚才没看到吗？没看出来，不过你有多无能，我倒是看出来了。怎么，柳丫头没信心了？小迪对付曹真，我相信没问题。可是对孔无双的话，既然如此，七小迪不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哼！六门之境开。体术也有境界之分，所谓6门便相当于筑基6层，但是同境界的法修绝对不是体修的对手。直面孔无双强大气场的小迪，却反而松了口气，将自己的境界完全压制到了普通人水平。对比21级的徐刚烈，孔无双的体术实在是嫩。动手吧，让你3招。手臂的骨头像是裂开了一般，又重又麻。小迪压制修为，仅凭肉身把9宗第1的炼体天骄给击退了。咱们青云宗还有希望，七师弟加油，为我们青云宗正义。是我看走眼了，我收回刚才让3招的话，你值得我认真对待了。泰山裂石，如此结果，震撼的在场之人目瞪口呆。全力以赴的孔无双，9宗第1炼体天才的孔无双，一招击败青云宗第1新人的孔无双，被七小迪在他最引以为傲的领域一招击败。小迪干得好，干得好啊！小子，你下手太重了吧！人家的祭祖大典，你们巨人宗非要凑过去耍威风，被人灭了威风，就恼羞成怒不成？好小子，我记住你了。多亏宫宗主维护小迪，孔元霸向来霸道护短，换做往日，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唉，我是真喜欢你呀，可惜你与我无缘。这些时日，宫宗主对我照顾颇多，晚辈铭记于心。按照约定，这第2份土灵草汁也送你了。谢谢宫宗主。还有这把你为我取下的金剑，当是我个人送你的礼物，留着做个念想吧。哦，嘿嘿，小迪高兴异常，这乃是剑中里的一把中品法器，他的紫剑威力固然强大，但除非面对生死大敌，不宜动用。宫宗主恩情，晚辈都不知该如何报答了。我要你报答什么？他日若有机会来我灵兽宗坐坐吧，本宗主亲自招待你。晚辈必定登门拜访。这个讨厌的女人总算走了。小迪干得漂亮，你拥有如此强的炼体天赋，倒是让为师甚是意外。可惜青云宗的炼体资源远不如巨人宗，无法给你太多资源帮助啊。弟子曹振不孝，未能赢下赌约，现在履行约定，退出轮回峰。宗主，我愿加入宗主峰，但我不屑与小迪为伍。宗主峰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小子，你是在威胁我吗？你的灵根的确很让本宗主艳羡，但你轮回峰就教你如此品性、如此做人的吗？那就请你离开我青云宗吧，如此天骄我宗培养不起。今日之耻，我曹振他日必报，希望将来你们不会后悔。7品灵根放在9宗任何一个宗门都是宝贝啊！小弟你要是法修该多好啊！
明天让仙儿带你去藏书阁领取奖励吧。小迪，1个月后就是我宗的弟子评级，这次的主管是轮回峰真传弟子唐天龙，恐怕他们到时候会刁难你啊。哦，这个评级很重要吗？如果评级是低等，便会被外放到青云宗管辖的城市担任城主，比如你们孤州城的城主叶继峰，他曾经就是被评级刷下来的弟子。他们如果以表现不佳给我强行定一个低等，自己岂不是要被迫离开？离了青云宗就没有各种修炼资源。不行，自己到时候一定要展现出让他们无可挑剔的实力，让他们没脸打出低等。这就是本次祭祖大典的第1名了吧？正是，还请黄爷爷行一个方便。你叫什么名字？七小迪。你就是赵无极那小子提到的七小迪啊！居然能拿下新人第1，还真是有些本事。不和柳丫头，你来干什么？以往的新人也没瞧你亲自领着来呀！莫不是年龄到了，动了春心？黄爷爷莫要开玩笑，小迪是我师弟，仅此而已。七小子艳福不浅呐！进去任意挑选一本功法吧，限时一盏茶。藏书阁的书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挑一本什么功法出来。小迪来到藏书阁的剑法区域，随着修为的增长，他的黄级上等7星剑诀已经有些不够看了，所以此行目的是寻找一本更高的剑术功法。但此地整整10几个书柜，一盏茶时间也只够匆匆浏览1、2。此法来自天外一块陨石上所刻，修行困难且剑招频繁，唯一优点是施展时可产生轻微震荡效果，威力普通如黄级功法，但因为修行困难才破格定为玄级。这是什么奇葩功法？谁会选这种啊？不对，既然剑招频繁，又如何引来震荡效果？难道是尝试此剑法的人并未领略出正确的剑势？探查时间到，写在选中的功法出来吧。小迪，你怎么选这个呀？这就是一本废功法，好多人不信邪都选了它，结果练出来后和介绍一模一样。什么？原来和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不止一个，那自己岂不是掉坑里去了？看来你这娃娃眼力不咋地呀。我试试再说。以往所有弟子都是这么说的，一个个的绝驴脾气，不到最后不死心。这么快就领悟出来了吗？就算是一本黄级下等功法，普通人都得1个月才能入门呢。自己修炼一遍，竟然也是这个鬼样子，除了有些空气震动之外，威力弱得可怜，这不合理啊！是不是自己弄错了什么？难不成是抄录雕刻文字时出错？原来是这样，分光一剑。这一剑竟引发了雷暴般的巨响，震得气流飞扬，劲风呼啸。莫大的雷声更是把毫无防备的柳仙儿都吓得躯体一震，双耳嗡嗡作响。日出沧海，天地兴落。这是剑心云柯吗？全级高等功法都没有这么强的威力。许一宁，你怎么又来了？七小蝶，看着。丫头，主动退婚的是你，我都没招惹你，为什么总是追着我不放？今天不为别的，就问你下一集什么时候更新？已经加班在做，着急看后续的宝，可以点击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然后搜索神树奇谈，提前看后续精彩内容。记得是神树奇谈，不要搜错。大家帮忙下载一下，下载过的帮忙搜索一下，增加曝光量就可以了。我先。师姐，孔宗主离开青云宗后，去了一趟百兽山，把那里兽王的配偶给杀了。那兽王误以为是我们青云宗干的，正在我宗境内的城池肆虐呢。宗主紧急召集全宗弟子和长老集合。小迪和柳仙儿刚从藏书阁出来，就看到一些弟子匆忙的往山下赶，拦了2个人，才得知如此变故。这个混蛋，那只兽王相当于结丹境强者，其麾下更是有妖兽数千。小迪，我们也赶紧过去吧。百兽山妖兽动乱，正在入侵石城，现在抽调100位弟子奔赴石城，斩杀低级妖兽。听说妖兽都拥有种种诡异的天赋神通，极难剿灭。是啊，我们这些弟子上去的话，恐怕危险系数不小。本次行动将论功行赏，猎杀1头炼气期妖兽可得1功绩点，筑基70点，结丹境妖王100点。凭借功绩点可进入青云宗圣殿修行，功绩点越多，可修行的时间越长。那可是太上长老们才有资格去的地方，修炼1日相当于外界修炼1个月。现在开始随机抽选弟子。黄刀锋郑九，药锋苏宁修，轮回锋张叶凡10人前往碧流城。轮回锋唐天龙，天剑锋许一宁，逍遥锋周承志，你们10人前往孤州城。宗主锋七小迪，天剑锋丁万平，天剑锋陈思玲，你们10人前往云阳城。小迪，
我们这队有唐师兄，你敢不敢跟我们小队比一比，谁的积分多？那我打电话问一下其他队员要不要跟你比。你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着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4只要2300，比新机还便宜了2000。看着还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而且转不只有手机，联想拯救者 R9000P 也只要3900多。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快回答我，到底敢不敢比？这丫头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怎么见到我就总要针对我？许小姐，小迪跟你的事早就翻篇了，过好自己的生活吧。我家小迪其实很少在意你了，你不过是小妾而已。之前我没比过我姐姐，现在连你也敢来教育我，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能不能活命吧。那就不劳你费心了。我相信夫君会保护好我，也会带我进入圣殿修行的。你放心吧，许师妹，我会让你知道，哪怕只是跟我组个队得到的好处，也会胜过那个什么欺小迪的女人10倍。时至小队已经划分完毕，给你们1炷香时间准备物资。怎么样，七小迪？看我师傅给我准备的物资，你呢？连根毛都没有吧？夫君，我看你好像没准备物资，我的这些丹药灵符都给你用。傻瓜，你认为我会缺这些东西吗？还没离开宗门就这么亲热，到了外面还得了？司灵不敢，作为正室尚且没与夫君行周公之礼，妾身哪敢后来居上？都你玩的，瞧把你吓的！我既然接受了你，又怎会介意？司灵就交给你了，不许让他少一根汗毛。师尊给的这些物资，怎么感觉不香了呀？你倒是还挺会享福的。尽管早就听说小迪有2个老婆，可亲眼看着他左拥右抱，柳仙儿心头还是有些不舒服。我给你准备了些物资，希望你能用得上。谢谢师姐。柳师姐的好意，我替夫君心领了。司灵会与夫君分享所需物品，就不劳柳师姐费心了。同是女人，悠然又如何看不出对方的心思？当她的面送小迪如此多的物资，既然对方想挑衅，她自然不能退让。我给师弟东西，似乎用不着你过问吧？小迪，我和司灵不希望你收其他女人的东西。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柳师姐，你看。别说了，你好狠的心。小迪只感觉一个脑袋2个大，不过非要在他和2位老婆面前比较，自然是老婆更加重要。姐姐干嘛这样对他呀？你又哪里懂我的难处啊？这位宗主之女性子高傲，她以后与小迪无缘便罢了，若是真有缘，你说我是阻止还是不阻止呢？如果阻止，便是缺了正室的风范，少了对夫君的3从4德。可如果不阻止，你觉得这位宗主之女会甘居你我之下吗？所以我现在就要让她明白，想要加入，要先知道谁才是做主的人。真是为难姐姐演一回黑脸了。还不是怪我们夫君太能招蜂引蝶了，我都邪了门了，你们一个个的都往他身上扑，这是凭什么呀？七师弟，师傅让我来给你送东西。你上次调制好9味养心丸救师傅一命，这是他老人家让我转交给你的。那这个呢？这也是师傅送的。温长老一把年纪还喜欢粉色，实在难得啊。我还有事，我先告辞了。人家是感谢我帮他完成考核任务，看把他吓的。是他自己心虚，我又没说什么。如此沉重，该不会是逍遥峰才有的子午玄铁甲吧？那可是你公孙南都没资格动用的宝物。如此贵重之物，我可收不起啊！你可收下吧，不然太上长老要找我师傅麻烦。公孙南到现在都没明白，为什么他们逍遥峰的太上长老黄占天点名道姓要逍遥峰和七小迪建立良好的关系，还要确保小迪不要死在外面。这可是能够挡住结丹3层以下攻击的护甲，我眼馋好久都没机会得到，也不知道你小子给太上长老灌了什么迷魂汤。大哥，咱们是去斩杀作乱的妖兽，不是去郊游的。时辰已到，即刻出发。看样子，此城并未受到太严重的破坏。云阳城有着10城中最多的武道世家，除非兽王亲至，否则别想掀起浪花。听说丁师兄的丁家便是云阳城3大武道世家之一，族中强者辈出，城主都要尊敬万分。丁师兄为人还真是低调，这种事情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呢。以后云阳城不再有3大武道世家，而是只有一个最强的武道世家——丁家。我接到族中传书，云阳城近日来了一尊1星回师，而我们丁家有幸成为了他的合作对象。
这意味着什么？诸位不会不明白吧？魂师不多见，自由魂师更是稀少。目前为止，小迪就知道一个秦文远，还被自己吓得举族搬离了孤州城。你说的一星魂师是不是姓秦？这么隐秘的消息你都能打探到，不过这也就是极限了。其他关于那位大人的消息都是绝密。绝密吗？但是貌似我比你们还了解。你回来干什么？回禀家主，柳宗主命令我们10人赶来云阳城，击杀百兽山的作乱妖兽。怎么全是些低阶弟子？我丁家的庶子当领队，那队员的修为自然不会高到哪去。怎么说你几句还不服气吗？不敢。难怪丁师兄一直隐瞒家族信息，原来自己是个庶出子弟。别看青云宗的弟子资质不怎么样，但这容貌倒是真不错呀。小美女，我看你还没筑基啊，今晚来本少主房间，我亲自指点你。少主，这是我天剑峰的小师妹，能不能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她？面子可以啊，这个面子够不够？不够呢？现在呢？够不够？当着青云宗弟子的面被如此扇耳光，丁万平心里耻辱万分，但他不敢发怒，因为对方是丁天象，是他惹不起的绝世妖孽。看到了吧，小美女，他们不过都是一群没种的废物，跟着他们1年也比不过跟我1夜。区区蝼蚁也敢向我出手？再有下次，就不是碰。小子，你是青云宗哪个峰的弟子？宗主峰弟子七小迪，同时也是我的未婚夫。天机阁弟子又如何？还不是败在小迪的剑下了。我们再来一次，刚才太轻敌，我没发挥出来真正实力。此话倒是不假，否则堂堂筑基8层大修士，也不至于如此不堪。住嘴！来者是客，岂能无礼？若是其他峰弟子倒也罢，但他是青云宗主的弟子，如果在我丁家被打伤，岂不是打青云宗主的脸？诸位青云宗弟子，原来即是客，就让万平安排你们在府中住下吧。另外，秦大师马上要莅临我丁家，你约束好同伴，不要在府中乱闯，以免惊扰了大事。夫君，图册中的妖兽种类多达上千种，你就算看完，也未必记得住呀。小迪脑海里清晰浮现出各种图册里的内容，此书乃是公孙南给的物资中之物，常人需要几个月才能完全掌握的妖兽资料，他用赶路的2天就完全记下了。放心，灵儿，我会争取到足够我们2人都在圣殿修行的功绩点的。七师弟陈师妹有一只妖兽袭城了。这是什么妖兽？筑基8层的丁天象都奈何不了他。这是妖兽中少见的异类，名为猎山兽。百兽山居然还有这种妖兽。快闪开！此兽已非我们能处理，赶紧通知3大世家。你快走！七师弟，快闪开！然而小迪非但没有闪躲，反而盯着其即将拉动天，全力运转身法入过去。猎山兽浑身坚硬如铁，鼻子也是如此，唯独蓄积天赋神通之时，鼻子却柔软无比。小迪正是抓住了他这唯一的缺点，一击致命。猎山兽浑身都是宝，可不能浪费。七师弟一个人就杀了猎山兽，这可是丁天象和诸多丁家护院联手都束手无策的厉害妖兽。何止是束手无策，分明是被追杀的狼狈逃窜。动静为何如此巨大？猎山兽，数日前就是他率领妖兽攻城，还把洪家家主给打伤了，你们居然将他斩了？他不过是运气好，稀里糊涂杀死了而已。是兽群，猎山兽是先行破城，为后面的兽群开辟入城道路。这下总该轮到我大展拳脚了吧？
这群妖兽虽然不如猎山兽那么棘手，却也个个身形矫健，还精通不同的火灵天。林天象此刻面对的妖狼竟也是火大一通声波就进去。好几十个回合后，才显出6小时斩杀的一头妖狼，而其余地方已经出现了伤亡，数位丁家护院都被妖兽给咬伤，甚至是当场死。就是如此简单，却有一道灵的身影，仿佛幽灵一般穿梭在兽潮中。短短半秒他，小迪便斩杀了足足5头筑基境妖兽。七小迪明明修为不高，杀起妖兽却比丁天象还轻松，这样下去，功绩点都要被他拿走了。你们这群废物，还不如人家一个人。青云宗弟子们无语到极点，丁家主这是被逼的老脸都豁出去了。有了筑基9层加入，丁家众人的处境才大为改善。不多时，这群小骨兽潮全被歼灭，最终小迪一人斩杀7头筑基境妖兽，丁家联手斩杀3只筑基境、3只炼气境妖兽。七小迪，你是不是作弊了？对，我跟妖兽们沟通好了，让他们站着别动，等我杀。你满意了吗？你是有多蠢才会质疑对方作弊？这又不是比试，是与妖兽正面厮杀，何来作弊之说？想不到你堂堂青云宗弟子，竟然学了灵兽宗的功法。若是青云宗主知道，估计你免不了一通造反。很明显，丁家主误认为小迪用了灵兽宗某种秘法，导致妖兽战力下降。当然，对于此，小迪也用不着解释。袭击云阳城的妖兽都在这了。不错，已经全杀完了。那么诸位青云弟子，既然受坏一平，你们便请回宗主。哼，父亲你怎么不收着点力？看把丁家弄得多没面子。哼，是他们自己不争气。我们也走吧。还有一只漏网之鱼，你们不要动，这是我们丁家要的。黑毛金睛兽，可筑基境的最大体型也才一头成年公牛大小，眼前这只怎么跟图册里的描述不太一样？快闪开！这是百兽山的兽王结丹境妖兽。是结丹境兽王，快打！这只兽王竟然将袭击目标对准了云阳城，难怪罕见的猎山兽会出现在此地，原来是兽王率领。该死！碎星3绝破军。只为他袖手。灯光一尽。结丹境妖王连续2次被撞，他也十分诧异，眼前这个小蚂蚁怎么会有那么多低级功法，这让他越发愤怒至极，韩寒想着万里出去。可恶，自己没有将身法修炼到第2层，导致如今这妖狼一直黏在身后无法走。剑心陨刻第3式，天地星落。这是4头妖兽的死亡蚂蚁，施展出来后，速度会暴增数倍。不知什么时候，小迪手中换成了一把紫剑，这把剑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不安。但如今2者都已没有退路了，就看谁能先一步。小爷费这么大劲才打瘸了你，还想跑？当然，即便是断了一条腿的黑毛金睛兽，是小人物，他只能远远跟着放大招，一剑不行就2剑，磨也要磨死他。瘸腿的结丹期妖兽速度仍旧很快，不过1天时间就把小迪甩得无影无踪。此刻他准备躲在此处慢慢恢复伤势。百兽山的兽王怎么伤成这模样了？妖王吓得弹跳而起，作为结丹境的大妖，怎么会有人靠近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有可能是青云宗的某位长老出手了。副阁主，咱们还是继续打路吧，要早点把咱们天机阁的决定通知给柳宗主。我看你是着急想找柳仙儿那丫头再叫高低了吧？哼，1年前他侥幸跟我打了一个平手，这次我一定赢他。
还要赢得他心服口服。放心吧，除非他身边有绝世高人指点，不然很难再与你平手了。那还等什么？我们快走吧。不急，先处理掉这头兽王再说，也算是帮青云宗的这位长老一个小忙。要是小乔这头畜生吃了老夫一击还能留半条命，那就再吃我一击。这剑气好强，莫非是青云宗的黄战天出手啊？不都说青云宗没什么厉害之人了吗？看来他闭关多年，剑术有所精进了，随我去见见他吧。黄老头，这头兽王你可得分我。你是何人？青云宗。小迪可是刚才目睹老者隔空一击的威力，一向谨慎的他决定重操旧业，继续庄严吧。不可能，青云宗哪有你这么厉害的弟子能一剑将他毙命？我看有些长老都未必做得到呢。阁下莫非是青云宗新晋的长老？哦，好家伙，正好没想好怎么解释。没错，在下正是，请问前辈是？连我都不认识，看来是新晋长老无疑了。天机阁4大副阁主之一，游云子正是贫道也。难怪那么厉害，随便一拂尘就把兽王打得半死。这么年轻，你的剑术却为何这么厉害？难道是你那把剑呢？不得无礼，探究他人武学根脚是大忌。哼，这位是南宫小云，年岁尚轻，不知礼数，你不必在意他的话。这头兽王是前辈所斩，理当归前辈所有，只是能否将妖丹割让与我回去交差？都送你了，贫道不需要这些外物。疾风珠是万金难求的疾风珠，这难道是黑毛金睛兽、妖皇血脉最为值钱的妖兽之一？那2颗眼珠子更是价值连城。游云子肉疼的想挖掉自己一双老眼，但说出去的话又不好意思在小辈面前反悔。小云呐，黑毛金睛兽常年吞食灵兽，肉质里蕴含大量的灵力，是不可多得的上等食材。副阁主，挖哪里？已经不用挖了。我记得此兽的兽鞭功效十分强大，曾有武者开出好几万灵石收购而不得。兽鞭？那是什么？呀！我可不要，谁想要谁割吧。看到这一幕，游云子要不是身份在这摆着，他都恨不得亲自下场了。小云啊，把这兽王的胃取出来，那常年吞噬天才地宝，胃中沉淀有诸多宝物的精华。小迪也知道此兽的胃很值钱，不过他已经得到那么多了，这个就让给对方吧。当他割下巨大无比的胃，又从中掉出来比他还高的一堆臭气熏天的消化物时，副阁主，我接受不了这个，还有别的值钱部位吗？咱再换一个吧。你还是去拔毛吧。这是什么？此兽胃里怎么还有一本书？居然是丹书银卷，这可是刻录着妖皇秘境的丹书银卷，结丹境进入有机会突破成为元婴期大能的机缘。可惜是妖族文字，只有妖皇血脉后裔才能辨认出他们，对我人族毫无用途啊！自己的小麒麟不就是一头很高存在的血脉后裔？多谢前辈相赠，晚辈今日收获颇多。小云，我们走吧。我的毛还没拔完呢。师妹，七小弟肯定回不来了，你又何苦求我派人去寻找呢？他是为了保护云阳城才只身引开兽王的，你们难道不应该派人去救吗？你还是倒有念想吧，那可是结丹妖兽。再说，我现在被秦大师任命为丁家少主的，你跟我在一起会比七小弟好100倍的。秦文远昨天来到丁家，一眼便认出了陈思玲。由于害怕小迪回来再找他麻烦，故而在听说丁万平是小迪同宗师兄弟后，果断让丁家主改立丁万平为少主，以此来讨好七小弟。机智如我，相信七大人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后，必然会跟我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但凡小弟还活着，你给他提鞋都不配。七小弟都死了，你还护着他？我对你的好你都看不到吗？有本事你让他活过来跟我比划比划。做我的女人。我还以为你死了。傻丫头，你夫君是那么短命的人吗？我还没带你们2人享尽人间繁华，又怎么会离你们而去？
齐小迪，你敢在丁家对我动手？我现在可是丁家少主，是秦大师钦点的少主。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切磋吗？趁现在没人，敢不敢试试？老子要你命！明明自己是筑基6层，你才筑基4层，自己怎么可能惨败？你竟然从兽王的追杀中活着回来了！婉婷，你没事吧？我要见秦大师，快把他请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被人欺负的。有什么事情我来为你做主，用不着惊扰秦大师。你给我滚蛋！不过是刚刚被废的少主，有什么资格为我做主？丁万平，我警告你，别特么给脸不要脸！放肆！竟敢当着齐大人的面这么对待他的同宗师兄弟，这不是打齐大人的脸吗？秦大师，小辈之间互相打闹，您别误会。丁家主是不是嫌弃老夫初来云阳城乍到，没有根基，不想合作了呢？天下，快给万平赔礼道歉。不错，这个手机送给你，就当赔礼了。你换新手机了，哪来的钱？我把家里落灰的闲置都回收了。之前没时间一个个卖，又懒得扯皮，干脆叫个转转上门，全部打包回收了。没想到这些 VR 眼镜、音箱、球杆啥的加起来有4、5千呢。要我说，谁家没几个闲置啊？想轻松处理，我强烈推荐转转。给我跪下！我错了，求少主你原谅。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我先回屋了。秦大师，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请您为我做主。什么事？你说，我倒是要好好瞧一瞧，丁家到底想干什么？有个人抢我的女人，还仗着邪门歪道的功法把我打伤。我丁家其他族人碍于他的身份不敢动他，还请您出手相助。什么身份能比齐大人师兄弟这几个字更有分量？说对方是谁，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就是我，秦大师有何指教？秦大师就是齐小迪，他不死，我寝食难安。我他妈到底在干什么？竟然为齐大人的对手卖台！我告诉你，齐小迪，今天你能活着离开，我丁万平就把名字倒着写，因为有秦大师为我做主。我做你妈的主！秦大师，你怎么打我呀？齐小迪在那边。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孽畜！你们丁家养出这种狼心狗肺、大逆不道的东西，还指望我与你们合作？现在起，我和你们丁家老死不相往来！秦大师，我错了，求你不要放弃我，我给你当儿子当孙子都可以。丁万平慌了，一时间六神无主，大脑空白，他完全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明前一刻秦大师还护着他，下一刻就大发雷霆，将其抛弃了。丁大少主，请问小的还要跪多久？大哥，你才是丁家少主，我只是一个庶出。不，你当丁家少主可比我威风100倍、10000倍。二位请回青云宗复命去吧，丁万平就不随你们去了，也劳烦替我通知贵宗，他从此不再回宗门。齐师弟、陈师妹，你们不能走，求你们带我一起回宗门，我留下会死的。丁家要开始处理内务了，二位请便吧。老左，我们又要搬家了吗？必须搬，越远越好，我就不信还能再遇见齐大师。奔赴各城的队伍们早已回返，小迪和司灵是最后2人。看到他们归来，汇聚在广场的人们一阵骚动。真是命大，这2人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是啊，听他们队伍先前逃回来的弟子说，云阳城遇到兽王了。许一宁猛地抬头望向小迪，发现他还活着，灰暗的眸子立刻涌出一抹亮光。哼！但当注意到依偎在他身旁的陈思灵时，又化作了复杂的光芒。你这是杀了多少妖兽啊？现在才回来？还行吧，应该不算太少。是吗？我们也还成，在孤州城斩杀了4只筑基境，1只炼气境。到底是唐天龙啊！恐怕袭击孤州城的妖兽都被他一人所杀。那可是41点功绩，毫无疑问是本次行动的第1名了。而且以圣殿的资源，足够他筑基8层的修为再次精进了。一宁我都说，不要拿他一个新人跟我比，就算他是新人中的第1，也跟我们老弟子有着天壤之别。许一宁真是命好啊，有唐师兄带着他进入圣殿，恐怕出来后修为会增长1大截。陈思灵明明身材长相和灵根天赋都不弱于许一宁，可惜跟错了男人。至于我选男人的眼光，马上就让你们惊掉下巴。宗主，这是属下统计的弟子斩获妖丹数量以及前10排名。知道了，你下去吧。你们能够安然归来，本宗主甚是欣慰。现在我开始宣布前10名的成绩：第10名黄云康，筑基炼气妖兽各1只；
第9名郑晓云，筑基1支，炼气。第3名逍遥峰袁同天，2支筑基境，3支炼气境妖兽。逍遥峰这次表现非常好，袁同天怎么才第3啊？刚才除了唐天龙，没听说谁还比他的多啊？看来这个第2名隐藏颇深的样子。唐师兄，这个第2名会是谁啊？此次弟子中，只有狂刀锋莫环刀可能性很大，他拥有筑基7层修为，跟我差不了多少。我师兄的确很厉害呢。是很厉害，不过有我在，他也只能屈居第2了。第2名轮回风唐天龙。是不是排名弄错了？4支筑基，1支炼气的斩获，这不是铁板钉钉的第1名，怎么给他排到第2了？上法顿之事，是不是你老眼昏花，把我徒弟的排名弄错了？大长老，在下并未排错，的确有一名弟子斩获在唐天龙之上。宗主，第1名是何人？还请公布，让我死心。怎么是小迪？自己那个武林跟前只会体术的弟子？宗主为何还不宣布？莫非第1名有假？放屁！超过你家弟子就是作假吗？第1名七小迪斩获8支筑基境妖兽。七小迪，居然是七小迪！我唐天龙还不如一个无灵根的废柴。柳问臣，你想打压我轮回风，我认了。但你让一个无灵根骑在我徒儿的头上，你觉得有说服力吗？执事长老，你是否帮七小迪徇私舞弊？属下不敢。这是这位弟子的斩获妖丹。你们都好好看看，看看咱们这位宗主的好徒儿是拿什么娱乐我等的。都看到了吧？这就是咱们宗主封弟子的杰作，拿石头当妖。唐天龙下意识扫了一眼掉在桌上的东西，桌上5颜6色鸡蛋大小的珠子，每一个都蕴含着丰富的妖力，不是新鲜的妖丹，还能是什么？谁知道这些妖丹是从哪来的？说不定是你买来的，根本不是我们本次猎杀的妖兽内丹。哦，执事还请你告诉大家，这个又是什么？是否可以买得到？这是兽王妖丹，你斩杀了百兽山的妖王。结丹境兽王，他竟然斩杀了结丹境大妖。咱们青云宗境内只有百兽山一个兽王，这可是无法作假的。你还有什么要质疑的吗？第2名的唐天龙，你没灵根，就算去圣殿修炼再久，也没有任何意义。没关系，我不能修炼，那就分给我2个女人不行吗？这么多人看着我俩，多丢人呀！这样才能让那些平日里嫉妒你、诋毁你们的人好好看看，你选择的夫君到底有没有错。你都没有灵根，你2个老婆进去没有人指点，也是浪费资源。伊宁跟我进圣殿，我会让你出来后的提升惊艳所有人。小迪，见过李长老。此次外出弟子都已回宗，为何不见我弟子丁万平呢？你可有他的消息吗？我一直叮嘱他心胸放宽，否则可能会害到自己。想不到最后还是应验了。你这次干得不错，不过要配得上我2个女徒儿，还要好好努力，加油吧。小迪一脸陌生之感，这还是那个横竖看自己不顺眼的李青松吗？走吧，2位娘子，跟我去圣。老郑，就是那小子。他一般了，才筑基4层而已，你居然会看好这小子？我看人何曾错过？那我倒是要瞧瞧，你看好的这小子能有几个功绩点，可别只有2楼级喽。你就瞧好吧。小子，你的功绩点拿出来吧。80点还行，刚进去的唐天龙也才40点。100。180，这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百兽山的筑基妖兽都成了木头桩子，等着你一件一个的杀吗？筑基境8支，结丹境1支。你居然杀了一头结丹境妖兽！他遭人重伤，弟子只是捡了一个漏罢了。越是死亡关头，妖兽越是会爆发致命一击，这没有几把刷子根本杀不了。好浓郁的灵气啊！唯有灵气浓郁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雾，这可比宗门灵池那种水汽灵雾要强上100倍。运转我传给你们的心法，让我看看有何不足之处。2女一施展她赠予的寻龙经，小迪就发现了大量不足之处。经过逐一指点后，心法运转速度加快了1倍有余。谢谢夫君，5天后都不知道我能修炼到什么境界了。司灵目前是炼气9层，
悠然则是筑基1层，我也有些期待，你们2人这几日能提升几许？筑基5层，仅仅1天半如此效果，堪称逆天。再看陈思玲和许悠然，陈思玲成功筑基，而许悠然则达到了筑基2层，追上了许依宁。圣殿门口由于供祭点消耗完的缘故，大多数弟子早已离开。唐天龙和许依宁此时出来，也算是除小弟外时间最长的了。谢谢唐师兄，在师兄的指点下，小妹终于突破到了筑基3层。3日后七小蝶出来之时，咱们再来此地。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也如我一样，送那2个女人提升一个境界。3天连续突破2层，再继续突破的话，恐怕会导致根基不稳。看来剩下的时间得把孤鸿掠影修炼到第2层，而且游龙掌也不能落下。孤鸿掠影第2层大成后，竟然比上品法器疾风珠的效果还好。大殿现在只剩我们3人，接下来练习游龙掌应该也不碍事。游龙掌第2式御龙，威力比第1式金龙要强了不少。谁呀？怎么不长眼睛？不应该啊！第4天了，人不是早就没了吗？这位仙子实在对不住，我以为没人了。道歉要有用，那要拳头干嘛？你站着别动，让我也捶你一下。小迪无奈，不过好在是个小姑娘，让她还一拳就还一拳吧，省得纠缠不清。结丹禁威呢？这是要我命吗？姑娘，在下并非有意，用不着这么下重手。我不管，打了我就要还你一拳。怎么如此不讲理？悠然和思玲还在不远处修炼，不能波及到他们。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追上我。幸亏这里是信国，限制了对方实力的发挥，不然自己可要麻烦了。御龙，小迪不管中没中，打一拳就换个地方继续大招，完全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混蛋，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佛哥，祝你快来，有人欺负我。半日的较量，小迪只是不小心被他拳头擦过了肩膀，破了点皮，但这傻姑娘却不知挨了多少拳。2位太上长老吓了一跳，作为客人还是来自天机阁的贵客。南宫小云说想进去修炼，他们自然会放行，可怎么就成了这副惨样？南宫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前面有人打我。如今的圣殿就只剩下小迪和他的2个妻子吧，那殴打南宫小云的人只能是七小迪居然把天机阁第1天骄能突破到结丹境的南宫小云给揍了。如何了第1名？别告诉我5天的修炼，你的2个老婆连1层都没有突破。我在唐师兄的指点下，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突破到了筑基3层，你拿什么跟我比？李清风也闹不明白许依宁是怎么回事，虽然有些小傲娇，但为人处事都挺温和的，怎么一有小迪的场合就跟一只小辣椒似的逮谁骂谁？依宁，你有唐师兄现场指点，自然修炼更快。他们哪怕进展不大，也值得鼓励。你莫要嘲笑。哼，师尊，我可以听你的，不与我老姐为难。但陈思玲，你今天别想躲。许依宁，你不该来的。怎么，你还真突破了不成？就算走了大运，成功筑基，那也不如我筑基2层突破到3层进步大。让你的女人赶紧展示自己的修为。之前你不是很嚣张吗？不是自诩第1吗？让我看看你还能不能再踩在我。筑基境，他还真筑基成功了。不过区区晋升了1级，跟我比起来也不怎么样。筑基2层圆满，思玲，你怎么办到的？这不可能！陈思玲当真没有看走眼，当上了一个好男人。早知道我也给七小迪当女人了。许依宁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是孤州城第1天骄时，陈思玲还是一个灵根不入流，只配当女商人的下九流。可自从成为小迪的小妾，她就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了。我不信你是筑基2层。依依，你干什么？冷静一点。撒手！我不要你管，而且你也管不着。你是什么境界？筑基3层圆满，悠然，你进步竟然也这么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许师妹有我在，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用了，你根本赢不了西小迪的。西小迪，弟子评级时，希望你也能像今天一样自信。唉，对不起夫君，给你惹麻烦了。你既视我为夫君，我便会担起身为夫君的责任。遇上你是我之幸。你们境界上来了，功法也不能落下。这个剑法你们先修炼一阵子，若有不懂的就来找我。别又是什么厉害无比的功法吧？李清风有些无语，作为两女的师尊，总不能装作没看到吧？咱们两清呢？小迪虽不知是什么，但也还是拱手道了谢。你们也跟着师尊回去吧，有不懂的记得来找我。死丫头，你想干什么？不是听？你还想把我的存在告诉那个七小迪吗？17级的时候，就是小迪察觉到你的存在，并给我开了药方，才能让你在我筑基的瞬间同时觉醒。本尊自会用别的方式感谢，但绝不能暴露我的存在，因为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小迪跟别的男人不同，他待我很好，哪怕我是妾，他也没有亏待我。你最好马上给我解除婚约，我堂堂月尊竟得一个蝼蚁做小妾，传扬出去，我还有脸回到天外吗？我这辈子认定他了。不管你所说的世界有多少优秀的神话天骄，只要这具身体还是我主导，那此生我只要他。你现在我要练剑了，这是夫君给我的剑法，我要好好练给他看。我居然能在如此偏僻之地看到剑尊一术，剑尊又是谁？这小子气运真够强的，剑尊的剑术除了剑尊宫外，他人绝无法修炼。所以你还会小瞧我的夫君吗？闭嘴吧，死丫头！虽然这只是基础剑法，但剑尊一术可遇不可求，但没有错过的道理。盘膝坐好，我教你如何修炼。怎么，屋子里藏了见不得光的女人，这么久才出来？师姐有什么吩咐吗？我哪敢吩咐你，只有你妻子才吩咐得动你。若是无事，那师弟就去修炼了。柳仙儿这么多天一直等小弟回来哄自己，好不容易盼到他回宗主峰，他却也没有来找自己，这才拉下脸主动找上门。不成想，还没2句话，小迪就送客了。七小迪，亏我关心你，就当我一片好心全喂狗了。怎么跟李长老给的东西一样？师姐，这是什么？柳师姐，原来你在这呀！师尊让我来问问，你还接不接荆棘谷的任务了？不接了。这女人好奇怪，平白无故怎么就生气走掉了？七师弟，柳师姐的武魂硬币怎么在你这里？武魂硬币是什么？凭借武魂硬币可进入一次武魂殿，在那里能够补全残缺功法，还能与众多武魂修炼实战经验。能与众多武魂投影战斗倒不稀奇，但是能够补全残缺功法就太逆天了吧？武魂塔是一座天外来物，与念封印咒数之不尽的功法，若是能够施展出其中的一些残招，便会引来功法的感应，显化出来完整版。而且柳师姐这枚硬币可来之不易啊！柳仙儿是担心小迪评级不过关，所以送他一个硬币，想帮他尽可能的提升实力。九峰的长老1年也只有1枚而已，师姐为了得到我师父的这枚，接了我峰好多危险任务呢。几天前他去荆棘谷还受了重伤，我师父亲自照顾了几天，才捡回一条命。七师弟，你去哪？这疾风珠不是项链啊，师姐。再说这么大的东西挂到脖子上，看着也并不美观啊。要你管，我觉得好看就行了。师姐是完全没听进去，这法器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吗？师姐不生气了？谁说我不生气了？师姐，你与南宫小云切磋有几分胜算？这个缠人的死丫头刚突破结丹就又来找我了，而我现在还是筑基9层而已，真是麻烦的很。你们切磋的日子稍微拖延一下，给我一点时间，看能不能帮你突破到结丹境。小迪想到了自己的结丹境妖丹是可以炼制出一位灵丹的，只是还缺少一位主材料黄泉净水。助我突破结丹境，你有这份心意，师姐就知足了。你顾好自己就行，别被唐天龙钻了空子，再借机给你弄个不合格。师妹，我们走吧。天机阁巡游拍卖会已经到了青云城，我与他们的副会长相熟，我带你去问一问是否有突破结丹境的灵丹。七小迪，你在这里干什么？弟子评级你都准备好了吗？谢谢大师兄关心，师弟自有打算。要不要带些礼物以示敬意？我准备了一颗筑基9层圆满的寿丹，那位副会长肯定瞧上。拍卖会说不定可以找到黄泉净水。师姐，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你还是好好修炼吧，副阁主不喜生人，你就不需要去的。好像谁稀罕沾你的光似的。小爷的结丹境妖丹拿出来不得吓人。小迪，那我先去了，你自己多多加油。巡游拍卖会搭建会场至少还要几天，我先去青云城其他宝店看看。
姑妈，你帮帮忙嘛！再物色不到好的宝物，苏副会长就要降我的级了。我不是带你逛了一圈吗？没有好的宝物，难不成把我这副老骨头送到你们拍卖行去卖？七小子真巧啊！你来此地作甚呀？回文长老，弟子想打探一下黄泉净水的消息。此物可是稀罕的很，而且有价无市。你要黄泉净水？那巧了，本次的天机阁拍卖会就有一瓶。哦，这是我侄女在天机阁巡游拍卖会中担任执事一职，她说有，那便是有了。不过那宝物很贵，你有那么多灵石吗？要是不够，我可以借给你。自己那个抠门小气又严厉苛刻的姑妈，对我这个亲侄女都没有如此体贴过。姑妈，你要是被夺舍了，就眨眨眼。小迪可是一位很有本事的弟子，你要有他一半的能力，也就不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找宝物了。原来他就是姑妈说的那个七小迪师弟啊。这颗灵参怎么卖？100灵石。这残缺灵参都参加过10几轮特惠活动，平时卖10块灵石都没人买。估计是见这小子年轻好混，又是青云宗的弟子不差钱，就想狠狠宰他一招。这位小哥别犹豫了，100枚灵石，你是血赚呐。的确是好东西，我要了。姑妈，你看这小子明明就是个小蠢蛋啊！别人都好心提醒此物不值钱，他怎么反着来呢？你还是拍卖会的主事呢，都没看出这节灵参的奇特之处吗？你把灵参肉剔出来，是想说这灵参肉与众不同吗？姑妈，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灵参肉都扔了，那还有什么价值？似乎我赚的还不少。竟然是轰天粉！那节灵参的表皮里暗藏着一些轰天粉。不会吧？这就是传说中遇水结丹，结丹都能炸死的轰天粉，这一撮最少能卖1万金石。此子对药材一道，有着近乎于妖的天分，现在你信了吧？七师弟，轰天粉甚是罕见，何不送来我拍卖会？到时价格绝不止1万金石。我身上还有一些东西，你若能带到苏副会长面前，相信你之前的麻烦会迎刃而解。那走吧，我带你去见苏副会长。王公子，我这里售卖的都是当世一流宝物，这颗筑基境的妖丹，若是拿来拍卖，恐怕有损我拍卖会的格调。苏副会长，此妖兽无限接近结丹，寻常妖丹不同的。不限接近结丹，那不还是筑基吗？此物你拿去随便找个店家卖了便是。苏副会长，这位是我们青云宗主之女，她目前正在寻找结丹境的灵丹，不知本次拍卖会是否可以告？此乃拍卖会机密，无可奉告。刘小姐，你脖子上的圆珠能否让老夫长长眼？苏副会长，此物难道很贵重不成？你将此物带在身上，却不知它是什么。朋友送的礼物，我也忘了是什么了。那柳小姐这位朋友肯定是非富即贵吧？出手如此阔绰。副会长，这到底是什么呀？此乃疾风珠，黑毛金睛兽的眼珠，催动后可令人神情如焰，宛如修炼有高明身法。市场价10万灵石。我操！多少？10万灵石？这就是一件普通礼物而已，怎么可能如此昂贵？认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你对那位朋友的实力似乎不太了解，能随手赠送10万灵石的绝世宝物，此人绝不是一般人。师妹，这是哪位前辈送你的？柳小姐可否牵线，让我见一见这位大人？苏副会长，怎么？你在城中找到好的拍品了吗？不辱使命，属下带回来了这个。红天粉吗？不错不错，而且纯度很高，没有杂质，像是经过魂师之手提炼过似的。苏副会长，那你看此物能上咱们的拍卖会吗？棒婷婷，你过来。苏副会长，您有何吩咐？你这次表现很好，本会长记你大功。你带这位公子去商谈具体细节吧。七公子是我请回来的呀，为何移交给孟婷婷？婷婷差一些功绩就能晋升5星主事了，你一个1星主事，少一些多一些功绩无关紧要。你这是滥用职权，我不同意。不同意是吧？正好有件事要向你宣布，我已向会长申请把你调往了陈副会长那里了。你要是有什么委屈，就找陈副会长了。苏副会长把他调给了业绩一向很差的陈副会长，这也等于是把他的前途给掐灭了。但他一个小小的执事也无力改变什么，只能默默忍受。温师姐留步。
这个姓苏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何况盛兰是温长老的侄女，怎么说都要支持一二。温师姐，我随你去见陈副会长，帮你弄一个投名状。七公子有话好好说嘛，冬天粉给谁不是卖呢？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聊，慢慢聊，你看好不好？放肆！放肆的是你，我苏某愿意要你的轰天粉是给你脸。等我联系上黑毛金睛兽的主人，你那轰天粉就未必有资格登上拍卖行了。不用了，你等不到他了。自以为是的小子，你那轰天粉也就陈副会长才稀罕，在我这里啥也不是。柳小姐还请不吝相告，那位赠送您礼物的大人是哪位？老夫想登门拜访一二。那位大人啊，他不是刚被你轰走了吗？你的疾风珠是刚才那位七公子送的。对啊，貌似你把一位身怀巨宝的客户推给了陈副会长。阿兰，你去拜访逍遥峰赵长老，我与他有几面之缘，带我问一问，他可有物品需要拍卖？小陈，你去骆家看看，他们乃是城中的大族，定然有重宝。副会长，之前云儿已经沟通好了骆家，对方有意愿拿出一些祖传之物拍卖，可他被调换到了苏会长那里，我再去人家未必会搭理我。陈副会长，属下温胜男前来报道。苏副会长也太过分了，把咱们副会长手下最能干的云儿调走就算了，还把他麾下最没本事的执事给咱们调过来了。谁让人家苏向前资历老呢？会长什么都偏袒着他。陈副会长，我带来一位客人，他手中有东西想寄售拍卖。在下七小迪，见过陈副会长。七公子想在我们拍卖行寄售什么呢？轰天粉，而且纯度极高，真是好货呀！七公子心里价位是多少？就1万吧。太少了，此物应该能卖出12300的价格。您若信得过，我便将此物安排到拍卖行上，另外收取的手续费也可以为您减免一些。这个陈副会长看来挺靠谱，应该可以将售宝的材料交给他。陈副会长，我还有一些材料想让你帮忙寄售。还有东西吗？怎么没听盛楠说呢？疾风珠，传闻中价值10万灵石的疾风珠。陈副会长可有兴趣？当然，承蒙七公子信得过，妾身一定将此物卖到好价钱。旋即他也和苏向全一样，发现这颗眼珠非常新鲜，这说明对方身上大概还有其他的宝物。要知道此兽浑身都是宝，样样都价值连城。七公子，你还有想拍卖的吗？暂时没有。暂时？看来七公子果然还有存货，只是不想全部换成灵石罢了。那我可得好好笼络住了丫头。盛楠，我会向会长请示，晋升你为3星主事。谢谢陈副会长提拔，谢谢七公子大恩。不必客气，我与你姑妈是老熟人了。陈副会长，七公子这次也是来竞拍黄泉净水的。黄泉净水的确在本次拍卖之列，而且是我天机阁一位长老交托我拍卖的。那就正是拍卖的时候我再来。七公子需要多少黄泉净水？那位长老交托时分了1小瓶给我，若您所需不多，我转赠于您便是。只需10来滴就够。那这瓶足够用，送你了。黄泉净水用途十分冷门，很难派上用场，加之1小瓶顶多能卖700-800而已，倒不如送给七公子当一个人情呢。陈副会长这里可有密室借我一用？自然是有的，请随我来。盛楠，你是如何认识七公子的？七公子是我姑妈看好的弟子，曾经想收其为真传弟子而无果。我可是听说你姑妈不好相处，而且待晚辈十分刻薄，她竟独待七公子如此热情。可不是嘛，当初姑妈说她有本事我还不信呢，后来才知道她在炼药一道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连我姑妈都有所不如呢。可她现在这是在干什么？黄泉净水只有魂师炼丹时才需要呀。她不会除了是一名厉害的药师之外，还是一位魂师吧？她要是魂师，还用得着当弟子，早就可以享受青云宗的长老待遇了。你说的也是，看来是我想多了。作为答谢，这瓶灵药你拿去拍卖，然后你我55分账。刚才的材料一共出炉了2瓶成品丹药，小弟从不是吝啬之人，既然对方出了黄泉净水，那就分对方一些好处罢了。这是什么丹药？怎么从没见过呢？秀楠，你到底给我当回了什么人呢？副会长，你冷静一下，我是哪里做错了吗？没错，你做的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向会长申请提升你为5星主事，等我卸任了副会长，便由你直接接任。我没听错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传闻中的七境散，是一种早已失传的灵药，
现今无任何炼制。属下孤陋寡闻，不知此粉的作用是突破结丹。那不是只有3星魂师才会吗？小迪他竟然是一位……你想暴露他的身份吗？且不谈会不会触怒对方，暴露后会有数之不尽的人巴结，到时候还轮得到咱们吗？我操！这东西太珍贵了，我不能收。之前不是收下了吗？怎么突然要还回来？这可是价值10万灵石啊，都足够取我的嫁妆了。小弟送我此物是什么意思吗？反正我不会要。好吧，我们先去武魂殿吧，我会尽力帮你赢掉南宫小爷。你怎么还有一个武魂币？李清风长老给我的。那老家伙一直看你不顺眼，他给谁也不可能给你啊。可能是因为我帮助他的弟子许悠然和陈思玲在圣殿里大有收获，所以他回报我了。哼，怎么？许悠然那个家伙在圣殿进步很大吗？筑基1层突破到3层圆满，应该算很不错了。自己辛辛苦苦帮小迪挣武魂币，他却在帮别的女人提升实力。这是我应得的，我不要还给你了。走吧，去武魂殿。你来武魂殿有什么用？你的功法哪样不是天机阁最顶尖的？哼，谁让你不帮我报仇？你不帮我，我就自己来。我记住了那混蛋的一技残招，这就去武魂殿补全。到时候只要找到运用此功法的人，就能救出这个混蛋了。你堂堂天机阁的天之娇女，在青云洞被人打了，我都没脸提，哪还好意思宣扬出去？哼，我不管，我一定要把这个混蛋找出来。敢这样打我，我跟他没完。你这是被谁打了？除了结丹境的长老，谁能把你揍成这样？南宫小云，你的脸是谁打的？哼，谁说我是被人打了？我是不小心摔的，对，摔的。小友，你这不是会说话吗？你们2位来此是为何？我陪他进里面修炼1、2。居然找了一位长老陪自己修炼，是想尽快提升实力超过我吧？副阁主，你也进去指点我，这样才公平。站在石像前，他会投射一道光影将你笼罩，若你的残招刚好这尊石像也有，便会替你补全。但需要注意，补全的功法必须修炼完1层才会出现下1层，而此处最多只能待3天而已。如此说来，并非补全了功法就能全部学会，而是还要靠强大的悟性才行。师姐，我们去另一边。修炼就修炼，怎么还鬼鬼祟祟的？先试试能否突破结丹境再说。这瓶子里是什么？西境散，突破结丹境的灵药。突破结丹的灵？非得让南宫小云听到吗？这样我们就少了一张底牌了。柳仙儿要在此突破结丹？不会吧？整个9宗境内所有的结丹境灵丹只能来自我们天机阁，而已经好几年我宗都未下放过此种丹药了。难道是为了扰我心境刻意为之？无妨，即便真有灵丹，最多也只有3成概率成功而已。开始尝试突破吧，既然已经暴露，索性咱就光明正大的来。他好像真的要突破了。献期的长老真有结丹境的灵丹，可为何他的灵丹效果这么好？我当初可是服了3颗才勉强成功的。这七长老深藏不露啊，他手中竟然是另外一种比我宗更厉害的灵丹。不好，恐怕要失败。这里无法满足突破所需的庞大灵气，加之此女心法等级不够，吸收灵气速度过慢，可惜了。只差临门一脚便可突破结丹境了，现在只差足够的灵气，我不甘心，不甘心啊！冷静，继续修炼，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好可怕的灵根，竟可汲取到如此庞大的灵气银！再厉害，能有我们阁主的9品灵根厉害吗？论实力，七长老自然无法与我们阁主媲美，但论灵根的话，只怕就难说了。我结丹了，小迪，我结丹了。恭喜师姐突破结丹，接下来几天你先自己修炼，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唤我。还剩2天半的时间，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补全自己的地基之法。柳仙儿尽管已经看不清小迪身影，却仍旧呆呆看着，脸上有着尚未褪去的残霞。她摸了摸脖子上的疾风珠，内心深处传来了莫名的嫉妒。小迪通过2日的修炼，已经达到了筑基6层圆满，唯一可惜的是，并没找到跟执法对应的石像，没能补全那道地基之法。战天九式，旋即高等功法。师姐，你这是补全道功法吗？
时间只剩半日，这本功法我刚刚发现，残本之前我只学了1式，如今时间恐怕第2式都很难领悟到。哦，我也来试试。你连第1式都没学过，想学会只怕会更难。我总算补全到那本混蛋的功法了，待我修炼完，挨个比对，铁定能把你揪出来。顶级下品功法，副阁主，我们也花吧。青云宗怎么竟然有地级之法？时间不够用，副阁主你快帮我参悟。地级功法没有个3、5年根本难以学成，何况是短短半日，恐怕你是找不到那人了。你看看人家七长老，人家不就没放弃吗？没用的，一本功法最难的便是开头。他若修炼过第1层有了基础，还可以试一试第2层，但现在觉悟。小迪，你居然做到了！副阁主，这位七长老的悟性与你相比如何？你真相信世上有人能够如此快的领悟玄极高等功法？你是说他其实早就修炼过？第9式开天。原来是一门近身格斗术。最后1式修炼完，小迪才明白此功法是以身体为武器近身搏斗，需要配合强大的体魄才行。师姐，要不换一门功法吧？七小友有没有兴趣参悟这本低级功法？幽云子万万不信刚才小迪是真的有如此逆天的悟性，故而起了验证之心。地级下等功法天残指，这不正是我从魔科石壁上参悟到的指法吗？那个打我的人就是用的这套指法，你要是能帮我参悟出来，我绰绰有赏。打南宫小云的那人是我。怎么了？你见过这指法？没见过，当然没见过。那你能参悟吗？应该没问题。破军，你还真领悟出来了，该不会你早就修炼过这残招了？由副阁主多虑，还请不要打扰晚辈继续修炼。紫气东来。副阁主，他的悟性是不是很高？不是很高，是妖孽。大家一直以为青云宗是最弱的，如今看来对方只是在隐藏实力而已。钟声响起，武魂硬币的时间结束，刚好天残指最后1式的内容出现，小迪连忙将内容深深记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武魂殿。小云，我们此行通知已经传达给柳宗主，也该回返了。不行，我还没找到那个混蛋呢。休得再胡闹。那等我和柳仙儿切磋完再走。手下败将也配叫嚣？当初我们明明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享受天机阁最顶尖的资源，却与我打成平手，这跟输了有什么区别？来，我现在就要跟你比试。蓝宫姑娘，我们才刚突破，境界都未稳步，你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不如我们休整半日再比如何？七小友，短短半日，你还想传他功法不成？我想试一试。好，那半日就半日吧，不急于这点时间。师姐，时间仓促，你用心修炼应该没问题。来得及吗？我的悟性可远不如你，你就算讲得明白，我也未必听得懂。小迪不再废话，开始耐心讲解自己对第1式的感悟。起初，柳仙儿抱着一丝抗拒的心态，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懂。可听着听着，发现小迪讲解的粗浅易懂，特别容易吸收。这只有对功法了解到如臂使指后，才可如此传授。师姐，若不介意的话，我手把手教你好吗？手把手。注意力集中，认真感受经脉中气的流动路线。此时，他和南宫小云要大战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峰弟子和长老们都纷纷赶过来前来围观。宗主，令千金天赋异禀，早早就突破筑基9层，想必这次一定必胜吧？师尊，宗主今天好像不对劲啊，居然都不反驳。不用理他，我让你来是让你好好看看柳仙儿的功法。你离筑基境9层不远了，为师希望你能战胜他，狠狠压宗主峰一头。师尊所言甚是，同样是玄级高等功法，我若洞悉其1、2，胜算就多了2分。我真希望柳师姐能赢啊！这次切磋结局已是铁板钉钉的，主要是多看看2位绝代佳人的世纪大战，够我们吹好几年了。柳仙儿，这次我要你也尝一尝耻辱的滋味。你以为自己必胜吗？怎么经过半日修炼，他似乎有底气了许多？难不成他还真学会了天残指不成？绝无可能，他不过只是色厉内荏，强撑着罢了。小云，速战速决吧。结丹境天机阁第1天骄，果然名不虚传。柳仙儿，出手吧。